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自序：思维即命运。人类发展史上，决定个体是否强大的关键因素一直在变化。原始的狩猎时代，最重要的是肌肉力量。高大的身材、强健的肌肉和迅捷的反应速度，让原始人有更大的概率捕捉到猎物，并避免被猛兽伤害。农耕时代，体力劳动依然是主流，你需要健壮的身体去挥舞锄头和砍伐柴火，但也需要一点农耕知识了。到工业时代，机器替代了人的体力，最重要的东西变成了知识。火药、医药、工程等方面的稀缺知识，让人成为社会的精英。培根还喊出了那个经典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知识已经不稀缺了，思维能力已成为人们追捧的新晋的热门。如今，学校、企业和各类严肃场合里，无不在谈论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广泛的讨论并不代表它已经被普遍掌握。尽管在几十年的热烈讨论和教育系统的初步努力下，一些简单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普及，但深度思维的能力仍然是稀缺品，并将成为这个时代个体崛起的重要入场券。现在我们需要更清晰地了解什么是深度思维。深度思维给人的初始联想大约是更深刻、更接近本质的思维，更高级的一般人想不到的思维。但这样的描述似乎太抽象了。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深度的意义，我们不妨先来探讨怎样的思维可以称为与之对应的浅度思维。第一种浅度是逻辑链条的短浅，无法认知较长的因果链条。比如走象棋的时候只能考虑1到2步，解数学题的时候只能往后推论1到2级，又或者对事情发生的原因只能分析出最浅近的直接原因。第二种浅度是思维过程中只能从熟悉的地方出发，缺乏切换视角的灵活性。比如我们在沟通、规划、写文案等事项中，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自己，而无法切换到别人的视角上去换位思考。第三种浅度是对于信息量较大、较复杂问题的束手无力。如果要求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很多人的思维能力是跟不上的，大脑常常处于超载状态。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既会带来思考效率的低下，也是造成患拖延症的原因之一。不幸的是，手头同时进行7、8件事情，遭受大量杂乱信息的轰炸，正是现代人的工作状态。第四种浅度是只关注眼前的、近处的、近期的内容，而缺乏长远规划、全局掌控的宏观视角。比如我们容易在日常的工作中精打细算，却未能对长期趋势进行研究、把握，并据此进行人生规划。或者我们常常只关注和研究个体，而对个体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缺乏了解。又或者我们紧盯手头一个个零散的事项，而对整个任务的宏观流程缺乏认知和掌控。这4种浅度就是一般人思维过程中的局限和弱点，对应的能在这4个方面进行突破和改善的，则可以称为深度思维。那深度思维具有哪些特点呢？拥有较长的思维逻辑链，能够认知较长的因果链条，这是第一。能够突破自我中心的局限，灵活切换看待问题的视角，这是第二。能够处理较大的信息量，在杂乱的信息流中保持思维能力，这是第三。
能够在宏观视角上分析问题，认知事物所处的生态的特性、事物的长期趋势等。这是第四。我们应当从上述4个方面去突破，以培养自己的深度思维能力。在深度思维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进行具体可操作的训练。思维能力是相对抽象的东西，它不像知识点的学习那样明确，掌握几个公式或者背诵一篇文章。在中国社会和教育界极力推崇思维能力培养20年后，中国学生的思维能力依然未见显著提高，缺乏具体的思维训练内容正是其重要原因。深度思维能力的学习需要像知识点一样有明确的可操作的内容，不能仅停留在某种理念的基础上。思维能力的掌握很多时候是具体思维工具的内化而形成的，所以深度思维的学习得有具体的模型、定律乃至公式，并配以具体的案例。就像投资家查理芒格在论述多元思维的概念时所做的那样，他清晰地将多元思维能力的学习落实到不同学科的具体模型中，这就给后人的学习提供了方便。而一般人在谈论关于思维的名词时，如逆向思维、创造性思维等，则常常停留在模糊的理念描述的阶段。从深度思维的4个方面出发，以有具体的模型、定律和案例为标准，本书的内容就顺次产生了。从认知较长的因果链条这一角度出发，得到了第1章思维逻辑链的内容；从突破自我中心、灵活切换思考视角这一角度出发，得到了第2章换位思维的内容；从在杂乱的信息流中保持思维能力这一角度出发，得到了第3章可视化思维的内容；从在宏观视角上分析问题这一角度出发，则衍生出了第4章流程思维、第5章生态思维、第6章系统思维、第7章大势思维、第8章兵法思维，以及第9章慢即是快。从宏观角度出发衍生出的章节较多，而宏观思维也的确是我们人生中难度更高、作用更大的思维方式。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地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开始，我们将进入到第2章的学习当中，换位思维，如何才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如果不懂别人是怎么想的，你的努力就可能白费。你只有建立共同认识，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才能自如地切换视角，进行换位思维，将深度思维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第1节，为何你的努力别人不买账？具备换位思维的能力，让你不只是感动自己。凌晨12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一位勤恳的员工努力地敲打着鼠标键盘。这是一家小型旅游公司，新开发了一款面向职场白领的旅游产品。针对职场白领日常疲劳、时间紧凑的特点，该旅游路线周期较短，选择了在云南大理洱海边某风景优美的山水之地。这位员工为此做了一份精美的 PPT 和策划文案。他在文案和海报上写下风光无限，畅享人生。一个女生单身已久，时常自嘲自己是单身狗，但内心对感情其实没有太大期待。不过她有一个期待爱情已久的闺蜜。最近闺蜜终于遇到自己心仪的男孩，
男孩用甜言蜜语哄得闺蜜无比幸福。不过善良的女生发现，男孩明显是一个油嘴滑舌、满嘴跑火车的骗财骗色高手。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凭借自己看人的能力，已经可以100%肯定这一点了。但是闺蜜却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视而不见。女生义无反顾地向闺蜜指出了男方人品有问题。一位部门负责人了解到，之前高压式的工作氛围是部门人员流动频繁的根本原因。他希望能以更加宽松的氛围为员工减压，但苦于公司政策不允许而无法实施。经过与公司高层反复沟通和争取，好不容易获得权限，能够对新招进来的一批大学毕业生放权，让员工进行自我管理。希望他们能够在轻松没有压力的环境中工作，以自如的心态应对高难度的业务问题。上述这些人为工作、朋友、下属付出了很多时间、心血和情感，也期待得到认同和感谢。那各位猜一猜，他们能如愿以偿吗？恐怕不能。第一个勤奋的员工辛苦熬夜写出来的文案策划，恐怕会市场反应平平。第二个善良的女生好心指出男方是骗子，未必会得到闺蜜的感谢，甚至有可能两人会反目成仇。部门负责人以宽松的环境优待新员工，有可能会收到工作执行混乱、纪律松散的回报。也许你自我感觉良好，但别人往往并不买账。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这3个案例为什么会失败。第一个案例，文案策划者在文案和海报上写下风光无限，畅享人生，意思是希望看到海报广告的人能够知道这条旅游线路的风景很好，如果他们选择这个旅游产品，便能够缓解疲劳，享受人生。但是实际看文案海报的人会怎么想呢？假设他的理想受众客户疲劳的白领看到了文案风光无限，畅享人生，很可能会被激起反应。畅享人生？嗨，畅享人生得有充足的资金，还是要努力赚钱才行。又或者会想，风光无限？嗨，我这么累，还有一堆任务没完成，真是一点都不风光。作为对比，假设这条文案这样写呢？你是愿意待在沉闷的办公室里，勉强安慰自己小点压力，还是愿意躺在大理洱海边，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很明显，第二种写法才能真正打动客户，让客户产生压力太大了，去旅游放松一下吧的冲动。可惜策划者没有想清楚这一点。按照他的写法，目标客户即使碰巧看到了广告文案，所思考的内容也可能与策划者预估的完全不同。风光无限、畅享人生的方案只是告诉客户你希望他怎么想，但客户实际上并不会这么想。无论策划者如何被自己的辛苦所感动，他的努力都变得无效了，因为他并没有想到客户会对他的文案做出何种反应。第二个案例，女生看穿了闺蜜的男友是个骗子，好心向自己的闺蜜指出来，但是站在闺蜜的角度会怎么想呢？她终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爱情，两个人卿卿我我，甜甜蜜蜜，正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你突然说她的男友是个骗子，而且只是凭借自己的看人能力得到的结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闺蜜能接受吗？即便有诸多线索和嫌疑，只要不是直接证据，闺蜜也很可能会视而不见。毕竟人类从来都是善于欺骗自己的。闺蜜很有可能会想，我终于有男朋友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爱情，太幸福了，真希望永远这么幸福下去。什么？你说他是骗我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肯定是嫉妒我，你太可恨了。于是转而把怨气撒到女生头上。千万不要以为闺蜜不会这么过分，你低估了处于极端情绪中的人具有怎样超越普通逻辑的思维。
即便上述反应不是必然的，也不要低估了这种概率。不懂站在别人的角度预估别人的反应，女生的好心很容易被当成驴肝肺。第3个案例，主管为了减轻部门压力导致的人员流失，对新入职的员工采取低压自主管理的政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和老员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老员工业务熟练，职责清晰，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许可以低压管理。但新入职的毕业生对业务完全不熟悉，对新环境感到陌生，有担忧、恐惧等情绪，没形成职业习惯，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长期业务培训、岗位规范和老员工的悉心指导。至于严格、压力大小等，暂时还不是主要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就对新员工采取低压自主管理的政策，新员工会怎么想呢？他们很可能会想，这工作怎么做呀？该问谁呢？我这样搞也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没人管我，那说明我做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好像没什么事儿啊，上会儿网吧，有事儿应该有人叫我的。由于不能评估别人的状态，主管好心争取的低压政策不仅无法解决老问题，而且还可能引发新问题。这几个案例都是典型的不懂得换位思维的失败案例。由于不知道他人所想，不能评估和预估他人的反应，造成自己熬夜加班加点所做的努力对不上他人的真正需求，好心好意变成了驴肝肺。你的付出只能感动自己。生活中有太多的类似案例，包括父母和子女间的代沟，朋友间的矛盾，领导与下属间的沟通不畅，甲方与乙方间的合同纠纷等。我相信大家一定经历了不少。总之，如果不具备换位思维的能力，生活与工作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至于这几个案例如何用换位思维来应对，可以在公众号人生策略师后台回复关键字换位思维查看答案。上面几个案例都是不具备换位思维能力造成的负面效应。那么具备了换位思维能力，又能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多大的正面效应呢？我们来继续学习高手是怎样换位思考的。在小说《遥远的救世主》中，有一个关于换位思维的精彩案例。韩楚风是某个大型商业集团的经理，其业务能力出众，深得前任总裁喜爱，也是集团前任总裁在生前向董事会提名推荐的总裁候选人。但前总裁的意见并不能一锤定音，两个副总裁都比韩楚风资历更深，在公司里势力庞大。他们两人参与了总裁职位的争夺，这让韩楚风很被动。董事局则只重视利润，并不那么重视前总裁的推荐，所以也对相对年轻的韩楚风并不那么支持。韩楚风该如何从总裁位置的争夺中胜出呢？资历比不上两位副总裁已经是大问题了，更何况韩楚风并无太多支持，而两位副总裁则羽翼丰满。三人的竞争中，韩楚风已然是最弱势的一方了。如果要与两位副总裁斗，极有可能斗不过，但是不去争总裁的职位又不甘心。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如何翻盘？韩楚风为此心烦不已。所幸他的朋友丁元英是一位懂得换位思考的高手。丁元英跳出韩楚风的思考局限，转换到了董事局和两位副总裁的位置上去看待问题。根据这些新的视角，丁元英设计了一条反败为胜的招数，建议韩楚风主动退出竞争。一段时间以后，董事局自然会任命韩楚风为总裁。为什么呢？玄机就在董事局和两位副总裁的视角里。在董事局的视角上，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想找一个最能为集团赚钱的人当总裁。虽然韩楚风能力不错，得到了前总裁的推荐，但是两位副总裁能力也很强啊。在能力上，三人并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但是两位副总裁的资源更多，资历更老，
集团里支持他们的人也很多，可能还是他们更能带领集团发展。不过，具体是他们中的哪一位，还有待确定。而在2位副总裁的视角上，问题是这样的：韩楚风这种愣头小子，居然跟我这个老资格争夺总裁位置，凭什么呀？论能力，论资历，他哪一点配得上跟我比呢？要是另一位副总裁得了位置也就算了，如果居然让他骑到我的头上，那简直是奇耻大辱，一定要把他打倒。但如果韩楚风按照丁元英的建议，在竞争开始时就主动退出，那么2位副总裁的视角就发生了变化。韩楚风退出是正常的，他的实力本来就弱，现在我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另一位副总裁身上，如何才能把他扳倒呢？应该这样。所以，韩楚风的退出会导致2位副总裁的相互斗争，带领自己的一帮人开始集团内耗。由于2位副总裁的势力旗鼓相当，所以这个内耗会持续很长时间，导致集团利益大幅受损。而这一切都会被董事局看在眼里，董事局会基于此下判断，谁是搞内耗的，谁是真正做事的，并得出结论，还是应该让韩楚风来当总裁。以退为进，不战而胜，这样巧妙的方法是怎样想出来的呢？就是换位思维的结果。最终，事情的走向一如丁元英所料，韩楚风也确实如愿登上了总裁的宝座。你不要以为这种换位思维带来的命运改变和事业成就等只是小说情节，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每一份直击人心的文案策划，每一次打开局面的商务谈判，乃至每一个引爆用户的产品设计，背后都对应着成功的换位思维。未来，随着服务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人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复杂，换位思维正在从少数人才有的软能力，逐步变成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要求的硬能力。时代在改变，你准备好了吗？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换位思维第2节，进入别人的视角，如果我是他，会怎么想？什么是换位思维呢？换位思维一般是指思考、感受别人的内心所想，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展开自己的推论和行动。当你已经明白别人是怎么思考的，别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时，你就得到了换位思维的结果。那么，怎样得到这种结果呢？你需要在思维的前端，尚未得到任何思维结果时，就切换到别人的视角。即换位思维的核心是从别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思考问题。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诗人赞美太阳，伟大的太阳终将降临，每一次日出给大地带来光明。太阳回应诗人，我真没动，是地球在动。上面诗人与太阳的小故事告诉我们，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会有不同的结果。思维的精髓之一就在于你看待问题的视角。如果从别人的视角出发，就是换位思维；如果从与常人相反的视角出发，就是逆向思维；如果从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思维出发，就是创造性思维。总之，多一个视角就多一种思维方式。但很可惜，人们常常只有一个看待问题的视角，就是自己的视角。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能。用一个视角代替无数个视角，人的眼光以及思维被极大的局限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从别人的视角出发呢？一个关键点是，你得和别人有共同的认知系统。
虽然没有任何两个人的认知系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要想在某件事上能够从他人的视角出发看待问题，那就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和他有部分的共同认知。如果在某个问题上的认知系统完全不一样，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就绝对无法换位思维了。而认知系统又常常是自身的经历所塑造的。有一个段子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联合国发起作文大赛，邀请欧洲、美国、非洲、中国等地的儿童对非洲儿童粮食缺乏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各国儿童都不知道怎么写，联合国非常不解，遂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原因如下：欧洲儿童不知道什么叫粮食缺乏，美国儿童以为美国就是世界，不知道什么叫非洲，非洲儿童不知道什么叫粮食，中国儿童则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意见。从上面的例子可知，各国儿童就是无法换位思维，因为他们的认知系统差距太大。没有体验过粮食缺乏的欧洲儿童，无论怎么换位思维，也无法理解长期缺乏粮食的非洲儿童是怎么想的。以自己为中心的美国儿童也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儿童没有自己的意见。有一个新笑话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为特朗普与希拉里。事前所有媒体都认为希拉里必胜，特朗普必败，尤其是占领舆论高地的常青藤高校学生、社会精英等，更是一致认为希拉里的胜出毫无悬念。不可能有人愿意推选特朗普这种种族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者当总统。甚至有人编写了一本书《希拉里通向白宫的最后1英里》。但选举结果令所有人都震惊，特朗普胜出了，希拉里的最后1英里硬是没走过去。大量社会精英和高校大学生陷入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中，怀疑是选举造假，因为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怎么可能会有人支持特朗普。事后调查发现，支持特朗普的大多为社会中下层白人阶级，这些事先隐形的人群决定了选举的走向。这个笑话可能不怎么好笑，而是讽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分裂。大量精英和优秀大学生已经完全不能理解社会中下层的白人在想什么了，因为他们所处的阶层、生活的经历差别太大，这造成了他们完全不同的认知系统。如果你想要通过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想法，你就必须要和他有共同的认知系统。为了有共同的认知系统，你得有与他人类似的经历和体验。从这个道理中，可以推出几条提升你换位思维能力的方法。第一，对于曾经有过类似经历体验的，可以再次调出那些经历体验。人的经历体验会沉淀进入内心深处，并不常在认知表层出现。所以有时候，即便你曾经有过某种体验，并积累了相关的认知，但在当下并不能自然地流露出来，需要你去有意识地刻意调用。一个部门主管自己曾经也是新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也曾经历过那种面对陌生环境的茫然，有着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的担忧，害怕犯错误的紧张。但几年之后，当他变成职场老手时，已经忘记了当年的青涩，紧张、担忧、困惑的情绪早已消散，所以他无法立刻换位到新入职员工的思维中去。没有想到，这些新人最想要的不是宽松的自由的环境，业务已经熟练的老员工对自由宽松的要求相对较高，而是细致的培训和指导。主管在做出决定之前，他应该好好回忆一下，我当年刚大学毕业进入公司时有怎样的体验。通过有意识地回忆当年的经历，他才有可能知道新员工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第二，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也许可以临时体验一下。曾经有一位美国作家做了件挺让人震撼的事情，他隐瞒自己的身份，
断绝和朋友的联系，带着$1000和一部汽车，深入美国底层人群，体验底层的生活。经过深入的体验，他逐渐揭开了美国底层人民生活的面纱，也能够理解穷人的思维方式了。后来还出了一本书《我在底层的生活》。这位作家是个高学历的富人，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卧底体验，他很难换位到穷人的位置上去思考。因为不同的经历会造就不同的认知系统，在他原有的认知体系里，是越穷的人越应该工作，越穷越应该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但经过亲身体验，他发现，原来美国的穷人是越工作越穷，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他写的那本书后来也成了超级畅销书，因为很多人也无法明白底层人民是怎么想的，只能买他的书去参考他的经历体验。临时体验虽然达不到长期浸染的效果，但也有一定的作用，能够为你的换位思维打开一扇窗户。第三，如果无法体验，就寻找有相应经历的人来帮助自己思考。很多父母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想些什么，即便他想去回忆自己童年时的情景，也未必管用，因为他成长的年代与孩子成长的年代差距巨大，没有太多借鉴意义。而父母又显然没法把自己暂时缩小一下去体验孩子的生活，这时候父母该怎么办呢？与其揣测孩子的想法，不如去虚心请教一下孩子的同学和玩伴，看看他们这代人的想法有些什么特点。设计师在设计产品的时候，需要采取一个步骤，在大规模推广生产之前，需要客户试用。本质上，设计师想要换位到客户的位置上去思考是非常困难的，那就干脆直接找客户试用，然后提意见，这样就能直接了解客户的想法了。如果缺乏这个步骤，产品推出的风险就很高了。现在互联网行业基本都会采用这个步骤，并且有高速迭代、快速改进的特点，可以高精准地知道用户在想些什么。那么，如何提升换位思维能力的方法，各位学会了吗？在下一集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换位思维，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继续跟大家分享换位思维，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也有时候，我们已经和别人有了共同的认知系统，但依然无法形成换位思维。事实上，由于大家都是人，都有喜怒哀乐等情绪，都要吃饭睡觉，所以对大部分事情是有天然的共同认知的。但换位思维依然很难，因为我们无法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习惯于死死地守住自己的视角。自我中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佛教当中有个词儿叫我执，用在此处非常合适。我执指的是人们非常执着于自我这个概念，习惯于死死抓住与自我有关的一切。我的情绪，我的想法，我的观点，我的财产。这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如此。大多数时候，它并不算个缺点，也不需要对它大肆批判。但是对于换位思维来说，它却是个极大的拖累。如果你想要培养换位思维的能力，必须学着克服这个习惯。上一节开头的案例中，旅游公司文案策划者写的风光无限、畅享人生的广告语，就有明显的自我中心的痕迹。他心里有一个文案策划的提纲，想表达出一种观赏风光、享受人生的主题思想和感觉。但当他写下风光无限、畅享人生时，他仅仅把自己的广告提纲和目标思想表达了出来，
而忘记了广告观看者距离这种语言描述太过遥远，即他是以自己为中心考虑问题的。如果你把他的风光无限、畅想人生的文案和后面我给出的你是愿意待在沉闷的办公室里勉强安慰自己小点压力，还是愿意躺在大理洱海边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的文案都拿出来做个对比，问他哪个更好。作为一名合格的营销人员，他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显然第二个更好，因为第二个文案是以客户的视角为中心出发的，但是他却没能在事前想到这一点，因为他太过于习惯以自己为中心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犯类似的错误，由于自我中心的习惯而弄错了自己能力以内的事情。如何破除自我中心的习惯，形成无我非我？意思是暂时忘掉自己，舍弃自我的思维、情感、习惯等，这能够让人轻松地切换到别人的视角上，观察和感受别人的想法。这样的新习惯成了培养换位思维的关键。下面向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培养无我习惯的小练习。练习1，经常问自己，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要弱化自己的感觉，一个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他。当你看到别人的故事时，你要尝试把自己当成那个人，仿佛就是自己的故事。你要想象自己就处在那个场景中，然后思考应该如何行动。这是一种练习换位思维的办法，同时也是一种学习历史、读历史书的方法。宋代著名史学家吕祖谦说：“观史如身在其中，见时之利害，时之祸患，必眼倦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儿，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清代名将左宗棠则说：“读书时需细看古人处一事，皆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气象；及自己处事接物时，又细心将古人比拟。设若古人当此，其错置之法当时如何？我自己任性为之，又当如何？然后自己过错始出，断不可以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为两事。”上面两位名士说的都是类似的意思。读历史书的时候，就要把书中人当成自己，想象自己正在经历各种喜怒哀乐和生死存亡，这样读书才能够增进学问和智慧。我们大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并以此类推。不仅读历史书的时候如此，平时观察社会时事和身边的人事物也用类似的方法。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久而久之，那种自我执着和局限的习惯就会有所弱化，而换位思维的能力就会有所提升。练习2，建立抽离感。这是一个有趣的练习。我们或许在电影中看过这样的镜头，一个人的灵魂离开了他自己的身体，从外部隔着一定的距离看着自己，自己从自己内部抽离出来，像一个外人一样观察自己，这就是抽离感。抽离感的反面是代入感。最有代入感的事情可能是吵架，在激烈的情绪中，你是全然的在体验自己。但你可以突然这样想，另外一个人在和我眼前的人吵架，我往外走几步，看这两人是怎么吵架的。就好像你在看电视，电视上有两个人在吵架那样，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自己突然变大了，灵魂变得更加轻盈和开阔。这种抽离感的练习可以随时做。我正在电脑上打字，我在体验我自己。我也可以突然定住，然后抽离出来，想象我面前有一个人在电脑上打字，我在看着他。在打字的是我，旁边观看的人也是我。短短几秒钟，我就做了一次抽离的练习。假设你上班、加班、下班，感觉压力很大，
然后和同事去酒吧狂欢了一把，接着回家瘫软在床上。你体验了这一切，现在你抽离出来，你看见一个迷茫的人在经历上班、加班、下班、狂欢、疲惫等事情，你就这样冷眼看着他，他的迷茫、局限、痛苦都在你的眼里。这样的练习常常会带给你新的生活视角，把自己当成他，让你在需要换位思维的时候更容易抽离出来。练习3，观察他人喜好。我们习惯于进入自己的生活，而不习惯于进入他人的生活。我们需要练习如何成为他人。但这么说显得比较抽象，依然不知道怎么练。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技巧，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任务，请在最短的时间里观察并猜测身边某个人喜欢什么。假设你家里来了个客人，你的茶几上摆着几样食品，这个客人会快速扫视这些食品，目光在不同的食品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并露出非常微妙的表情。你的目光则应该紧盯住客人的眼神，并根据他的表情微妙变化来推测他对不同食品的喜爱。这种观察游戏很有趣，也有一定难度。商场里的售货员天天都在做这种游戏。每一位顾客走进商场，在不同的商品前踱步，观察并拿起来摸摸。售货员以此推断顾客最喜欢的是什么，并做相关推荐。因为这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售货员们往往有很强的观察人的能力。无论是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3个练习，还是建立共同认知的方法，都能够促进你换位思维能力的发展。除了这些基本方法，换位思维还有很精彩的技术体系。本章后面1节的内容就是其中一部分。另外还需强调的是，换位思维与生态思维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在第5章生态思维中也有部分换位思维的讲解，此处就不重复了。各位听友，今天学习了几个换位思维的训练方法，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练习，早日学会换位思维。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你的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换位思维第3节，6顶思考帽。换位思维让一个人变成一个智囊团。在本节当中，我们将了解换位思考的一个精彩而有趣的应用。思维的结果常常取决于看待问题的视角，站在他人的视角上，就得到了换位思维。由于不同的人想法差别巨大，我们会形成一种感觉，换位思维是变化无常，完全没有任何套路可以摸索，纯粹靠自己去悟。但正如上一节中提到的，人类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很多基本思维特质与人生经历都有很多共同性。如我们都会去搜集客观数据，都有过乐观和悲观的经历，都或多或少做过一点组织全局的事物。不论是成年人运营一个公司，还是小学生建议同伴该玩什么游戏，基于这些共同的思维特质，广泛的进行换位思考就是可能的了。尽管我们对换位思维技巧的运用尚未熟练，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想得到优秀的思考结果，最合理的办法是不要一个人思考，而要找一个智囊团来帮助自己。在智囊团的选取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差异性和多元性。要思维特性大不相同的几个人凑在一起，才能形成思维互补、观点平衡。比如数学家、黑客、心理学家和军事安全专家就是一个合理的组合，而教育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社会心理学家和行为心理学家的组合则效果欠佳。
不过一般人没有这么奢侈，只有资金庞大的企业和财团的顶级决策机构或者政府，才有能力组织一个由不同思维特质的成员组成的优质智囊团，而普通人只能孤身奋战，自说自话，遇到事情也没人商量。但是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普通人也拥有自己的智囊团呢？好消息是，真的有这样一种方法。虽然我们没钱招募一个智囊团，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换位思维来收到类似的效果。接下来跟大家分享6种思维特质。想象你面前站着6个人，这6个人都具有极端的思维特质。第一个人，他是个典型的全局组织者、领导者，经常担任裁判、主持人、监督者、检察官等角色。他永远都想要掌控全局，做事情条理清晰，人们常常评价他，只要他在，就感觉大局在握了。他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戴着蓝色的帽子。第二个人，他是个典型的资料狂、数据狂，热爱收集、储存数据，外号人形电脑。他很木讷，从来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喜欢搜集数据而已。他甚至没有什么思想，不给出任何结论。每当你问他你有什么观点的时候，他总是耸耸肩，不知道，我再给你看点资料，你自己判断吧。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第三个人，他是个典型的感性思维者。他永远都在说，我有一种直觉，我的感觉是。他的情感丰富，起伏也比较大，人们常常评价他，你有点不太客观吧。但是他对此丝毫不以为意，永远活在情感与感性的世界。他穿着红色的衣服，戴着红色的帽子。第四个人，他是个典型的乐观派，看什么事情都觉得充满希望，还喜欢折腾，爱好创新。他总说这件事情很有希望，这有很大的好处啊。甚至面对一些高风险的事儿，他也会觉得风险不是问题，依然有很大的机会。人们常常评价他，凡事过于乐观，可能会摔跟头。他穿着黄色的衣服，戴着黄色的帽子。第五个人，他是个典型的保守派，看什么事情都觉得充满危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常常说，这个想法很危险，这事情看上去有希望，但实际上危机重重。每当别人提出一个新计划的时候，他总能指出计划的各种漏洞，并补充一堆可能的困难。人们常常评价他过度谨慎了，画个圈待在里面不出来，简直什么事儿都做不了。他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黑色的帽子。第六个，他是个典型的创新者，总是能想到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他总是提出新观点、新视角。对于已有的项目，总想添加几个备用方案，有些方案甚至让人觉得过于创新，缺乏逻辑了。人们常常评价他很能创新，甚至有点过于标新立异了。他穿着绿色的衣服，戴着绿色的帽子。这6个人代表了6种思维特质：全局分析、客观事实、感性直觉、乐观思考、保守行事、创新思维。由于这种极端的思维特质，他们每一个人思考问题都是不全面的、低效的。但如果把这6个人集中起来呢，就会像聘用了一个智囊团一样，让他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特质为你出谋划策，这就能收到多维思考、相互制衡、算无一策的效果了。当然，要去找6个这么特殊的人随时为你服务是很难的。但通过换位思维的方法，先后换位到这6个人的视角上去看问题，然后再集中起来，就可以以1敌6了。这就是思维方法大师爱德华德·波诺的著名思维技巧6顶思考帽。6顶思考帽的名字看上去很有趣，但我们应该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换位思维的一种。它要求你先后换位到6种不同特质的人的位置上去进行思考，然后把6种思考结果集中起来得到结论。6顶思考帽代表的是6种思维特质，它们是每个人都有的，
只不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思维特质上强弱差别很大。但你要相信，上述6种特质一定是你同时都具有的。最保守谨慎的人也对今天晚上吃饭应该不会噎死这件事情充满信心，同时知道如果要查询世界第2高峰的高度，应该在网上搜索一下。没有人会完全缺失哪种特质。由于你具备以上的每种特质，让你转换到他们的视角上去换位思维，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只不过你之前从来没想到过要这样做。但是我建议你现在就开始进行这种思维练习，因为当你在一件事情上同时具备以上6种思维特质的时候，你就能够对事情进行全面的思维和考察，从而大大降低错漏和扫除迷障。白色思考帽让你变得客观，尊重事实；黄色思考帽让你不要错失机会；黑色思考帽让你不要莽撞冒进；绿色思考帽让你勇于创新；红色思考帽让你拥有直觉，而蓝色思考帽让你纵观全局，不出现盲点，也不要失控。当你使用6顶思考帽的思维技巧时，你自然就拥有了上述优点。那6顶思考帽的使用技巧有哪些呢？在下一集当中跟各位继续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我们继续来学习6顶思考帽。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了解了6种思维特质，那6顶思考帽的使用技巧有哪些呢？由于思考帽的数量较多，应用场合也很广，所以我们自然的会有疑问：我该以怎样的顺序使用这6顶思考帽呢？需要全部使用吗？什么时候使用？谁来使用？让我们来逐一的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使用顺序与数量。6顶思考帽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使用顺序，不过某些帽子放在某些位置上会比较合适，也更常见。白色帽子常常在思考事情的早期使用。白色帽子代表的是客观信息，而几乎所有类型的思考都需要客观信息，所以白帽子放在最开始比较合适。但白帽子也常常反复使用，因为其他类似的思考帽在使用时常常发现客观信息不够，需要临时补充。蓝色帽子常常在思维的最开始和结束时使用。蓝色思考帽的一个作用是引导全局，先思考最开始的布置是它的工作之一。在结尾时，当各种思考帽或者思维特质全部发挥作用以后，产生的大量信息可能让人有点混乱，需要一个条理清晰的全局掌控者进行最终的思维梳理。同时，如果思维的中间发生了混乱，那么作为组织者的蓝色思考帽也应该及时插手，终止混乱，重新把思维带回正轨。其他颜色的帽子并没有严格的顺序标准，可以灵活使用，也可以多次使用，但也有些注意事项。比如职位较高的领导最好不要在早期使用红色帽子。如果领导很快表明了自己的喜好，这就从心理上限制了其他人的发挥。绿帽子所代表的创新思维难度较高，所以使用的时间可能需要有所延长。对于特别乐观，大家都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就要注意使用黑帽子进行风险评估。对于特别悲观的事情，就要留意使用黄色帽子，看危险中有没有机会。至于是否需要全部使用所有类型的帽子，答案是不一定。如果是特别重要的事儿，容不得半点闪失，当然需要所有思维角度全部上阵。没那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只使用其中1-2个角度。中午吃盖饭还是拉面，则不用全面分析。
第二个，使用场合与人员。6顶思考帽代表的是6种思维特质，是你进行6种特定换位思维的结果的集合。其使用没有什么特定的场合限制。一般使用主要分为个人使用和集体使用2种。我推荐每个人都尝试使用6顶思考帽，这是很好的思维练习。上述6种思维特质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我们每个人会本能地偏向于去使用其中的2、3种，而缺失了其他的部分。就像将要面临高考的高中生，数学已经接近满分了，但语文和英语或许还不及格，我们需要均衡发展。6顶思考帽能够帮助我们均衡地发展缺失的思维特质。我们所缺失的特质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阻碍。比如一个使用黄色帽子的乐观派，他在情绪上可能偏向于厌恶黑色帽子所代表的风险意识。如果有人在外部劝诫他，这事儿有风险，要谨慎，他可能会感到烦躁。他也由于不喜欢这样过度保守的人格，而不允许自己拥有类似的思维。这是一种常见的、普遍存在的自我保护。而6顶思考帽能够屏蔽情绪上的不愉快，因为当我们使用6顶思考帽技巧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变成了另一种人格，只是在换位思维，只是在使用一种思维技巧。这给我们原本的人格保留了充分的安全空间。频繁使用6顶思考帽的技巧，能够让我们缺失的思维特质迅速补全，消灭思维上的弱点。虽然我现在已经切换到更加复杂和强力的思维系统中了，正如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你将看到的那样，但是我还记得很久以前最初使用6顶思考帽方法进行思维训练时带来的思维能力进步是多么令人惊喜。另一个重要的使用方式是集体使用。在会议与讨论中，6顶思考帽的技巧可以大幅提高思维和交流的效率。由于人多嘴杂，会议往往低效而冗长，每个人坚守自己的观点而不愿意屈从别人。与一个观点不同的人进行换位思维已经很难了。会议中出现多个不同的观点，往往超出了普通人换位思维的能力。所以开会的常态是，要么争论不休，要么集体沉默。但6顶思考帽作为一个技术性工具，直接屏蔽了所有人格特质类的争吵。你没法跟我吵架，因为我现在说的话不代表我，只代表我所戴的一顶帽子，即我的发言信息是工具性的，不是我的个体人格与偏好。当每个人都使用6顶思考帽技巧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集体换位思维。其妙处在于，在6顶思考帽的使用过程中，每个参与者既保持了高度的思想一致，又保持了思维的多样性。在会议中使用6顶思考帽有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每个人都要使用所有颜色的帽子，蓝色除外。有时候我们会使用错误的方式进行。这个人很有创造性，戴个绿色帽子吧。那个人很谨慎，戴着黑帽子比较合适。这样的方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每个人依然是他自己，依然会导致争论。正确的方式是，在同一时间，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思维方式。现在戴上绿色帽子，意思是参会者全部都要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不管你的原始想法是提示风险，还是产生了某种直觉，你都要暂时放下这些想法，开始创造性的思维。进入白色帽子的时间，意味着所有人都要进行客观事实资料的搜集和分享。那各位听友，您觉得6顶思考帽还有哪些适用的场合？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同分享。下一集的内容将跟大家讲到一个6顶思考帽的完整使用案例。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我们继续来学习换位思维当中的6顶思考帽，跟大家分享一个完整的使用案例。假设一个广告从业者准备更换工作，他在内地老家某城市的国企有3年的广告业从业经验，现在考虑是否去深圳重新打拼。他一会儿想，现在的工作太无聊了，官僚气息浓重，去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多有意思。一会儿想，深圳房价那么贵，物价那么高，自己去了能立足吗？在老家买房买车都比较容易呀。一会儿又想，还是深圳机会更好些，市场更活跃，能学到东西。一会儿又想，可是自己在老家有人脉资源，什么事情都有个照应。前后摇摆，犹豫不决。在混乱的思绪里，让我们尝试用6顶思考帽来解决上述难题。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蓝帽子、红帽子、白帽子、黄帽子、黑帽子、绿帽子18个字，开始尝试使用6顶思考帽。尽管他的思维还是很混乱，但是他按照流程开始做了。他心想，我戴上蓝色帽子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蓝色帽子打头。现在如果我是一个全局掌控者，我会想什么？后续每种颜色帽子的出现都代表他的一次身份转换和换位思维。我们先来看看蓝色帽子。先来看看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要去深圳打拼，还是要留在老家？也就是说，我们要比较在深圳和待在老家的各种利弊，综合考虑工作和生活2个方面。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有些混乱，无法确定从哪些字面去思考。接着，他看了一眼纸上的6种帽子，突然意识到，白色帽子。白色帽子早期也要用到。现在，如果我是个数据狂，我会干嘛呢？显然，我要收集数据。我们来看白色帽子的角度，查一些资料和数据吧。根据搜集到的信息，本地广告业从业机会接近于0，除了我所在的国企，没什么像样的公司，没有跳槽的可能。我的领导熬了12年才升了1级，工资只比我高3000元，其他隐性福利不太清楚，但估计1年不超过5万。同时，领导职位有6个人争夺，我的机会只有1/6。在工作内容上，老家的公司只注重传统媒体营销和地面推广，网络广告形同虚设，脱离时代潮流。物价方面，本地房租每月1800元，饮食生活成本每月1500元。深圳由于广告行业需求旺盛，可以随时找到新的工作。根据网上显示的数据，深圳的广告行业平均晋升速度为2到3年升1级，平均收入是本地市场的2.5到3倍，而高端职位收入为本地的5倍左右。由于市场不断扩大，所以新的领导职位不断被制造出来，比例不能确定，但是不会比老家更低。内容上，深圳的广告行业注重互联网营销，兼顾传统广告，引领广告行业。物价方面，深圳的同等级房屋对应租金为5000元，饮食生活成本每月3000元左右。面对这些数据，他又该如何思考呢？思维本能的再次混乱起来。于是他再次看了一眼纸上的字，想到挨个试一下吧。现在先试试黄色帽子。如果我是个极端乐观的人，会怎么想呢？看起来很乐观。如果我去深圳打拼，由于需求旺盛，我会很容易找到工作，晋升速度快。我不需要像老家的领导那样熬12年才升上去，平均2到3年就行了。说不定再过几年经验丰富了，还可以自己创业呢，收入明显比老家高了几倍，虽然物价也高，但是无所谓。接下来也要试试黑色帽子。如果我很悲观，对一切新事物都持批判态度，会怎么样呢？真的无所谓吗？
你在老家的国企广告部门待了3年，并没怎么学到东西，你去了能和深圳的同龄从业者竞争吗？人家可是高强度的磨练了3年呢。收入虽然高2-3倍，但是房价高了5倍呀，你买得起深圳的房子吗？再高的工资也买不起，别说买了，甚至租房都困难。还有，老家的资源难道白扔了吗？如果你在深圳混不下去，再回来就进不了现在的单位了。现在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思维又变得混乱了，因为又回到了一开始那种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完全没法判断的状态里。在混乱的状态中停留了几分钟，他感到越来越不顺畅，皱起了眉头。突然，他意识到该继续完成6顶思考帽的流程，于是向纸上看去。还有绿色帽子没用过。好吧，先不管黄帽子和黑帽子的冲突了。如果我是个充满创意的人，该怎么想呢？黑色帽子提出来的几点问题确实存在，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去了也竞争不过深圳的同龄人，这个确实啊。对了，错位竞争啊，我们就去跟那些刚毕业的新人竞争，肯定有优势。无非是再从基层岗位开始做起，这个问题不大，人活一口气总比在旧的体制里憋死好。房价高比工资更高，这是个公认的难题，怎么办呢？如果发展的特别好，1年50万收入，那么深圳的房价也问题不大。不过如果过了好几年都达不到这么高的收入，该怎么办呢？始终买不起房，那就只能回老家了。不一定，再去其他地方找机会也可以呀。带着深圳的广告业水平去2线城市，降维打击。对了，说到降维打击，回老家也是降维打击呀。目前的公司也许能够再进去，毕竟我到时候水平肯定比现在这帮人更高。不过万一他们卡关系不让进呢？毕竟本市也没什么像样的广告公司了，其他的水平更差，那就找不到工作了呀。不好办。对了，创业，就回老家创业也可以呀。用最高的水平对抗本地的低水平广告公司，这个搞起来很轻松吧？到时候老家的资源还能再用用。好了，看起来是条路子，那么问题解决了吗？不好说。红色帽子还没用过呢。当理性分析遇到瓶颈的时候，可以问问自己的直觉。如果纯粹看感觉的话，我对目前的分析有什么直觉呢？感觉虽然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还是很紧张。如果感到有点问题，那就再调用黑色帽子来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现在我又变成了那个专挑问题的批判者，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可是你刚去的第1年就会受不了那么高的物价，这样根本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这个问题是事实，那么该怎么办呢？他又看了一眼纸上的字，意识到该继续调出绿色帽子来思考了。第1年确实压力很大呀，具体算算，刚去深圳的无经验新人大概能拿个6到7千块钱的工资。我们虽然水平不高，但也稍稍有点经验，算个7000到8000吧。基本的饮食交通大概2500到3000，房租要5000，基本月光，可能还不够。根据平均晋升速度还要持续2年，好痛苦呀。思维再次陷入僵局，他看着纸张上绿帽子3个字，突然意识到问题，思维方式出错了。绿色帽子不负责感觉与消极思考，只负责开拓新的解决方案和产生新想法。他决定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一次绿色帽子的思考。好吧，新想法。对了，关于住房成本高，其实我们刚去深圳也没必要住很好的房子呀，租个单间得了。深圳一个普通单间多少钱呢？这个时候往往需要临时插入白色帽子，搜集更多的信息。经过详细的信息搜集，得到如下结果。不同区域差别很大，高的3000元，低的大概1800元左右。绿色帽子此时会怎么想呢？那就好了呀，
刚去的时候租个单间，财务也没那么紧张，努力拼搏2年就好了。至此为止，思路似乎稍微清晰了一些，可以做个总结了。蓝色帽子。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根据系统的对比分析，如果去深圳打拼，那么将会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好的长远发展的可能，以及更高的报酬水平。风险和代价是，如果几年之后发展的并不是很好，那就没法承受深圳的房价和物价了，必须离开。在最初过去的时候，基本需要重新起步，和新人一起竞争，忍受较为艰苦的财务状态。面对风险和代价的备选方案是，如果在深圳学到了更高的技术水平，那么即便在深圳无法买房，可以回老家或者其他2线城市寻找机会。最初过去的2年，需要租单间来缓解财务压力，并且减少娱乐消费。现在似乎有基于理性分析的全面评估了，是否可以敲定最终结果了呢？不着急，还可以再从感觉方面去看看，所以不妨再次调出红色帽子，看看感觉如何，并进行前后对比。感觉很清晰，虽然有点压力，但是可以接受啊，人就应该换个活法。这一次，红色帽子的感觉就比之前更加积极了。如果他对这一结果还不放心，想要再谨慎保守一点，可以再次调出黑色帽子，看看是否还有问题。我反对，我认为这样很危险。那么在黑色帽子下，还有什么新的观点和论据补充吗？经过再三思考，发现并没有，仅仅是平白无故的紧张而已。那么就可以最终敲定结论，并拟定行动方案了。最后，蓝色帽子。反对无效。综合判断，虽然去深圳闯荡压力较大，但是总体可以控制，也有退路。同时，未来前景较好，更符合我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现在开始进入具体找工作的阶段，工作确认以后就和目前的公司辞职。本次会议圆满结束，解散。在上面的案例中，除了开头和结尾由蓝色帽子掌控以外，其他颜色的帽子出场的顺序并不固定。你可以看到，上面不同颜色帽子的对话显得有点混乱，充满了各种纠结。这代表了我们思维的真实状态。没错，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的混乱。思维不会一开始就呈现出完美的样子，但经过思维工具的强制引导，思维会在动态变化中越变越清晰。是的，原本不清晰的思维会被思维工具引导变得越来越清晰。你只需要遵守一些6顶思考帽这个思维工具的使用原则。第一，凡重大决策，每种帽子都需上场，不要有遗漏。第二，每当场面变得混乱的时候，蓝色帽子代表的全局掌控就可以出场了。第三，每当思维进行不下去，缺乏论据和材料的时候，白色帽子就该出场了。第四，红色帽子可以经常出场，注意对比它的前后变化来判断事情发展的是否顺利。更多个性化使用技巧有待你的实践与摸索。各位听友，如果您学会了6顶帽子思考法，也欢迎您举出具体的实例，并在实践当中运用，在评论区和我们共同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换位思维的练习既是练脑也是练心。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换位思维正成为深度思维能力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分支。它反映了思维视角积累的多样性和选择的灵活性。对于这种思维方法，我们大部分人的起点很低，毕竟学校不教，就连社会培训都很少，也没有太好的参考资料可用。这种方法本身看起来也很玄乎，但换位思维的技巧依然有迹可循。
通过建立共同认知，切换视角，我们依然可以努力锻炼自己的换位思维能力。在此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不断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强迫自己成为一定程度上具有无我境界的大师。因此，换位思维的练习既是练脑也是练心。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换位思维还能延伸出6顶思考帽以及更多的思维技巧。换位思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技术体系，但由于我需要在区区10几万字中介绍高达9种重要的思维方法，所以每一章的篇幅都不得不压缩。因此，本章对于换位思维的介绍仅限于一些基本的原理。换位思维与生态思维相关的部分还被分散到了生态思维的章节中，希望读者阅读时能将这些分散的部分联系起来，并结合生活实践进行思考。在下一章，我们将进入到可视化思维的学习当中。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开始，我们将进入到第3章可视化思维的学习当中。看得见的思维才是好思维。由于大脑有内存小的弱点，我们需要图像的辅助才能收到深度思维的效果。图像让我们的思维变得可视化，思考更加直观、宏观与快速，犹如低配电脑新加了一根内存条。第1节，不可不知的大脑原理。损害思考效率，大脑的最大弱点在哪里？对各种思维方法研究的久了，我常常心生感叹，人类的大脑真是太奇特了。大脑是一个极端复杂而奇妙的东西，很多人、科学家、诗人等都赞美过它的美妙。可是我的感叹并不是赞美，而是悲叹，是可惜。人的大脑虽然精妙，但却有一个地方设计得太不合理了，有巨大的缺陷。让我们以计算机来做个类比。虽然最近几十年的医学和脑科学发现人脑和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有较大差别，但是在一些基础的功能模块上依然有很强的参照性。我们都知道，计算机的性能好不好受到几个核心组件的影响， CPU、内存、显卡、硬盘等。那么请看看下面这台计算机的配置情况，你觉得它的性能好吗？某计算机配置 CPU 是 i7， 内存 8K， 硬盘 1T。 如果你对计算机的硬件较为熟悉，则会立刻反应过来，这种配置方法是非常奇特的，总体性能很差，不可能有正常人按照这种方式去配置计算机。如果你对计算机硬件不熟悉，不知道上面的信息表示的是什么也没关系，可以略作解释。CPU、硬盘等组件都是最近1-2年的高端机配置，而内存则是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刚研发出来时的水平。在上述的配置中，尽管 CPU 和硬盘的性能都很好，但是内存作为计算机的核心组件之一，其性能的低下将会拖累其他优质组件，让它们的效能无法体现出来。我们认为上述配置方法是非常不合理的。很不幸的，如果把人的大脑类比成一台计算机，那么它的配置差不多就是上面案例中的情况。大脑的反应速度、记忆能力都还不错，但是内存却非常低下。内存低的一个表现是人类的短期记忆能力，我们都知道它有多么糟糕。一个普通的11位数的手机号，很多人都无法迅速记下来，要重复多次才行。对于稍微复杂一些的信息，只能暂时储存4个左右的信息单位。用短期记忆来定义人脑的内存尚不精确，更精确的定义是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指的是大脑在思考的过程中暂时性储存部分信息的能力。比如你计算一道较为复杂的数学题，
不可能一次性心算完，需要打草稿，在草稿纸上记录一些中间数据。这张草稿纸的大小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内存和工作记忆宽度。如果题目比较复杂，一张草稿纸已经写满了草稿，但是题目才算了一半，那会发生什么呢？很悲剧，你就无法计算下去了，除非再去拿一张额外的草稿纸。但是大脑并不是草稿纸，你要多少有多少。最常见的情况是大脑就是被卡住了，这件事儿做不下去了。你可以想象那种悲哀的心情。这道题我真的会做，但是我没有草稿纸了。人类的大脑就时常面临这样的窘境。由于人的工作记忆空间非常狭小，很多复杂事物都无法处理。比如某道数学题，已知条件 A、B、C 要求结论 G， 其推理的路径为 A 推论出 D，B 推论出 E，C 推论出 F， 然后 D、E、F 三个条件推论出 G。 当你从 A 推导出 D， 从 B 推导出 E 的时候，你必须暂时把 D、E 两个中间条件记下来，然后再去用 C 推导出 F， 这样才能使用 D、E、F 三个条件推导出最终结论 G。 如果你没有暂时记住 D 和 E， 那么后续的计算就无法进行了。这就是工作记忆对我们的限制。工作记忆较强的人能够暂时记住 D、E 以待未来的使用，而工作记忆较弱的人则记不住 D、E， 并导致最终无法做出这道题。2分钟之前我已经从条件 A 推导出结论 D 了，现在又从 B 推导出了 E， 又多了一个中间结论。那么 D、E 和 C 是什么关系呢？思考了3分钟之后，原来 C 可以推论出 F， 现在又怎样呢？等下 D 是什么东西呢？ E 又是哪儿来的呢？怎么感觉思路乱七八糟的，烦死了，从头开始重新算一次吧。工作记忆能力较弱的人会遗忘之前的临时信息，无法顺利解决这个问题。上面的题相对简单，只有 D、E、F 三个临时信息需要储存。更复杂的问题和任务往往有更多的信息需要存储。根据目前的心理学研究，一般人的工作记忆上限是3-4个信息单位，即你顶多暂时存储3-4个信息单位，再多就记不住了。可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常常非常复杂，远远超过3-4个信息单位。公司老总要做一个商业决策，需要同时考虑现金流、库存数量、商品质量、人员成本、能力匹配、时间成本、发展前景等多个要素。高中生做一道略有难度的数学题，往往有6到8个条件，压轴题可能会更多。毕业生决定找个什么样的工作，也要同时考虑薪资、工作地点、加班强度、福利保障、行业发展空间、内部成长空间、文化氛围、能力匹配、喜好等多个问题。总之，我们日常需要处理的问题，其复杂程度经常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记忆能力范围。该怎么办呢？电脑内存不够了，我们可以把电脑拆开，然后加个内存条。大脑的内存不够用，我们没法把大脑打开，但我们可以加一个外部缓存，可视化思维方法。什么是可视化思维呢？可视化思维是指将各种信息，包括任务的原始信息、你推演出的临时信息、你大脑中已有的信息，以看得见的形式集中存储在某个平面上，一张纸、黑板、电脑屏幕等。储存的信息往往是文字和图形的混合体。当大脑的硬件不足以支撑复杂的思考时，我们要用软件、思维方法来补充。既然内部的工作记忆不够用，那就用外部的补充来替代。可视化思维方法能给我们带来2个基本的好处。第一个好处，自然是更大、更稳定的外部缓存。大脑自带的内存只能储存3-4个单位的信息，而你在草稿纸储存的信息则可以大幅扩展，10个8个不在话下，还可以更多。同时，外部储存的信息也更加稳定。大脑内部的临时记忆不仅时有遗忘，而且容易发生错误记忆。
比如把 A 大于 B 记成 A 小于 B， 然后让随后的推理过程全部错乱。而纸上写下的数字和图形则既不会遗忘，也不会发生错误。第二个好处是，可视化思维能带给我们更全面、更宏观的视角。假设有一个很宏观的问题，需要从 A、B、C、D、E、F、G、H 这8个条件推论出结论 I。这8个条件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工作记忆的极限了。你还没有理解条件 E， 前面的条件 A、B、C、D 就已经忘记了，理论上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但将8个条件以及它们与 I 的关系用一张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你一眼看过去，所有条件与内在关系同时进入你的视野，就会有一种更宏观、更全面的感觉，也更容易完成任务了。可视化思维工具的数量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开拓自己的可视化思维工具，只要符合人脑的思维规律，能够提供外部缓存，促进更全面的思考就可以。不过，也有一些典型的、被公认的比较好用的可视化思维工具可以直接推荐给大家。在本章后续几节中，我们将了解到这些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2节，矩阵分析法，可视化思维的典型多维度分析的利器。世界上有很多的可视化思维工具，其中有一部分非常好用，传播广泛。你是否见过、听说过下面这些可视化思维工具呢？精彩的矩阵分析工具，艾森豪威尔矩阵。手头有众多任务，应该先做哪些，后做哪些？一般人没有什么规划，随机选择，或者哪项任务已经到了火烧眉毛了，就赶紧处理哪项。美国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创造了一个时间管理理念，他认为事情应该按照是否紧急、是否重要2个维度分为4大类：重要且紧急的、重要不紧急的、紧急不重要的、不紧急不重要的。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当然需要优先去做，但艾森豪威尔认为，重要事情一般不紧急，紧急的事情一般不重要，所以大部分时间应该做那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不做那些既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并尽量减少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或交由他人去做。把你手头上的所有任务放入这4个象限中，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了。第2个，安索夫矩阵。安索夫矩阵是应用最广泛的战略分析工具之一，它由策略管理之父安索夫提出。安索夫认为，企业发展时要考虑以下2个维度的因素：你要生产什么产品，以及你要进入什么市场，由此分化出4种发展战略。使用单一产品进入单一市场，称为市场渗透；使用单一产品进入多个市场，称为市场开发；使用多个产品服务一个市场，称为产品延伸；使用多个产品服务多个市场，称为多元经营。安索夫指出，企业发展的合理战略规划应该是按如下顺序依次进行：考虑是否能以一个强有力的产品进入和巩固一个市场，这就是市场渗透战略；考虑是否能为现有产品开发一些新市场，这就是市场开发战略；考虑是否能为现有市场开发有利的新产品，这就是产品延伸战略；考虑是否能开发新产品进入新的市场，这就是多元经营战略。其中，多元经营由于企业的既有专业知识能力可能派不上用场，所以是一个最危险的战略。而一个企业常犯的最大错误，
莫过于不经历市场开发、产品延伸等环节，甚至没做好市场渗透，直接就进入多元化。比如顶级营销大师史玉柱的巨人集团，曾经以计算机产品汉卡红遍中国。然而巨人集团跳过产品延伸阶段，贸然进入多元经营，开辟了生物医药、房地产2个新的行业，结果轰然倒下。当然，安索夫矩阵不仅可以用于企业发展战略分析，也可以用于个人发展路径规划。具体内容由于篇幅限制无法展开，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人生策略师中回复100种思维方法获取完整的讲解。除去艾森豪威尔矩阵和安索夫矩阵，还有波士顿矩阵、SWOT 矩阵等多种思维工具。这里的重点并不是介绍这些思维方法本身，而是提出一个问题：这些思维分析工具有怎样的共同点呢？通过对奥森豪威尔矩阵和安索夫矩阵的大致观察，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继续搜索波士顿矩阵、SWOT 矩阵等更多的内容。你很容易看出来，它们都有一个外观上的典型特征，它们看上去都是某种矩阵或者坐标系的样子。为什么很多思维工具看上去像是某种矩阵或者表格呢？安索夫矩阵、波士顿矩阵和艾森豪威尔矩阵都是2×2的矩阵或表格。丰田公司曾经推出一款艾森豪威尔矩阵的扩展版，从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扩散不扩散3个维度来考量事情的排序。如此多的分析工具都使用了矩阵的形态，那么矩阵形态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优点呢？它的奥义是什么呢？矩阵的奥义有2点，一是它扩展了思考的维度，从1维变成2维了，因此思维的角度更多，内容更丰富。二是它作为一种可视化工具，将信息在脑海中固定下来了，不会遗忘错乱。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条不紊地依次思考众多内容了。当我们明白了可视化思维与矩阵类思维的原理，就可以自行创造很多的矩阵类思维工具了。这些工具简单易用，可让你瞬间变身深度思维的高手。策略师时间矩阵。让我们再次回到之前提到过的艾森豪威尔矩阵。该矩阵所蕴含的紧急重要原则虽然有意义，但在这个信息爆炸、杂乱的信息流不断冲击我们的时代，很多人发现艾森豪威尔矩阵没那么好用了。这里有2个原因。第一，事情是否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是模糊的。第二，在杂乱的信息流带来的碎片化生活节奏下，拖延症成为我们执行艾森豪威尔矩阵的障碍。即便我们知道什么事情重要，依然常常会拖着不去做。这不仅是2个理论问题，也是我在应用艾森豪威尔矩阵进行时间管理时面临的2个实践问题。为了解决这2个问题，我开发了自己的时间管理矩阵。如同天文学家为自己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一样，我以自己的称号来命名自己开发的这个时间管理矩阵。由于我自号策略师，不妨就叫它策略师时间矩阵吧。我会把这个矩阵的图片放在评论区，大家可以关注。与艾森豪威尔矩阵不同，策略师时间矩阵的指导思想是：越重要的事情越先做，越简单的事情越先做。把容易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添加进去，正是瞄准了拖延症这个时代新病。拖延症的成因繁杂，解决方法也很多，但其中不容忽视的有几点。第一是开始困难，很多人发现一旦开始真正做事情了，拖延自然就解决了，但是开始的第一步很难迈过去。第二是畏难，一想到有很难很麻烦的任务在等着我们，拖延现象自然就出现了。正如沃尔夫在专注力中提到的，拖延的一个原因是错误的选项在当下显得很有吸引力，比正确的选项更有吸引力。一想到下1分钟需要做的任务非常困难，它就更有可能把你推向拖延。因此，容易的事情先做，
这个原则应当成为被拖延症困扰的人的重要时间管理原则。有2个经过大量实践被证明有广泛效果的方法，可以看作是这个原则的应用。一个是戴维·艾伦在他著名的《搞定无压工作的艺术》中提到的2分钟原则。如果一件事情可以在2分钟内做完，那就立刻去做，而不要搁置起来。一旦搁置起来，会让你堆积的事情越来越多，并因此更容易形成拖延。另一个是5分钟原则。当你感到很难开始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对自己说，我只做5分钟就好了。一个很容易的工作，在这样的暗示下，你就比较容易着手去做了。当然，容易这个原则还可以细分，我们用2个维度来衡量容易：耗时度、技术难度。耗时越短的事情越容易，技术难度越低的事情越容易。接着思考，如何评价是否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所有事情都挺重要，这种模糊的感觉并不能帮助我们去安排时间。我们需要更精细的评价方式。我将重要度分为3个方面：损益程度、影响广度、扩散度。损益程度代表这件事情做了有多大好处，影响广度代表这件事情能够影响多少人和事物，扩散度代表这件事情后续会造成多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带效应。扩散度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原艾森豪威尔矩阵的紧急度。显然，紧急的事情没做，后续就可能产生负面的连带效应。总结一下，我们可以按重要容易原则来进行日常事务的时间安排。如果对于重要和容易2个维度感到模糊，无法定夺，则辅以损益程度、影响广度、扩散度来衡量重要度，辅以耗时度、技术难度来衡量容易度。在特别精细的情况下，甚至还可以用打分制，对每个细分指标进行打分，然后汇总来进行量化评价和定夺。各位听友，如果你有拖延症的话，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吧。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3节，工作仪表盘，最复杂的任务也能梳理清楚。我们日常面临的工作和任务多而复杂，一团杂乱，效率低下已然成为了常态。很多年以前，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哪些人面临的工作是最多最复杂的？他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在常年观察和思考中，我发现仪表盘是一种解决复杂问题的利器。比如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会用到各种商业仪表盘，金融投资者会用到复杂的操盘版面，类似于仪表盘，而汽车、飞机、火车等的驾驶舱里也有相应的仪表盘。一般企业职工的工作相对简单，不需要用到仪表盘，而高管就会用到。普通行业的简单工作不需要用到仪表盘，而金融投资这种复杂的工作就会用到，而且版面极为复杂。交通工具中，自行车这样的简单工具不需要用到仪表盘，而相对复杂的汽车就会用到，特别复杂的火车、飞机更是有大范围的应用。显然，仪表盘是为解决复杂问题而设计制造的。虽然生活中我们都见过各类仪表盘，不过能够应用它们的还是少数人。但在这个焦躁的时代，很多普通人的工作也变得无比复杂忙乱了。为什么我们不试着用一下仪表盘这个工具呢？一个疑问是，该如何使用呢？那些做项目策划或者后勤工作的人，既不操盘投资，也不驾驶汽车，又如何用得上仪表盘呢？显然，我们需要对一般的仪表盘进行改装，
让它从驾驶员和操盘手的专项工具变成每个人都能用的工作仪表盘。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仪表盘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复杂的问题。以开车为例，司机在开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很多事情，要注意路面情况、前方与两侧的行人，后面是否有超车，前面是否是红灯等。这些外部的情况已经很复杂了，但是司机还需要进一步注意汽车本身的状态。车速是多少，还剩多少油，水温有没有过高，电瓶里还有没有电，刚才进隧道开的车灯后来关了没有，制动系统是否正常，排气温度是否过高。总之，司机需要注意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问一名司机，白天开车出了隧道以后要不要关灯，排气温度过高了该怎么办，一名合格的司机当然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当司机忙着去观察路边的行人和对面驶来的汽车时，他根本就不会想起来要问自己这些问题：我的汽车排气温度是否过高？制动系统是否正常？车灯是开的还是关的？我现在是否超速了？这就像我们大脑中存了大量的资料一样，它们都在硬盘里老实待着，并没有被计算机加工，没有进入内存。这些关于汽车安全的知识也都在司机的大脑里待着，但并没有进入工作记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重要的信息都汇集到汽车仪表盘上，这样司机就不用时时刻刻问自己一大堆不同的问题了。他只需要养成一个习惯，没事儿就瞟下仪表盘，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由于所有重要信息都汇集到仪表盘上了，所以不论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仪表盘而得知信息。现在我们清楚仪表盘的运作原理了，尽管有很多事项我们知道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依然无法时时刻刻留意所有重要的事项。我们的大脑总是会忽略和遗漏几个要点。为了让这些重要事项能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工作记忆里，我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提醒，这就是仪表盘的运作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制作自己的工作仪表盘。它不仅局限于照搬汽车仪表盘的形式，只要符合上述的原理和运作模式，它就是一个大有裨益的工作仪表盘。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制作自己的工作仪表盘。我曾制作过多种工作仪表盘，这里介绍的是我最近在使用的一种。这种工作仪表盘的特点是清晰、简单、易用，能够帮助我处理日常工作。当然，这绝不是工作仪表盘的标准或者唯一形式，毕竟我自己就制作了好几种形式嘛。你的日常应用也不必局限于此，但这个仪表盘可以作为你在自制仪表盘之前的参考，也可以为你理解这款工具提供案例讲解。我会把这一张图片放在评论区供大家参考。那这个就是常用的某个简略仪表盘，它是我在一处临时书房里布置的，比较简单，但具备了基本功能的它依然很好用。这是我书桌面前的一面墙，我用红线将这面墙划分为6个部分，从而构成了一个简明的仪表盘。从左上到右下依次标记为1到6号区域，每个区域根据其不同的作用设定而贴了各种便签纸。1号区域呢为写书工作区，没错，就是这本书。任何时候我想到了跟本书写作有关的某个想法，我都立刻把这个想法写在便签纸上，然后贴在1号区域。如果我不写下来，或者决定过一段时间再写下来，实际上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后它就溜走了，我损失了一个宝贵的灵感。如果我中断手头上的工作，去翻找出某个固定的笔记本或者软件，光是寻找工具的过程就要1-2分钟了，这会打断我当前工作的节奏。而写一个简单的便签纸并贴在墙上，则只需要几十秒钟，然后就可以顺利切换回之前的工作，保持节奏连贯。2号区
2号区域是我正在进行的思维方法与学习策略研究的各项内容。这个区域的主要作用是对我进行宏观提醒。当我面对某个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时，我需要宏观地考虑一下我的某项研究是否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也许我是有办法解决该问题的，但是这个解决方案暂时没有出现在我的工作记忆中。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从2号区域得到提示。3号区域，3号区域呢比较特殊，有一张图一张表。图为新版三国电视剧中司马懿的图像，表则是死亡日历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关于司马懿图像的意义，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中详细解释。它是我人生故事中的重要一笔。死亡日历则用于提醒自己生命的宝贵，将一生中的所有时间都画成一张表。表有2部分，上部分表示年，下半部分表示月和日。涂黑的部分表示已经过去的时间，空白的格子代表剩余的生命。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用铅笔涂黑一个格子，亲手抹掉自己生命的一小块，然后意识到自己离死亡又近了一天。在每日删除自己生命的过程中，你时常会感到生命的短暂和宝贵。那些虚度的时光，浪费过的生命都成为沉重的回忆。你会忍不住产生一种感觉，一定要让生命活出某种意义，否则人生将成为无意义的机械的过程，一格一格地推进到生命的终点。你望着不断变黑的生命进度条，那种巨大的虚无和恐慌会强烈地推动着你对生命进行回顾和反思。你会感到所有拼搏奋斗的艰辛，吃喝玩乐的欢愉都显得无比苍白，都远远比不上虚度生命的痛苦。我必须做点什么，必须活得有意义，因为每一天我都在死亡。关于死亡计时表具体的制作和应用方法，以及与这种工具对应的一种人生观，可以在公众号人生策略师中回复关键字死亡日历查看。4号区域为知识杂货区。当我上网看书或工作的时候，偶然看到别人介绍了一本书，一个新的概念或者小知识，我对这个新的知识感到有兴趣。但如果我立刻中断手头的工作，去查阅这个新概念，或者去网上买这本书，那么我的工作节奏会被打断，效率会降低。所以我选择将这些知识杂货迅速写在便签纸上，并贴到相应的区域，然后再回到手头上的工作。等到空闲的时候，我会统一订购相应的书籍，并查阅资料。5号区域是杂事区。我正在工作，突然想到中午之前应该给某个人回封邮件，并且在同一时间，我觉得桌面有点乱，缺乏一个放资料的文件架，觉得该上淘宝去买一个。但如同知识杂货一样，如果我立刻就去做这些事情，我的工作思路就被打断了。所以我将它们写在便签纸上，然后等空闲的时候去集中处理，提高效率。6号区域是思维提示区。我的一个日常工作是写文章，而我写文章时有一个弱点，我习惯于把文章写成说明文、论文一样，缺乏生动性。所以我在6号区域贴上一个提示条，故事加逻辑。这个便签可以提醒我写文章时要注意生动性。再比如，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低效的思维习惯，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这句话作为一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低效的。更高效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定向尝试的，不是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而是这件事情这样办行不行，那样办行不行。所以，为了提醒自己改正低效的思维方式，我也贴了一个便签在6号区域。总之，6号区域贴满了各种我常常需要用到的思维和技能提示便签。我在工作中不时看看6号区域，能够得到及时的提示。各位听友，如果您觉得有用，也可以为自己划分一个工作仪表盘。那在下一节当中，我们将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工作仪表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我们继续聊一聊《深度思维》这本书会怎样帮助到大家。对于这些深度思维的方法，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划分它们：思维的技术与思维的格局。本书上篇名为《技术大师》，是思维逻辑链、换位思维、可视化思维、流程思维4种思维方法，我称之为技术类思维方法。这些思维的技术主要用于处理日常工作的具体事务，就像一个个小工具，又像是一把把武器，能让你披荆斩棘，对生活工作中的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本书下篇名为思维的格局，有生态思维、系统思维、大势思维、兵法思维、慢即是快5种思维方法，我称之为格局类思维方法。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格局比能力更重要。那么，怎样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做出那些大格局的、效果超越普通努力的、充满智慧的选择呢？这就是格局类思维方法的用处。它能让你站在更高、更广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以更深刻、更巧妙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并且心态更加大气平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流程思维是从宏观角度解决问题这一角度衍生出来的，但流程思维这一章，我选择将其放在上篇的技术类思维方法中，而非格局类。这是因为流程思维的具体应用依然属于解决日常工作问题的范畴，它大概可以叫做宏观中的微观方法，或者微观中的宏观方法，也可以说是从宏观角度出发解决微观问题。在具体的章节中，你将看到这些深度思维方法具有极高的价值，给人带来从解决问题到掌控格局的全方位提高，赢得跨越式的发展。中国的古人强调，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如果你不曾实践某个道理，那么你对别人讲述它就是无力的。本书所讲的思维方法都是我亲自实践过，并给了我切实帮助的。由此缘起，本书自然而然地带有了另外一层特性，也是我的个人的特点。它特别适合那些没有背景、缺乏资源、天赋平平，在迷茫时代挣扎的普通人。作为普通人的一员，我深知从草根中爬起来是多么困难，处处都是因为缺乏资源而无法迈过的门槛，常常面临根本无法进场参与游戏的困局。当资源、背景和天赋都不足的时候，能够帮助你人生破局的只有深度思维的能力。在研究思维方法、思考人生策略时，我也特别关注那些普通人因为深度思维的能力而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案例。比如我认识的一名金融投资者，他在股票市场里拼搏多年下来斩获颇丰，早早实现了财务自由。当他和我交流自己的投资心得时，说自己做的事情无非是对着市场上的公开信息进行深度思考而已。例如国家某个政策发布后，他会由此进行深度推演，预算这个政策未来将带来怎样的短中长期变化，并一步步演算清楚。这正是思维逻辑链的投资实践版本。这名投资者只有一个账户，但深度思维的能力将他和那些追涨杀跌、打探内幕消息的散户区别开来，过上了财务自由、身心自由的生活。一名历史老师为如何让学生们学好世界历史的相关知识而困惑。
世界历史知识涉及众多国家、事件和逻辑，学生们常常搅成一团，相互混淆，容易遗忘。这是他教学10几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参加完我的可视化思维培训课程后，他制作了一幅宏大的世界历史脉络图，对照图片进行讲课，孩子们的成绩突飞猛进，如同突然开了窍一样。困扰历史老师多年的教学问题解决了。生态思维与大势思维也常常得到经典的应用，给人带来巨大的回报。例如，基于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是必然趋势，对应的养老产业中也蕴藏着大量机会。尽管道理讲起来简单，但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却似乎与普通人没什么交集。因为养老产业的几大门类准入门槛都不低，养老院建设、养老医药和医疗器械、养老地产等，哪一个行业又是普通人能够随便切入的呢？都是大资金、大企业的游戏。但是生态思维告诉我们，不一定要和这些大资金、大玩家成为竞争者，你可以思考如何与他们共生。当大企业花费大资金去建设养老院、养老地产的时候，你可以切入一些小的辅助性的门类，比如养老护工中介、养老地产配套设施生产等。从这个角度切入，便抓住了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产业的机会。这样的案例在本书中不少，而在这些精彩的案例背后，我看到的是深度思维的能力对普通人的重大意义。深度思维一书无法概括深度思维的全部，实际上任何人都无法穷尽所有的思维方法。有很多思维方法并没有被纳入到本书中来。一方面，按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的原则，那些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我并没有亲自实践过的思维方法，我都没有采用。本书中选择的是那些我在实践中发现并能够对普通人的人生产生巨大积极作用的思维方法。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思维方法由于早已广为人知而没有再赘述的必要，比如结构化思维是一种经典的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思维方法，但对它的论述已有很多书。再比如批判性思维也对我们有着重大的意义，但你可以在已有的有关经典批判性思维的书籍中学到很多。所以尽管它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但本书也不再介绍。总的来说，深度思维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思维方式，思维的技术与格局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的能力。我也坚定地认为，在这个高压、高竞争的时代，处处充斥着阶层固化的焦虑，而深度思维将成为这个时代个人崛起的最可靠的武器。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地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继续跟大家分享可视化思维当中工作仪表盘的意义。我们之前已经从工作记忆原理的角度了解了仪表盘的一般作用，那么对于我制作的那个特定的工作仪表盘的版面又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它看起来非常简单，似乎只是一面墙上贴满了不同的便签纸条。简单来说，这个版面的工作仪表盘能够管理碎片灵感，提高工作效率，并提高工作时的思维水平。碎片灵感既是我们临时迸发出的各种有价值的想法，我把它们放在1号区域，偶尔也放在5号区域。这种做法自然是有价值的，
因为这些宝贵的灵感产生于我们的工作记忆中，很快会消失掉，需要我们尽快保留下来。不过问题在于，为什么不专门找个本子或者记事软件记录呢？答案与工作记忆有关。假设我们在做一个策划，突然想到了某个优秀的推广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在当前的项目中不能使用，而是有可能在未来的其他项目中使用。此时，你还在继续构思当前的项目，并且积累了很多灵感和想法。这些想法存储在你的工作记忆里，如果你继续加工它们，或许能够很快产生某些结果。如果你中断工作，大概2-3分钟以后，这些工作记忆就消失了，因为工作记忆存留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当你决定把那个与当前工作不相关的方案写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快，尽快完成，然后尽快回到之前的工作中去，以保证那些信息在大脑里还有印象。否则，你就需要重新温习那些材料，重新调动信息到大脑的内存里，这就降低了效率。显然，随手写一张便签纸是最快的，比你去找某个笔记本或打开某个软件更快。你所有的想法，不论是1号区域的工作灵感，还是4号、5号区域的杂事儿，都只用一本便签纸就能处理了。而如果使用软件或笔记本，就需要分门别类很多个，管理这堆软件和笔记本就形成了额外的负担，占据了你的工作记忆空间。你需要思考，这件事情该使用哪个软件，软件在哪个硬盘里，该打什么标签。这些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占据了你的工作记忆，并把之前工作的信息挤出去了。所以，用工作仪表盘搭配便签纸的方式，能够最快、最简洁地存留你的灵感，并且不影响工作效率。除去上面描述的机制以外，工作仪表盘还能继续以其他机制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蔡格尼克效应。蔡格尼克效应是指我们的大脑对于未完成的事情有更深刻的印象，会自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未完成。这个心理效应原本是好的，大脑有自动提醒功能，难道不好吗？可是，在日常工作当中，这个效应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麻烦。你从9点钟开始工作，假设工作是规划一次活动的流程。9点10分，你突然想到昨天家里停水了，今天应当在网上交水费了，否则今天回家就没法洗澡了。9点15分，你又闪出一个念头，该买双新运动鞋了，上周打球的时候运动鞋破了。9点27分，你突然想起来今天要给某个客户发一份报告。9点40分，你想起某位同事曾经做过类似的活动，你在做完自己的活动规划以后，可以找他交换一下意见。这就是大脑中的想法，看起来有点乱，但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常态，实际情况只会更严重。相信我，40分钟产生4个额外的想法已经算很少了。仅仅40分钟过后，我们大脑中就积累了4件未完成的事儿，这时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对于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大脑会自动提醒你它们还未完成。这次活动邀请哪几个大咖呢？至少要4个人才能撑得起场面。昨天没洗澡，今天一定得交水费了。等一下，水费的事情等下再说。先想想邀请哪几个嘉宾。可以邀请李大哥，他是精力管理专家。对了，我也经常运动，运动鞋还没买呢，不买的话这周没法打球了。等一下，先把嘉宾的问题解决。刚才想到哪儿了？怎么想问题效率这么低呀？对，李大哥找嘉宾还差3个人。刘专家也可以，GTD 领域的牛人，让他讲讲如何提升工作效率，大家都能用上。对了，上次的客户报告还没发呢，要不要现在发呀？那个报告，不行，怎么又开小差了？先把嘉宾问题思考完，再去管报告。好烦呐，我怎么这么不专心啊？怎么集中注意力这么难呢？说到注意力，我刚才想到哪儿了？在这样的思考状态下，你的工作效率多么低是可想而知的。
关键在于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怎样强制自己更加专心都是没用的，因为你的主观意愿比不过大脑的本能，蔡格尼克效应。大脑就是会强制性地想起这些未完成的事儿，让这些信息强行进入你的工作记忆当中，并打断你正在进行的事儿。那么，如何破解这个可恶的蔡格尼克效应呢？难道一定要放下手头的事情，去把未完成的任务完成掉吗？可那样不也会打乱工作节奏，降低工作效率吗？幸好，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还有其他方式能够破解蔡格尼克效应。制定一个计划。当你制定计划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的蔡格尼克效应就消失了，即大脑不会再疯狂地提醒你这件事情未完成，不会再用这件事儿去打断你正在做的工作了。你的大脑终于安静了，你终于可以专心工作了。所以，你在便签纸上写上：中午吃饭之前给客户发报告，吃饭之后上网交水费，并到网上买运动鞋，下午下班之前找同事做活动参考。然后你把便签纸贴在5号区域，这样你只做了一个未完成事项的计划，并贴在了非常显眼的地方，于是你可以再去安心地做活动规划了，大脑不会再分神了。6号区域贴满了各种思维方式的提示，它们能够提高你工作时的思维水平，由此带来工作质量的提升。比如之前提到，我在6号区域里贴了一个便签条：故事加逻辑。我知道写文章不能太干瘪、太理论化，说明书一样的东西谁会愿意读呢？如果你问我，文章是只讲理论不讲故事案例好，还是理论与故事结合起来好，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理论与故事结合起来更好。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知识点，为什么还要把它贴出来呢？答案依然在于工作记忆，依然是将大脑与电脑做类比。写文章要理论与案例相结合，这个知识点是存储于硬盘当中的。CPU 与内存在此刻并没有处理加工这条信息。我虽然知道这一点，但尚未形成本能。我在写文章的时候，这个知识点也不会自然地进入我的工作记忆，所以我需要一张便签来提醒我，让大脑在我写文章的时候恰好记起来这个知识点，并提醒自己。这太难了。在我写文章的时候，顺便瞟一眼6号区域，然后看见这个便签纸，并想起来要加一些故事案例，这就简单得多了，并且早就养成习惯了。那些你经常使用到的思维技能、工作原则，你都可以放在6号区域。一个初入文职的文案还不熟悉如何给营销软文取标题，你可以把取标题的几个重要原则放在6号区域。新上任的产品设计师对产品的交互流程尚不熟悉，而这又影响到诸多功能的设计，你可以把交互流程贴在6号区域。一名职场老手决定新练习一种思维技能，比如说结构化思维，他可以把结构化思维的要点和图示贴在6号区域。这些新的技能由于你不熟悉，尚无法在关键时刻自动进入大脑内存当中，那就把它们放在外部缓存上吧。上述工作仪表盘重要的不是套用其固定的版式，而是理解其运作的原理。我将盘面划分为6个方形，你可以是4个、5个或者8个方形，也可以做成圆环形或者其他形状。只要符合可视化思维的原理，工作仪表盘就能帮助你提高工作效率。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以可视化思维的高效对抗庞杂的信息流。
信息庞杂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会变得混乱、肤浅，难以驾驭手头的工作，不仅做事情的效率变低，而且容易引发拖延问题和烦躁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可视化思维工具来调整庞杂信息流下的思维状态，拒绝肤浅思考，追求深度思维。总的来说，可视化思维的核心在于其原理，而不是形态。只要懂得原理，就能自行开发工具。我创造了各类矩阵，如策略师时间矩阵等，以及工作仪表盘、学科仪表盘、核检表等多种可视化工具。也有人在上过我的可视化思维课程后，自行研发了一些很好用的个性化可视思维工具。此外，第6章系统思维所对应的系统动力图，也是很重要的可视化思维工具。熟练掌握这些工具，能够极大地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你创作新的可视化工具也会更加得心应手。下一章我们将会进入到流程思维的学习当中。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开始，我们进入第4章的学习，流程思维。真实世界的高手是怎样炼成的？伟大的成就不是因为有某种秘籍，而是来源于对流程的掌控和优化。你需要识别流程的结构、类型，并学会全流程优化的方法，这才是在真实世界里成长为高手的方法。第1节，密集型思维的谬误。对优秀，你是否存在误解？当代中国人的文化里，有一个对于优秀和成功的认知谬误，我称之为密集型认知。如何变得优秀？如何能够成功？如何能够取得比普通人好10倍的成就？你需要且主要依靠某种秘籍。我这一代长大的人深受金庸和各类武侠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深入骨髓，不经意间就塑造了部分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金庸的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掉进山洞、悬崖、湖底等地方，偶然捡到一本秘籍，学会以后突然就轻松变成王者，大杀四方。比如小说《天龙八部》中，男主角段誉被人追杀时慌不择路，一不小心掉进一个湖底山洞里，捡到了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的秘籍，还顺带吃了2个奇毒无比的小动物，此后便百毒不侵了。于是就从不懂武功变成了天下1等1的高手。比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莫名其妙遇到吸毒欧阳锋，传授他武功秘籍，功力猛长一截，又莫名其妙遇到一只神雕，传授他武功秘籍，功力又长了一截，最终长啊长的就成为武林传奇人物了。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大家自行脑补。总之就是要想成为超级牛人，你得有某种秘籍。后来我又发现，其实这种密集型的思维不是我这一代人的特性，而是一种跨时代的通性。新生代的90后、00后也一样，不过在他们眼里，可能不是金庸的武侠，而是修仙、玄幻、穿越等。比如得到一本修仙秘籍，然后轻松打遍3界，超脱5行。甚至外国人也流行这些东西。比如好莱坞本土的英雄电影，诸如蜘蛛侠、绿巨人等，也是类似的密集型套路。无非我们的秘籍是一本书，他们的秘籍是蜘蛛和辐射变异。有这些现象，可以提出2个问题。第一，这种密集型思维究竟是仅仅停留在文化娱乐上，还是作为一种隐形的价值观，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了呢？如果仅仅是娱乐幻想，倒也无所谓，但如果连严肃的工作、生活和人生成长都受此影响，那就需要严肃对待了。第二，密集型思维的危险在哪里呢？如果说密集型思维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曲解，是一种谬误，
那什么东西才是正确的呢？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显然，这种密集型思维不仅停留在小说和电影中，也已经完全深入到我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广泛的价值观了。比如学习，很多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包括我自己，就有强烈的密集型思维。我们会想，某个同学成绩好，肯定是因为有个不为人知的秘籍，也许是一本很神奇的辅导书，又或许是找了哪个神秘老师补课。于是我们会挖空心思去探秘，想要知道这名同学究竟用了什么秘籍。甚至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成绩进步很大，我也觉得自己是受益于某个学习秘籍，而对自己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勤奋做练习等因素视而不见。密集思维占据了当年的我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绝大部分认知，而在最近几年，这种状态也没有改变。经常有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网上找到我，向我求教某种秘籍，常常是思维导图之类的东西。老师，请问思维导图究竟该怎么用于数学学习呢？我有个同学是年级前几名，他就是用思维导图学习的。老师，我的写作能力一直非常差，最近我才知道写作的真正核心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只有拥有了批判性思维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可是我该怎么掌握批判性思维呢？老师，看了你的文章，我终于知道学习的终极奥义了，原来是要做精力管理啊，这才是一切学习的根基。其实我只说精力管理很重要，但他却理解成了终极奥义。再比如工作与职场进阶，老一辈的人非常信奉一种人生秘籍——拉关系。他们认为人要想在职场里混得好，就一定要有拉关系的能力，这就是最重要的职场能力了。如果他们看见一个人开了公司，业务繁荣，年入千万，他们就教育自己的子女，你看那个人多会拉关系，结果开了公司发了大财，并且还会举出证据，那个老板和市里面的某某领导就认识，经常请领导吃饭，而该老板的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原始资本以及行业时代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因素都被他们一律忽视了。在这里，老人们的秘籍是拉关系。年轻人即便不认同这种拉关系的理念，也不要着急笑话老家伙们，因为你们的密集型思维未必就消失了，只不过换了个表现形式而已。比如前几年特别流行情商高、会说话等新生代秘籍，诸多职场大 V、人生导师纷纷强调说话有多么重要，情商高的人有多么混得开，一路吹捧到只有情商高的人才能成功，会说话的才是真正的职场高手等地步。而诸多粉丝也不明就里的为他们的观念掏钱买单。在这里，秘籍成了情商与会说话。总结一下，密集型思维的谬误似乎从未远离人群。接着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密集型思维的危险在哪里呢？密集型思维的本质是把复杂的东西过于简单化，企图用一个相对简单的秘籍去代替复杂的成功规律。我们不难看出密集型思维是错误的，可是人类的错误观念比比皆是，为什么要把密集型思维单独提出来说呢？它和其他的错误观念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还真有。密集型思维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就像诈骗一样，一看就离谱的东西很容易被识破，半真半假的东西才最具有欺骗性。有时候一些特定的方法真的是太管用了，一定时间内确实可以一招鲜吃遍天，让人短时间内感到无比兴奋。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对单一方法的依赖会让人不再成长。会拉关系有用吗？有用，真的有用。情商高、会说话也是一样，确实有用。所以当家长、前辈、导师们宣称这些秘籍万能的时候，很多人真的容易相信，因为能够举出太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些东西多么有用。一个原本只是有一定作用的东西，被
被放大成了万能的、唯一的。于是你把全部的希望都压在了一个东西上，继而放弃了对其他事物的观察和学习，最终呢，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败。这就是密集型思维的危险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密集型思维的人，就像那些把一生的希望放在彩票中奖上的人一样。尽管每周都有几个幸运儿捧回千万大奖，更多的人还是荒废了时光，走向悲惨的命运结局。甚至还可以拓展一步，如果一个东西原本只有1份用处，而你却误认为它有3份用处，其实这也是某种密集型思维，多估了它2分作用，你就多投入了2分无用的精力，多荒废了2分时间。既然密集型思维是不好的，那么作为对比，什么才是好的呢？在第2节中，我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重要理念：全流程优化。这是个基于流程思维的新理念。如果说密集思维是高估了某个方法的作用，那么全流程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被人低估了的方法。它是思维方法领域的价值洼地，是等待着被思维方法领域的巴菲特们挖掘和持有的无价之宝。全流程优化究竟有哪些作用呢？下一集继续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2节，全流程优化，在平凡中创造奇迹的方法。先简单直接地给出全流程优化的定义。一件复杂的事情往往由多个流程步骤组成，把每一个流程步骤都进行优化，做到接近最好，就叫全流程优化。从上面的定义似乎看不出什么蹊跷，因为它太普通了。不就是说做事情要尽力做好吗？这不是常识吗？这样说来，全流程优化的理念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是的，全流程优化的理念看起来很平凡，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在平凡中创造奇迹。让我们借助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看看全流程优化的威力。随着近几年互联网的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商品开始在网上销售。一种常见的销售商品的方式如下：卖家先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篇软文，软文中穿插商品信息，读者看到微信文章后点击阅读。如果在阅读过程中对商品产生了初步的兴趣，就点击一个链接进入卖家店铺，然后读者浏览店铺或者商品介绍文案，思考是否感兴趣。如果产生了购买的兴趣，就点击购买链接进入付款界面，进行金钱支付。如果你是一个深度互联网用户，我相信你对这样的商品销售模式早就见怪不怪了。不过绝大多数人只作为顾客光顾过这样的电商，却从未以卖家的身份经营过店铺。现在我请大家转换到卖家的身份当中，去思考如何才能卖出更多的商品。如何卖出更多的商品，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了。其实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都不过是在卖商品而已，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形式不同。那么你该如何卖出更多的商品呢？有人说一定要物美价廉，商品质量好才是真的好。有人讲只有优质的服务才能带来优质的商业，你为客户服务好了，客户才愿意给你介绍其他客户。有人认为软文写作才是互联网商业的关键，从硬广告过渡到软文是互联网营销的核心技术。也有人感叹，网络店铺装修很重要，甚至不比实体店铺装修次要。你看那些销售的好的电商，其页面设计、修图等都非常精美。上面所有的建议都很有道理，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只给出这些回答，你就不是最优秀的商业经营者，
而是对商业有某种密集型的误解。因为最优秀的商业一定是从全流程优化的角度出发的。以全流程优化的理念去经营上述项目，将会如下操作。首先，将客户的注意力流通流程划分清楚。第一步，客户看到公众号的文章标题，决定是否点击标题查看正文。第二步，客户看到正文内容，决定是否继续看下去，直到正文后半部分的广告。在软文中，有关商品的信息往往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第三步，客户看到商品广告，决定是否点击店铺或者商品链接。第四步，客户看到店铺或者商品介绍页面，决定是否点击进入支付界面。第五步，客户进入支付界面，决定是否完成付款。第六步，客户收到货物，决定是否给出好评或者转发商品介绍。在上述流程中，如果你的第一个流程做好了，标题取得很有吸引力，就会带来更多的流量进入第二个流程正文阅读。如果正文内容前半部分做好了，就会给后半部分的软文带来更多的阅读。软文如果写得很有吸引力，客户就会点击进入你的店铺页面。店铺的整体风格设计、图片修饰、文案写作等因素，会影响客户对店铺和商品的感官，影响其购买决定。甚至当客户决定购买以后，支付界面都还可以做些文章。有些店铺只支持支付宝购买，不支持微信购买，那么惯用微信的人就可能会停止付款。再往后，客户会进行商品评价或转发介绍，这时候你的客服与商品质量就发挥作用了。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全流程优化模型中，之前提到的那些零散的商业建议，全都可以融合进全流程优化的模型之中，而该模型还包括了更多之前没有想到的东西。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在上面的6个流程当中，假设你每个流程都比别人做得更努力一些，都得到了额外30%的效果，会怎么样呢？注意这个假设的背景，我们默认你是一个普通人，而非一个天才。如果你是一个天才，那么你稍微多努力一点，恐怕就能够取得超越一般人至少2倍以上的效果。不过，正如你已经看到和在后面章节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本书不是写给天才看的，而是写给普通人看的。所以，我假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付出额外的努力，只获得了30%的额外效果。在6个流程当中，每个流程你都取得了比别人多30%的效果，你的最终成果将是1加30%的6次方等于 4.83。 没错，你取得了一般人的 4.83 倍的效果。即便你是一个普通人，通过全流程优化，你也能够取得天才一样的效果。现在我们了解到，全流程优化是一个复利模型，它具有复利的威力。下面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刚才我们假设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有了30%的额外的效果。那么你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在下一集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全流程优化。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我们继续学习全流程优化的内容。上一集说到，你究竟多付出了多少努力呢？假设你的努力比别人只多了 10%， 效果就多了 30%， 那你的效率就太高了，恐怕本身就能力很强了，很难被定义为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我们可以假设你比别人多努力了 50%， 结果只取得了多 30% 的效果。
这个效率很一般吧，这才叫做普通人。每个流程上，你比别人多付出的努力是 50%， 那么6个流程加起来，你多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呢？注意，还是 50%。 如果你的义务教育数学学得还不错，你肯定知道，你额外付出的是 50%， 而不是 300% 或者其他数字。可是你最终的结果是多少呢？你做出来的效果只有别人的 1.5 倍吗？不是，你的结果足足有一般人的 4.83 倍。于是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你用区区 1.5 倍的努力做出了高达5倍的效果，你是一个天才。但不要忘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假设，假设你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普通人，在每个环节你用 1.5 倍的努力，只做出了 1.3 倍的平凡效果。但是在全流程优化的模型下，这个 1.3 倍的平庸效果却逐渐变成了接近5倍的天才级效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结果呢？这正是全流程优化的精妙之处。全流程优化在计算成本时适用的是加法，在计算成果时适用的是乘法。以加法计算的成本碰到了以乘法计算的成果，全流程优化以完美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复利的威力。所以我在本节的开头强调，全流程优化是在平凡中创造奇迹。用 1.5 倍的努力创造 1.3 倍的效果，多么的平凡，可是经过全流程优化却变成了 4.83 倍的奇迹。实际上，经过6个流程的放大变成了 4.83 倍。如果流程更加复杂，步骤更多，那么做出一般人10倍、100倍的效果也很正常，比别人强10倍、100倍。这看起来像是传销或者电视广告，但这样的效果却由于全流程优化的存在而变得可能。由于全流程优化是个复利模型，即指数模型，当流程链条越长，流程越复杂的时候，这个模型的威力就越大。所以我们常听人说，时间是复利的朋友，因为随着时间的延长，流程会自动变多，复利也随之扩大。但是事情往往是双面的，在复杂的流程中，既有利润也有风险。对于复杂的流程，如果你做得好，就是全流程优化，对应复利；如果没做好，那就成了全流程损耗了，对应复亏。复利是很诱人，但复亏就很难受了。所谓全流程损耗，就是每个流程都做得比别人差一点，都不用差太多，只用差一点就好了。在6个流程的事项中，假设你每个流程都只做到了别人的 70%， 也不算太差吧。如果60分算及格，那你还多了10分呢。那么6个流程走下来，你的最终结果居然只有别人的 12% 都不到。即便你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你每个流程中 70% 的效果是只用了 50% 努力就做出来了，看起来效率还蛮高的。可是总体算下来，你用 50% 的努力做出了 12% 的弱智级效果，依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如果说全流程优化是讲平凡人是如何变得伟大的，那么全流程损耗就是讲聪明人是如何走向平庸的。在复杂的流程中，一点点疏忽与懒惰都会随着流程的不断累积造成巨大的损伤。作为例证，互联网商业的兴起成了某些传统商业巨头葬身的号角。与传统商业相比，互联网商业模式更加复杂，全流程优化与全流程损耗的空间都更大。那些做好了全流程优化的小商家崛起，而陷入全流程损耗的传统巨头则纷纷倒下。传统商业当中，由于流程相对简单，只要抓好了少数几个要点就能成功。比如原来商场销售的商业模式里，只要抓住了商场、超市渠道就行了，商品摆放在商场里，顾客自然会进来看到，然后自然会购买，始终处于一个很自然的消费环境里。
但在互联网商业模式里，你需要反复跳转页面，而每一次的页面跳转都有顾客注意力转变的可能，一个不留神，客户就可能不想买东西了。标题没取好，不买了；正文内容写得不好，不买了；商品文案写得太差，不买了；店铺图片不好看，不买了；付款的时候居然不支持支付宝，不买了。无数传统商业巨头由于不习惯这种多流程转化的商业模式，就在这一级级的流程损耗里倒下了。相反，如果全流程优化做好了，那就成了任何时候都可能会买东西。你在看朋友圈，我可以通过标题、正文、商品简介、商品详细文案、支付的流程逐级引导你买东西。你在看新闻，我可以通过一系列流程逐级引导你买东西。你想看个头条视频，我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流程逐级引导你买东西。流程优化做得好不好，有着天壤之别。另外，全流程优化还有一个重点，在于全字。某些传统商业大咖未必是所有流程都做得很差，其实还是有一些核心优势的，但是他们依然比不上互联网商业的强势新贵。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全流程优化的全字。每漏掉一些流程，你就漏掉一些效率，因为你其实就是把复利计算公式中的指数减小了一些。对基于互联网生态的商业来说，全流程优化的理念无比重要。这是因为互联网商业比传统商业更加复杂，由此也可以进行一点拓展。不仅在互联网，在任何有复杂流程的领域，全流程优化的理念都很重要。比如学业成长，比如职业发展。本节的最后，让我们把全流程优化的理念与第一节中提到的密集型思维的谬误做个对比。密集型思维企图通过某个高深的秘籍来达到卓越的效果，哪怕这个秘籍要我付出2倍的努力，但只要能换回20倍的效果就好了。全流程优化则通过单流程的优化来进行全流程提升，每个流程只提高一点点就好了，哪怕这一点点提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但总体累加起来却能取得奇迹般的效果，你的额外精力投入依然超值。因此我想对你说，如果你想要做出伟大的成就，成为某个领域的高手，你需要的不是某种惊为天人的秘籍，而是基于全流程优化的理念，对每一个小小的流程细节进行改进。奇迹不只属于天才，也属于把平凡的事情做得更好的普通人。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3节，识别流程的类型与结构，做一个睿智的流程管家。如果你已经意识到全流程优化的重要性，并初步知道了全流程优化的大概思想，那么下一步就是研究一下，具体怎样才能充分应用全流程优化，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善。全流程优化粗略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只有2个步骤。第一，将任务分为多个流程；第二，对每个流程进行优化。不过，如果真的只有这2个步骤的话，那么全流程优化也太容易了。想要在平凡中创造奇迹也太容易了。实际上，为了在实践中真正做好全流程优化，你需要学会识别流程的类型与结构。基本上，任何事情都可以看成是一系列流程构成的，但是流程分为2种类型：顺序性流程和连贯性流程。顺序性流程是指流程随着时间自然展开，前后流程之间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比如一场联欢晚会，
先表演一个节目，再表演第二个节目，然后第三个节目，这样依次进行下去，前后之间的联系就比较小。假设第一个节目表演得不太好，对后续节目的表演也没什么影响。连贯性流程是指前后流程之间联系紧密，前一个流程进行的如何，直接影响下一个流程的进展。上一节中举的一个互联网销售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连贯性流程。如果第一个环节没做好，那么它对下一个环节的影响巨大。标题没取好的文章，正文内容的阅读人数就很少，进而商品简介很少人看，更少的人进入店铺，最后几乎没有人进行购买。对比两种类型的流程，你会发现顺序型流程是没有复利效果的，只有连贯性流程才有。所以具有连贯性流程特性的项目往往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具有顺序型流程特性的项目则往往前景有限。但另一方面，连贯性流程特性的事物的风险也比较大，而顺序型流程特性则较为平稳。上面的商业流程，如果第二个环节的文章导入做得非常差，那么整个商品销售就全部崩盘了。而一台联欢晚会，即便中间第二个节目彻底演砸了，只要其他节目好，就问题不大。再进一步，如果你从事的是连贯性流程的工作，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而顺序型流程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小，因为出错后造成的损失比较小。秘书、行政管理等职业偏向于顺序型流程，这类职业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小，风险和压力也小。而淘宝创业、金融投资等职业则是典型的连贯性流程，具有极好的复利效应。这些职业做好了，前景很好，但风险和压力都很高。偶尔也会有混合性的流程，在后面的内容中会提到。流程还有两种结构，并行结构与串行结构。如果某个流程有备用资源和其他选项，无论备用的资源是否正在使用，那么它就是一个并行结构的流程。比如有的联欢晚会会设置一些备用节目，假设第二个节目的表演者临时生病了，那就让备用节目登台，这就是并行结构的流程。如果某个流程没有备用的资源和其他选项，那么它就是一个串行结构的流程。比如一个淘宝卖家，假设他做了很多个商品页面，采用了竞价排名、站外引流等多种方式招揽客源，又安排了多个在线客服，但出于某种原因，在发送货物的时候只有一个合作快递，也许是他的仓库附近只有一家快递，那么他在物流这个环节就是串行的，而在其他环节是并行的。假设有一天他合作的这个快递出了问题，无法送货，那么他的淘宝店运营将会遭受致命打击。显然，串行流程的风险比较大，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对整个流程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为了降低系统风险，一般会将串行流程变成并行流程，尤其是对那些重要的或者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更是如此。当我们提到全流程优化的时候，从串行流程转化成并行流程就是一种重要的优化方式。再比如，学生学习时有一个流程是获取知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流程对于学生都是串行的，因为获取知识的途径只在老师那里。如果不幸遇到一个低水平的老师，那么学生的学习就会遭受巨大的挫折。随着社会教育服务和互联网的兴起，这个串行流程就被改造为了并行流程，因为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大部分知识了，学生受教育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串行和并行两个概念来源于物理中的串联和并联。串联的电路会被一个开关决定命运，而并联的电路则不容易彻底断开。不过，根据物理学的知识，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并联的电路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就像家里的电器，每打开一盏灯，
就加快了每小时几十瓦的用电速度。但在流程思维当中，并行流程未必会造成更大的资源消耗，因为你并不一定同时使用多条线路。有些备用流程、备用选项只是放在那里未被使用，等到出了问题以后，快速转换过去就行了。这样的并行流程并不太耗费资源。现在我们都知道，做好全流程优化非常重要，但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做全流程的优化，只能暂时先优化一部分流程，那该怎么办呢？该优化哪一部分呢？这个问题恐怕是全流程优化理念在实践中最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不少人都曾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我要把所有细节都做到最好，但在实践中我们会有各种资源限制，导致你不可能真正的把全流程立刻做到尽善尽美。在此情况下，如何选择成了全流程优化理念的重大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到第3中讲的策略师时间矩阵了。根据策略师时间矩阵，我们应该先优化2种流程，最容易优化的流程以及最重要的流程。这2个流程究竟该如何选择和优化呢？在下一集当中跟各位继续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内容继续跟大家学习识别流程的类型与机构。首先第一个，最容易优化的流程。金融投资者永远都需要不断优化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模型，也永远不可能做到每个流程都尽善尽美。但是有一个流程的优化是大部分职业投资者都会选择的：备用计算机、网络和电源。如果你的投资模型不好，那么你的投资会有所损失；如果你的情绪控制有问题，投资会有所损失；如果你交易的时候突然断网、断电或者电脑坏了，你的投资也会有所损失。但是投资模型的优化和情绪控制能力的提升都是非常复杂的，而做一些备用计算机、网络和电源则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当你进行全流程优化的时候，你应该首先考虑把这些简单的东西做了。中学生的学习包含多个流程，其中一个是获取信息。相对于攻克各个章节的压轴题这种高难度的事情来说，好好选本高质量的参考书或者高水平的网课显然更简单。这也是一个通过改变流程结构来优化流程的案例。当然也可以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进行优化，比如一名职场新人初次参与重大项目，那么在项目战略布局、项目资源对接、制作总体策划方案、制作展示 PPT 的团队工作流程当中，管理者不妨让他放弃战略布局、资源对接等高难度流程，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做好展示 PPT 这个相对简单的流程里。根据策略师时间矩阵，简单可以从技术难度和耗时度2个维度评价。由于这2个维度的评价不算太难，一般都可以直接感觉出来或根据经验判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共性，这里就不展开讲了。如果有疑问，可以回头去看看第3章中的相关内容。第2项，最重要的流程。另一种需要重点优化的流程是重要的流程。说重要太抽象了，根据策略师时间矩阵，重要可以从损益程度、影响广度、扩散度这3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个方面，损益程度。损益程度指的是这件事情做了以后有多大的好处。在一个连贯型流程当中，损益程度最高的那个流程常常是某些数值最低的那个流程。比如客户的转化流程中，从最开始的广告投放到最后的用户付费，中间有一系列的客户转化，
假设其他所有的流程转化率都是 20%， 而某个流程的转化率是 5%， 那么这个流程常常就是损益程度最高的流程，除非 5% 已经是这个流程的较高水平了。这从数学上非常好理解。对于转化率 20% 的流程，你投入资源使其涨到 30%， 也就是增加 10%， 总体收益只提高了 50%。如果把 5% 的转化率提高到 15%， 增加 10%， 那么总体的收益就提高了 200%。第二个方面，影响广度。影响广度指的是这个流程影响了多少事物。有时候多个流程系列会交汇于同一个流程点，这个点就有较高的流程广度。比如淘宝运营中，一个店铺可能有几十个商品，对应了几十个不同的流程系列，但这几十个商品都要经过同一个客服和同一个物流，那么客服和物流就是这几十个流程系列的交汇点，它们具有极高的影响广度。又比如，大公司可能有几十个不同的业务部门和业务流程，但这几十个业务部门却公用一个人事部门，那么人事部门就具有极高的影响广度。这种情况下，对人事部门这种看起来非核心的部分加大投入就变得必要了。第三个方面，扩散度。对于连贯性流程来说，扩散度往往比较高，串行流程尤其如此，就像河流上游的污染会严重影响下游那样。所以对于串行的连贯性流程来说，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这是流程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是它与河流污染的比喻不同在于，河流下游并不影响上游，但流程的后端却可以影响前端。想象一下，一家淘宝店的进货、引流、文案都是中前端流程做得很好，但是最后没有购买链接，会怎么样？有些流程是顺序与连贯混合型的，这个时候不同流程的扩散度就有区别了，你要能够识别区分。例如，一家银行的大客户关系部门准备在国庆节期间展开回馈客户活动，需要进行送礼、短信祝福等一系列活动。他们的行动流程如下：9月15日之前向行长申请活动经费，9月20日之前确认客户资产并决定礼品价位，9月25日之前购买相应的礼物，9月28日寄出礼物，10月1日当天各客户经理向大客户发短信祝福并通知礼品寄送，10月3日前向客户询问对礼品是否满意。在上述流程中，确认客户资产并决定购买什么价格的礼品，这个流程就是连贯性的，它会对后面具体的购买礼物、寄送礼物造成影响，而寄出礼物、发送短信祝福、询问客户满意度就偏向顺序性流程，对其他环节影响不大。在这个案例中，确认客户资产环节就是具有最高的扩散度。采用这些方法，你就能够挑选出那些最应该优化的流程，并着手依次优化自己的流程。各位听友，听完本章内容，你有哪些学习心得？也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同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全流程优化理念是普通人变卓越的机遇之门。在本章的最后，让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从密集型思维到全流程优化理念的转变。密集型思维代表了简单情境下个别方法和要点对全局的决定性影响，它往往与复杂的现实生活不符，尤其与经过互联网改造的现代复杂商业社会不符。同时，对人生的诸多重要又复杂的事物，
如升学、职业发展等，密集型思维也无用武之地。而全流程优化则会带来蜕变的希望，通过对每个流程付出额外的精力和资源进行细致优化，哪怕单流程成本有较大幅度增加，但经过多流程的复利型优势累积，最终取得的结果会比我们预想的更加出色。这是让普通人变得卓越的机遇之门，也是我们可以在平凡的命运中创造奇迹的重要方法。通过跳出对某个单独环节技巧的迷恋，站在全流程优化的视角上，你对任务的宏观掌控会更强，认知也会更加深刻。这正是深度思维的特性之一。另外，全流程优化的理念其实在很多管理完善的大企业中都有应用，并且已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我最希望的是每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能够将此理念用于自己的生活，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不断优化自己的命运。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我们会将进入到深度思维下篇的学习，思维的格局。格局升级，掌握宏观规律，才能把控人生。上篇中介绍了很多具体的思维工具，熟练运用这些工具能让我们解决日常工作学习中的棘手问题。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此。这个世界如此宏大奇妙，有限的思维技术并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在万事万物的纵横交错中，有更加宏大的规律在运转与统治着。你可能听到过一些说法，如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智慧比聪明更重要。措辞不同，但内涵却有相通之处。即那些更加宏大的规律，其运转的力量超越了一般的方法技巧。如果我们能够以深度思维的方法认知这些宏观规律，提升自己的思维格局，就能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掌控。第5章，生态思维。比个体力量更强大的是生态。个体的变化趋势不仅由自己的特性决定，更由它所处的生态所推动。当你研究一个事物时，你不仅要分析个体，更要观察整个生态，洞察其中复杂的规律。首先进入第1节的学习，生态思维的基础原理。镶嵌在生态中的个体将被生态所推动。个体与环境，谁的力量更加强大呢？很多人有一个认知误区，就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主观力量，忽略了环境的影响力。我们习惯于喊一些类似出淤泥而不染的口号，但忘记去思考，或许更好的方法是为自己创造一个淤泥较少的环境。比环境更高一层的是生态。生态原本是个生物学名词，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复杂的关系中隐藏着复杂的规律，我们若洞悉了这些规律，就能够形成生态思维。在深度思维的多种方法中，生态思维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种，因为它既要求我们思考时有宏观视野，又要求我们去关注那些较为抽象的东西，事物间的关系。具体的事物是形象的，容易观察和理解的，而事物间的关系则容易让人忽视，乃至无法意识到它正在发生作用。人们习惯于低估生态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懂得生态思维的具体方法，更不知道如何用它帮助自己成长。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生态思维是什么，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它的运作，自然就无法了解生态的力量。尽管没有清晰意识，但模糊的感受总是有的。经过适当的解释，
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和学习生态思维的内涵与应用。在本章中，你将发现，它能在宏观层面上帮助你找到更好的工作方向，建构持续发展的事业，并赢得竞争等。本章将为你介绍生态思维的基础原理和3个特定模型。这些模型很容易理解，其应用也很简单，不需要太多资源。不论你是手握千万级、亿级资金的大佬，或是刚刚毕业、手头拮据的大学生，都可以应用这些模型，使自己受益。先来看基础原理。生态思维的最核心的原理如下。由于生态中的事物是广泛关联的，所以个体事物的发展趋势、状态变化和各种选择并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完全独立自主决定的，而是受到整个生态的影响。因此，你思考某个事物的时候，不应仅仅思考这个个体，还应思考它所处的整个生态，它周围的环境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这是所有生态思维的根本原理，也是后续一切衍生模型的基础。把握好了这个原理，就算对生态思维有了基本的认识。下面来看几个案例。近几年兴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游戏主播。这个职业的任务就是在网上打游戏给别人看。如果你打得精彩，观众看得高兴，你就会积累很多粉丝。假设你就是一名游戏主播，你由于苦练了多年的游戏技术，所以水平不错，有不少游戏爱好者愿意看你打游戏。你发布的每个游戏视频都有10万粉丝观看，那些铁杆粉丝还会为你打赏。不过打赏的金额并不算太大，你得到的经济回报还不够多。于是你决定自己开一个淘宝店卖东西，在游戏中发布淘宝店的地址来引流。问题来了，你应该卖什么商品才好呢？可以卖的东西太多了，千万种供你选择。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商品是无法通过游戏视频引流的方式卖出去的。比如你作为一个游戏主播去卖家具或药物，就会显得很奇怪。那你有没有想到要卖什么呢？请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像它会大大影响你未来几年的直接收入那样，认真思考。在本案例中确实如此。如果不容易想，一般我们会选择一些类比借鉴。比如我们可能会想到要卖游戏衍生文化产品，就是类比动漫行业的结果。迪士尼卖卡通玩偶，动漫展卖动漫周边商品。类似的，游戏主播可以卖游戏相关的玩具、配饰、文化衫等。虽然动漫卡通行业与游戏行业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但依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你有没有想到上面的答案呢？如果没有想到，也不用懊悔地批判自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游戏或动漫爱好者，并熟悉其周边产业的。更何况，上面那个答案是错的。实际上，有不少游戏主播尝试过卖游戏衍生产品，大多数效果欠佳，经营惨淡。被实践检验可行的正确答案是，或许与你所想的略有不同，你应该卖鼠标、键盘等物品。如何选择售卖的物品，你需要了解受众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这样一群受众，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产生怎样的感觉与购买欲望呢？这是个换位思维的问题。在换位思维一章中，我曾提到，换位思维常常要与生态思维相结合。根据生态思维，你不应该仅仅考虑到你想要卖给东西的那个观众，还要考虑这个观众处于怎样一个生态当中，这个人的生态系统会影响他的状态和决策。很显然，看游戏的人肯定也是自己玩游戏的，所以你应该考虑这个玩游戏的人的画面。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左手放在键盘上，右手拿着鼠标，双手都在随着游戏画面的变换而飞快地、猛烈地敲打着。人、电脑屏幕、键盘、鼠标构成了这个场景中的小生态。面对这个小生态，你很容易发现，
给这群人卖鼠标键盘才是最好的选择。游戏玩家对键盘和鼠标的要求较高，更换也频繁，并且当他们玩游戏、观看游戏的时候，与鼠标键盘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容易想到购买鼠标、键盘而非其他不相关的商品。所以，在淘宝中销售这些商品能让你大赚一笔。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给玩游戏的人卖鼠标、键盘，这个太容易想到了，不需要生态思维也能想到。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尽管卖鼠标、键盘让你赚了一笔，但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其他游戏主播都在卖鼠标、卖键盘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你的店铺销售业绩实在乏善可陈。你觉得需要开发一些商品了，请问这次你该卖什么呢？各位听友，如果你有哪些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同分享。下一集跟你继续聊一聊生态思维。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继续跟大家分享生态思维的基础原理。上一集的内容跟大家聊到了游戏主播除了卖鼠标键盘还可以卖什么。问题变得更难了，你决定的下一种商品会直接影响你未来几个月的收入。正确的选择能让你收入倍增，而错误的选择则会让你亏掉前期的货物积压、网络店面装修等初始投资。如果你想卖的是电脑、手机或者卖游戏道具，那么你应该庆幸你只是在模拟经营，因为这些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另一个良好的选择是，再一次，它和你猜的可能差别较大。你可以卖零食、饮料。这个答案很难想，因为与鼠标、键盘不同，游戏和零食、饮料看起来毫无关联。难道是在零食的包装上印上一些游戏图像，或者在饮料瓶上印上一把游戏中的宝剑？不是的，就是卖普通的袋装散称零食，辣条、泡椒凤爪、牛肉粒或者香辣金针菇的。你不用怀疑这个答案的正确性，因为在实践中已经有部分游戏主播实践过，这个商业逻辑被证明成立了。可是为什么游戏主播应该卖零食呢？根据常规逻辑很难解释，连马后炮式的解释都很难了，要在事前想到则更不容易。但是按照生态思维则可以很容易预料到，你再去考虑那个看游戏的观众的生态，构建一个画面。这一次不是他打游戏的画面，而是他看主播玩游戏的画面。一个人懒散而舒适地坐在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屏幕上是激烈的游戏画面。所谓生态，就是个体周边的环境与环境的关系。现在你来想一想，这个人在这个生态中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显然，它是一种放松、放纵、享乐的状态。他在看游戏进行消遣，那么他的周边环境里放些什么东西比较应景呢？当然是其他一些消遣的东西，如零食、饮料等。所以，游戏主播售卖零食、饮料就成了合理的选择。这个虚拟经营的游戏还可以继续，并且难度不断升级。目前为止给出的答案都是真实的游戏产业里已经出现过的。那些熟悉游戏产业链的朋友可能会被经验束缚住，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我无法思考。那么我可以再给出一些参考答案，它们是市场中没有出现的，不存在现抄答案的可能。根据生态思维，你可以卖暖脚宝。让我们继续把游戏观众的生态扩大一点。在上面的画面中，玩家的身体处于怎样的状态呢？
他的手也许放在桌子上，也许插在口袋里，也许正在撕扯着一包零食，但是他的脚放在哪里呢？冬天的时候，在没有暖气的南方省份，长时间坐在电脑面前的人普遍会感到脚冷，所以对于南方省份的游戏观众来说，他们会很乐意从游戏主播那里购买一个暖脚宝。根据类似的生态思考，暖手宝和桌面发热垫也可以考虑，尤其是桌面发热垫。冬天手冷是游戏玩家的大忌，而不论是木头桌面还是玻璃桌面，都会让人的手臂和手掌更冷。因此，一个发热垫必然会深受游戏玩家的喜爱，而游戏主播去推荐这个商品则顺理成章。这些都是根据生态思维考虑到的，游戏周边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的商业模式。如果有游戏主播看到这本书，或许可以去尝试一下。随着游戏主播行业的变化，这些商品与商业逻辑总有一天会过时。比如从视频录播模式转变为在线直播模式，游戏主播的盈利方式就会有变化，但是生态思维的方式却是永恒的经典，对任何行业、企业与个人都是如此。小米科技是另一个生态思维的典型案例。在人们的印象中，几年之前的小米还是一个生产手机的普通企业。虽然小米的饥饿营销、高性价比和线上宣传模式都值得称道，但仅靠这些还不足以算得上是伟大的企业。更何况还有很多人对小米发出质疑。高性价比意味着过度压价，不仅降低了自己的利润率，还引发了行业的价格大战。这种杀价博眼球的发展方式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小米的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过危机，在引发了其他品牌的价格大战后，小米高性价比的模式受到挑战，营收增速剧烈放缓，眼看就要到天花板了，大家都在怀疑小米还能继续降价吗？还会推出新的营销模式吗？甚至有人担心小米还能活多久？这个担忧太合理了，因为小米的竞争对手华为、联想乃至苹果和三星等都很强，品控、品牌形象、营销渠道、明星代言等，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绝活，小米哪里有发展空间啊？然而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却给出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答案。从手机降价的单点比拼中走出来，去打造一个新的生态，即小米生态链。所谓小米生态链，是指各种智能家居、小家电产品，如电视机、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滤水器、电饭煲、插线板、智能穿戴设备、摄像头、路由器等。目前小米生态链有近100家分支企业和几十种智能家居产品，并且在不断扩展中。为什么一家手机企业要去生产各种智能家电呢？他们看起来和手机主业全都不沾边啊！不是说多元经营是企业的禁区吗？在传统的商业逻辑中，同时经营这么多种类的商品几乎必然会失败，所以一般企业根本就不会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但小米却站在了一个生态化的视角上进行思考。手机能够与所有智能家电进行信息流通，它们共同形成了整个智能家居的生态，而手机则是这个生态的中心点。在这样的生态视角下，手机已经不是手机了，而是整个智能家居世界的入口。一般的手机与空调是割裂的，但如果手机能够遥控空调呢？这就是智能家居的特性。当你抓住了手机，也就抓住了未来的智能家居世界。在智能家居这个生态中，手机本身的价值是较低的，只有1-2千元。但是它所关联的智能家居，如电视、路由器、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摄像头、电饭煲等，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庞大的数字，能够产生更大量级的收入与利润。所以小米在初期低价打开销量的思路也就说得通了。
尽管极大降低了利润，但它为未来的商业世界打开了大门。这也是小米手机能把价格压得比竞争对手更低的底气。你的手机只有一台手机，你必须靠它盈利，而我的手机是一个生态入口，我有很多额外的盈利点。那么这个理论上很漂亮的生态思维是否真实可行呢？现实结果是，小米除手机以外的生态链产品2016年销售额为150亿，2017年则涨到200亿。要知道，整个生态链的布局2013年才刚刚萌芽，即短短4年时间就塑造了一个200亿销售量级的企业群。生态思维带来了更大的格局，这是努力和普通的聪明所无法比拟的。看完了这些大型企业的精彩案例，我们再回到自己身上来。对于千千万万的个体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生态思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小米是资金量超大的巨型企业，它可以使用生态思维来构建自己的帝国。但是普通的个人呢？我们平凡的生活中能否用得上生态思维呢？虽然最开始举的游戏主播的案例是属于生态思维的个体应用，但一方面这个行业似乎很特殊，大多数人不会从事类似职业。另一方面，能够吸引10万粉丝的主播也算是有一定的资源了。对于最普通的、完全没有任何资源的人，比如一个出自平凡家庭、非顶级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生态思维是否一样有用呢？在下面几个生态思维的衍生模型中，你将会发现，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大企业的专属，普通的个体也能应用自如。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从本集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深度思维的上篇技术大师的学习当中。高效解决问题，你需要这些思维技术。面对生活、工作、学习中的诸多问题和任务，我们需要高效的深度思维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它们。有些人工作速度快，质量高，1小时做完别人1天也做不好的事情。有些学生学习效率奇高，不仅考试总拿第一，还有空闲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是智商高的缘故吗？不，学术理论与实践生活结果告诉我们，智商不是决定因素，思维方法才是。缺乏深度思维方法的聪明人常常犯错误，而掌握了深度思维方法的普通人则能优质地完成任务，显得很聪明。为了高效优质完成任务，你需要这些深度思维技术。第1章叫做思维逻辑链，如何让自己的思维更加深刻。思维是一根链条，越长的链条代表了越深刻的思维。深刻的思维让你能够挖掘事物的根本原因，推断事物深入发展的结果。思维逻辑链是一强大的兵器。说了这么多，我们马上进入到第1章第1节的练习。深度思维的利益，更强的思维能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假设有2家生产同一商品，互为竞争对手的公司甲和乙。你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要找工作，或许是要进行股票投资，需要预测其中哪家公司会发展得更好。很显然，你会想要找到技术水平更先进、更不容易被淘汰的那家。不过，想要在技术上领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竞争者们的核心技术处于差不多的水平，正如甲公司和乙公司那样。又或者，你想要找一家市场份额更大的公司。不过就目前看来，2家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接近，都属于中小型企业。总之，任何显性的指标，2家公司都旗鼓相当，包括采购的生产资料的成本、质量
使用的规章制度和员工考核标准、日常面临的问题、所招聘员工的能力、责任心等。唯一有所区别的是，乙公司的老板有很强的深度思维能力，而甲公司的老板呢，在这方面则一般。那么，深度思维能力能给乙公司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场景：甲公司。某天，甲公司的老板闲来无事，在自己的公司生产车间中巡视。他发现车间运行出了一个小问题，某台机器突然停止运行了。贾老板很自然叫来了维修工人，工人呢换了一根保险丝，10几分钟之后，机器恢复运转了。对此，贾老板向车间主管和维修工人提出指导。对于日常出现的问题，一定要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解决。今天我路过的时候，顺带发现了一个问题，于是立刻叫你们来解决。可是如果没那么巧，没有路过这里呢，你们还能够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吗？会不会10几分钟后才来？于是就耽误了10几分钟的生产。以后一定要快啊，要有责任心。如果你略有几年工作经验，大概对这种典型的领导训话并不陌生。大部分公司的管理者都是类似的反应吧。当然，大部分员工对这种训话的反应也是类似的。哎呀，真倒霉，刚出问题就被老板发现了。我刚准备过来就被老板打电话叫来了，就慢了这么1分钟。其实你不给我打电话，我也知道有问题啊，监控室都发了故障信号了。哎呀，希望不会被扣工资吧，真是的，又不是什么大故障，只不过是保险丝烧断了而已，老板真是小题大做。如果你恰好是一名企业管理者，你可能会觉得员工的这些心理活动真是太不负责任了。但是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员工都有类似的想法。那种以公司为家、为公司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员工是极少数，而抱怨老板、想办法偷懒省事儿的才是多数。我们再来看乙公司的场景。假设乙公司的老板也在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巡视，并遇到了同样的状况。某台机器突然停止运行了，乙老板站在原地等了1、2分钟，随后车间主任带着维修工人赶到了。乙老板看着他们为机器更换了一根保险丝后，机器恢复运行了。主任和工人心想，哎，没想到老板在场，幸亏及时赶到解决问题了。员工心态上和甲公司是类似的。乙老板问，这台机器刚才出了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就是保险丝烧断了，换一根就好了。和甲公司的员工一样的解决方案。乙老板问，哦，不过为什么保险丝烧断了呢？主任心想，啊，这哪有什么为什么呀，不是很正常的事吗？维修工人说，保险丝烧断肯定是负荷太大了呗。维修工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很满意。乙老板接着问，哦，但平白无故的，机器怎么就负荷太大了呢？这主任和维修工都答不上来了。维修工说，这就不知道了，需要再拆机检修。原本只想换个保险丝，在老板的追问下，必须做更深入的检查了。10几分钟之后，维修工人弄清楚问题了。老板，找到问题了，是轴承太燥了，没润滑油，摩擦力太大，所以负荷就高了。维修工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再次感到满意。乙老板点点头，很好。那么为什么没润滑油呢？是用完了吗？维修工看了一眼机器，润滑油还剩很多呢，但是润滑泵吸不上来油了。那为什么润滑泵吸不上来油？它出了什么问题呢？维修工又研究了几分钟说，油泵的轴磨损了，松了，在空转，所以呢吸不上来油。主管这下学聪明了，主动问，那为什么油泵会磨损呢？这玩意儿的理论使用寿命应该是非常长的，怎么会轻易磨损呢？
维修工人回答：有很多铁屑之类的杂质混进去了，估计是机器上半部分掉下来的。这个泵才用了1年多就磨坏了，原本估计是使用5年以上的。易老板说：那机器的上半部分怎么会掉铁屑下来呢？维修工人说：哎呀，这个没办法，上半部分是机器的主要运转区，本来就磨损很大，掉点铁屑下来是没法避免的。这个全行业都是一样的，真的解决不了。而且它掉点铁屑下来，对上面的运行没影响，只是影响下面的润滑泵。易老板说：哦，那么下面的润滑泵能不能想办法让它不受影响呢？维修工人说：这太简单了，我们自己加个滤网就行了，每年呢定期清一下滤网，以后啥问题也没有了。易老板点点头，对主管和工人说：好的，既然这台机器出了问题，我想其他机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呢？所以你们可以考虑在所有的机器上都加上滤网。另外，车间主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只停留在第一层，要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今天的事儿可以算一个教学案例了吧。维修工人点点头，心里很高兴，这法子不错，花1个小时加装滤网，以后能节省很多麻烦呀。机器故障率少一半，都不用我去修了，这班是上得越来越轻松了。主管也点点头，心想，这老板果然不是吃素的，就今天这么一个小问题的解决，就能让生产停工率大幅降低了。我以后就学他的思维方法管车间，考核指标肯定轻松完成，年底奖金还不翻倍啊。在上面的案例中，我们看到2家公司的各方面状态是类似的，公司同样会出现各种问题，员工和主管都不是劳模，永远都在一边想着自己的利益，一边尽可能逃避责任。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老板是否有深度思维的能力。对于甲公司，未来还会继续出现各种生产故障，长远来看必然影响产量和产品质量，增加成本，然后一边批评员工，一边丧失市场份额。而乙公司在具有深度思维能力的领导者的带领下，则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同时让整个员工团队不断成长。在甲乙公司的竞争中，显然已经占据上风了。深度思维能力是能够直接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不论是学生学习、职员工作、领导者管理企业，还是投资者的金融投资，深度思维的能力都将像上述案例中那样发挥巨大的作用。不过，深度思维这个短语有点抽象，指代范围太大了。此处的深度思维具有更精确的含义，更长的思维逻辑链。人的思维可以分为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换位思维、系统性思维等很多种。正如你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其中逻辑思维是最基础的，它是一切思维方式的根基。而逻辑思维就像是一根链条那样，从一个节点延伸到另一个节点，绵延不断，就像数学证明题那样。简单的数学证明题会让你从条件 A 推导到结论 B， 而复杂的证明题则让你从 A 推导到 B， 再一路从 B 推导到 C、D、E、F。 如果普通思维在思考问题时思考的是1到2层，那么深度思维就是指思考3层乃至更多层。就像下象棋时，普通人思考后面1到2步，而职业棋手则会考虑10几步。可以说，你的逻辑链条延展的越长，你的思维能力就越深刻。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2节，衍生模型1，淘金模型，竞争再激烈也能赢的思维方式。大约19世纪中前期，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大量黄金，这一消息迅速传开。第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开拓者飞奔到加利福尼亚州，历尽辛苦，真的淘到了黄金，并因此发家致富。成功的案例刺激着更多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跃跃欲试，怀揣着发财梦奔赴加利福尼亚州。假设你是同一时期的一名美国青年，你是否应该加入淘金热当中呢？不去，那就太可惜了，也许你就错失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甚至要在余生的每一个夜晚都辗转反侧，后悔当年的保守和犹豫。那么去吧，很可惜，不是每一个去淘金的人都能发大财。随着去淘金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能够淘到的金子也越来越少。当然，有些运气好的家伙一不小心就挖到了大块的金子，不过更多的人只得到了一些金沙，也还不错吧，但已经算不上是发大财了，比在家乡做一个普通的工作好不了多少。那么你到底该不该去赶这趟淘金热潮呢？上面虽然是一个遥远的虚拟问题，但是近距离的真实问题抉择也并不陌生。是在小城市的老家做一份安心的工作呢，还是去北上广深闯一闯，兴许就闯出一番事业来了呢？最近互联网创业这么火热，我是否应该加入其中呢？这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所以对于上面那个淘金的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给出的答案是，你应该去，但不是去淘金，而是去卖牛仔裤。有些人立刻就回忆起来，这不就是牛仔裤品牌李维斯的创业故事吗？淘金的人未必赚了钱，但是淘金挖矿的人需要大量结实耐磨的裤子，于是卖牛仔裤的李维斯就发财了。不过你也并不一定要卖牛仔裤，你在淘金的聚集地卖铲子、卖驱蚊药水，或者搭个台子卖热狗快餐都可以。李维施特劳斯通过卖牛仔裤建立了一个优秀的服装品牌。你如果具备类似的思维能力，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挖掘机械生产厂或者快餐连锁品牌，登顶人生巅峰了。但是这需要你拥有更大的格局，具有生态思维的能力。当你听到黄金的消息，看到淘金的人群时，你不能只想到黄金和矿工，而是要想到整个生态。你应该想，黄金吸引了无穷无尽的人，而人需要衣服、住宿、食物、水源、工具等。所以你的机会不仅仅在于黄金本身，也在于其背后的生态。这就是生态思维的淘金模型。黄金是刺眼的，而黄金背后的生态是隐形的，要想到整个生态，对你的思维能力要求更高一些。好消息是，他对其他人的要求也一样高，你的竞争者也一样难以想到这一点。所以一旦你考虑到了背后的生态，你的收益往往会更大。比如在淘金案例中，绝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聚集在了黄金上，导致竞争激烈，这让做牛仔裤生意的李维施特劳斯轻松赚了大钱。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淘金模型的本质。淘金模型的本质是一个共生模型，你会看到其他人，不是只看到竞争者，而是要看到生态中的共生可能性。只有理解了淘金模型的本质，你才有可能学会应用淘金模型。共生模型让你知道、看到巨无霸的玩家加入战场，你并不一定需要感到恐惧并立刻逃之夭夭。让我们借助一个典型的案例，思考下普通人如何应用这个淘金模型。2017年4月，政府发布了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
一时间沸沸扬扬，雄安成为各路英雄的必争之地。如果你在雄安有房产，那么会立刻获得大量的财富增值，就像美国西部的金矿那样吸引人。不过这样的大好机会，竞争会非常激烈，甚至比淘金模型中的竞争更加激烈。在雄安新区规划颁布后才几天，政府就下令严禁雄安房地产炒作，所有房地产交易通道直接关闭。虽然后续的政策目前还没有发布，但可以推测，一般人是无法在雄安买到房地产的。最终商业和住宅地产大概率会被拨给搬迁过去的央企和央企工作人员。这场游戏的竞争比西部淘金模型更加激烈，因为你和其他矿工尚且有一争高下的可能，但你绝对无法突破法律政策去和市值千百亿的央企及其员工竞争。按照普通的思维方式，这个竞争你从一开始就输了，毫无机会。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雄安新区的政策发布过后，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热潮就悄无声息了，普通人不再关注它了，因为根本没有机会。但根据生态思维，雄安新区其实还有很大的机会，并且是普通人可以上手的机会。按照淘金模型来思考，我们不要与这些央企和员工去竞争，而要在共生中找机会。在偏僻荒凉的雄安新区，央企和大量富有高素质的员工搬过去以后，他们会需要什么呢？我们应该思考他们的生态。首先是子女教育问题。雄安当地的教育水平达不到央企白领的要求，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到低水平的教育。所以一旦大量的员工搬迁过去后，当地的高水准教育需求会暴增。如果你从事教育行业，那么雄安绝对是你的宝地。对于有一定资金量的人来说，可以在当地创办各类高端教育公司。即便是个没有资本金的普通人，只要你能提供不错的教育服务，你也可以只身前往雄安，为白领们提供私人子女教育服务。这里的妙处是，你不必达到行业顶尖水平，只需要比雄安这个小县城的教育同行水平更高就行了，不难达到的标准。在其他地方，一个私人教师能有20个学生就不错了，但在这个新的地方，私人教师可以轻易招揽到200名学生，只要他忙得过来。因此，一个大城市中流水平的老师在当地月收入大约1万元，到雄安这个小县城去反而可能上升几倍。健身等行业可以推理有类似机会。在健身房不计其数的大城市，私人健身教练很难获得高额回报，但是他们或许可以在雄安找到机会。如果想放大规模，大型健身房也是不错的选择。娱乐行业如酒吧、夜总会、电影院等都是类似的逻辑。至于餐饮、建材等的更多机会，你也可以慢慢摸索。当然，具体的投资和商业行为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如果整个雄安规划最终雷声大雨点小，那么机会就少了。如果搬迁过去的都是无子女的年轻人，那么教育行业的机会就需要延后几年。如果政府关于雄安新区的规划方向发生变化，那就要根据新方向重新寻找机会。但这些细节问题不妨碍你使用淘金模型去思考并找到机会。通过这样的举例，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生态思维与淘金模型的应用了。总的来说，淘金模型意味着共生，意味着你在这个生态中不是只盯住某个点，然后发现有一堆竞争者，而是思考整个生态的状况，思考如何与这些人进行共生。诗人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现在你要反过来，学会站在楼上观察桥上熙熙攘攘的人以及相应的生态。各位听友，关于淘金模型你学会了吗？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
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3节，衍生模型2，森林模型。不是天才的人如何应对强大的对手？互联网创业者与投资人洽谈时，总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如果腾讯也来做你这个类似的产品，你怎么办？这是创业者最讨厌的问题，听到了就烦，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有少数优秀的创业者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决定通过多种方法去优化产品，开拓渠道，将自己的才华、能力、资源和意志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要与腾讯一争高下。最终他们都死得很惨。大多数人或许不会去创业，不会直接面对上述情况，但类似的问题总是有的。你是程序员吗？有大量清华、北大和海归博士程序员与你竞争，怎么办？你是平面设计师吗？有很多资深的平面设计师与你竞争，又该如何应对？在淘金模型中，我们提到可以转换自己的身份，在共生中寻找机会，但大部分人并不愿意转换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又该如何应对呢？来看一个森林模型，想象这样一个生态图景，地图中间是一片森林，森林周边则是大片的草地，一条河流贯穿了森林和草地，老虎和熊等大型食肉动物占据了森林中央，狼群则避开老虎和熊的领地，在森林中部稍外侧建立巢穴，鸟类避开地面，在树上筑窝，而兔子则在森林外部的草地上挖洞繁衍。我们重点来看兔子的生存环境。与老虎、狼相比，兔子显然是弱势的，既没有强壮的身体，也没有锋利的爪牙。兔子该如何生存下去呢？答案是，它可以离开老虎和狼密集居住的森林中部，在森林边缘与草地上生存。这就是森林模型。森林模型本质上是一个生态位模型。生态位是指物种在生态中所处的位置，包括空间、时间、食物种类等因素。生态思维的核心原理是，当你遭遇强者竞争时，除了与其死拼以外，你还可以选择避开它的时间、空间、食物等位置。让我们带着森林模型与生态位的思维，回到之前提到的创业案例中去。经过几年的经验教训，新的互联网创业者已经知道如何解决那个关于腾讯与你竞争的问题了，那就是远离社交领域。腾讯的商业生态是围绕着社交来建构的，只要你的创业方向避开了社交相关领域，成功的机会就大了些。当你扎深了根，等到腾讯终于下决心进入你的领域时，他会发现自己重新组建团队把你竞争死需要花费1亿，而收购掉你只需要5000万。于是你可以短短几年时间赚5000万。来看另一个例子，程序员小乙在北京工作了5年，尽管北京的 IT 企业机会众多，但大量的高端计算机人才聚集北京。小乙作为一个只能算水平不错的普通程序员，实在难以找到突破。一般的想法是，小乙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不断钻研技术，以其最终拼搏成功。这个想法很励志，但现实是，那些名校毕业生们同样努力拼搏，不断学习，并且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还学得比普通人更快。根据马太效应，小乙与顶级计算机人才的差距会不断拉大。那么，小乙该怎么办呢？你不能指望这些顶级聪明人会犯技术错误。比如你指望自己在学习新计算机技术的时候一帆风顺，而他们学习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学不下去的难关。于是你终于超越他们，有了翻身的机会，
这是基本不可能的。聪明人最擅长的就是这些技术细节，在与聪明人竞争的时候，你很难有技术上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你偶尔有一些战略格局上的机会。聪明人的弱点在于，他们太满足于自己的聪明及其带来的安全舒适，因此仅仅是可能不愿意去寻找那些不确定的、创新的、非主流的机会，或者犯一点战略上的错误。普通人的机会就在这里。那么，小蚁该怎么做呢？根据森林模型，你可以选择一个新的生态位，在远离老虎和狼的地方试一试机会。现实案例是，小蚁后来离开了北京，进入河北的一家效益较好的农业公司担任技术顾问，负责建立和维护公司的电子监控和结算程序系统。在相对传统的农业公司，资质普通的小蚁立刻成为顶级技术专家，受到尊敬并得到丰厚的报酬。2-3年之后，小蚁摸清了农业公司的运作流程和经营细节，自行成立了一家为农业企业服务的小型软件服务公司，为河北省几十家农企提供服务，每年营业收入超过500万，净利润超过200万。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案例。一个人成立了一家公司，每年利润200万，这并不是个了不起的商业故事，在千千万万营收过亿的大公司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这个案例的精髓在于，它是个平凡人的故事。这意味着，它不是给少数自带光环的天之骄子和巨无霸企业看的，而是给了绝大多数无背景、无资源、智力普通的凡人更多选择。如果没有这个基于生态位和森林模型的战略选择，小蚁的一生大概率是大公司底层 IT 员工挣扎的一生。在北京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名校背景、资源丰富、才华横溢的人相比，小蚁很难在工作3年后晋升初级管理岗位，也很难在5年后拿到股票期权，更无法带着8年的工作经验融资1000万自主创业。他会面临1万元左右的工资月光、末位淘汰、34岁裁员，以及年入15万如何在北京买房等诸多人生困境。但在生态位战略的选择下，他的人生明显幸福从容得多了。如果平凡的人可以应用森林模型突破自己的局限，那么资源优厚者当然也可以用它博取更大的事业。实际上，它是人人可用的思维模型，能为你找到新的格局与生机。不过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仍然有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森林模型是否等于遇到强者就逃跑呢？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因为上面的案例里似乎也可以抽象得出这样的结论：竞争力不足，然后逃跑，然后成功。小蚁资质平凡，无法与其他优秀员工竞争，小蚁逃跑了，最后小蚁成功了。这是一种误解。让我们回顾一下森林模型，其中的最弱者兔子是如何生存的，并不仅仅是避开虎狼就好了，因为总有避无可避的时候。兔子依然需要不断进化，提高自己的实力，它需要奔跑速度更快，繁殖力更强。既然兔子依然需要那么努力，那么森林模型和生态位选择是否有意义呢？答案是，仍然有重大意义。如果不进行生态位选择，兔子就会与虎狼发生正面冲突。如果想要生存下来，兔子需要进化的和老虎一样强壮，和狼一样尖牙利齿，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生态位选择以后，兔子只需要跑得更快，繁殖得更多一点就好了。这个任务显然更容易达成。所以森林模型与生态位选择，不是让你轻轻松松就可以登上人生巅峰，而是让你离开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功的泥沼。请记住，进化是生物的基调，生态位的选择并不能替代进化的努力。第二个问题，
生态位选择是否意味着越荒芜的地方越好？为了避免竞争，是否应该避开大城市，往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跑呢？当然也不是。实际上，生态位的选择是非常灵活的，并不是简单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假设你开辟了一个新的商业领域，这些新领域在拥挤的大城市也没有竞争者，那么显然你不需要跑到偏远的小地方去，因为商业领域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空间。或者虽然大城市的竞争者很多，但是需求也更多，那么它的生态也没有饱和，不需要去小地方进行规避。比如，尽管在深圳已经有了很多高水平的老师，但由于不断涌入的人，造成了学生对老师的需求更多，那么深圳的教育生态依然可以容纳更多的教育从业者。反过来，即便沙漠地区没有虎狼的威胁，兔子也不能因此去沙漠生存。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未必一定要去北上广深，但穷山恶水、荒无人烟之地肯定不会比北上广深更好。另外，如果你本身就是强者，那么去森林中心与虎狼一争高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了，各位听友，关于森林模型就跟大家分析到这儿了。有哪些经验或者思考，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一同分享。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4节，衍生模型3：池塘模型，如何突破发展的瓶颈。在一个池塘生态中，水草要和藻类争夺养料，浮游生物要避免被小鱼吃掉，小鱼又要躲避大鱼，大鱼之间则要相互竞争食物和繁殖空间，没有谁能够轻松地繁衍生存，所有生物都要激烈的竞争，而他们的竞争最终造就了池塘的生机，这就是池塘模型。池塘模型的本质是平台模型，目前世界上排名前几名的大公司都是平台型的公司，美国的如微软、Facebook、亚马逊等，国内的如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你很容易理解平台型公司的好处。开淘宝店的未必赚钱，但是淘宝平台本身一定赚钱。开淘宝店的未必能够做得很大，但淘宝、阿里巴巴却是全国第1大。一般人很习惯于在别人的平台上活动，但却未考虑或许可以制造一个自己的平台。为什么很多人缺乏平台思维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平台看起来太大了。不论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都是巨无霸级的公司。普通人本能地觉得这么大的体量与自己根本无关，自己完全没有构造平台的能力。但我们要意识到，平台不仅是一个结果，也是一种思维模式。太平洋固然是一个生态，家门口的小池塘也是一个生态。太平洋享受到了万亿生物共同促成的那个大生态，小池塘也可以享受千百小生物繁衍的生机。尽管鲨鱼是大海中才会出现的巨大生物，但我们要意识到，一个普通的小池塘所拥有的生机就超过了一条大鲨鱼，哪怕是一个小池塘，也比大海中的大鱼更厉害。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个游戏主播的案例吗？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中来，并做进一步的延伸。假设你是一名 DOTA 游戏视频主播，你是较早进入该领域的主播之一。由于你的游戏水平很高，所以吸引了几十万粉丝。在经历了卖鼠标、键盘、卖零食等发展后，你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收入。
但一段时间以后，其他主播也开始卖鼠标键盘、零食饮料等，你的产品已经没什么明显创意优势了。更重要的是，不断有新的游戏主播加入竞争，他们有些游戏技术水平比你还略高一些，有些虽然游戏水平不算顶尖，但是个人风格突出，总之是各显神通，吸引了很多的游戏粉丝。整个刀塔游戏观众就那么多，新主播的不断加入，意味着你的粉丝增速会放缓，并最终逐步减少。就在你着急的睡不着觉的每一分每一秒，还在有新的游戏主播不断加入。现在，你该怎么办呢？你或许想，要继续加油，做出更精彩的视频，要更加努力，投入更多时间，更频繁地更新游戏视频，以吸引更多粉丝，或者去继续创新，开发出别人意想不到的新产品。这些或许在短时间内可行吧，但我要给出的答案是，你可以发展成一个刀塔游戏主播的运营平台。新游戏主播在不断加入游戏、增强观众的同时，也面临问题。如何把视频流量变现呢？通过淘宝店的模式进行变现，则意味着需要抽时间去运营店铺、进货、库存、网络店铺装修、人员招聘、客服售后。总之，这是一系列很麻烦的事情。很多个人主播是没有时间、精力与资本去做这些事情的，即他们会选择放弃这种高价值的流量变现方式，而选择接广告等稍次一点的方式赚钱。新主播没有自己的淘宝店，却把你淘宝流量变现的机会给打断了。由于你已经有了淘宝店运营的经验和资源，于是你可以以一个平台身份去找这些新主播，为他们提供整套的淘宝店运营服务，而他们只需要继续做视频，累积粉丝流量就好了。当他们吸引粉丝来，你为他打造的淘宝店购买商品时，你则可以和这些主播进行收入分成，即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拥有了一套高价值的流量变现系统。即便要与你分成，这也是非常划算的事情。这些新主播能够比原来赚取更多的钱，于是他们欣然同意。于是呢，你的盈利方式就发生了变化。先前是靠自己的流量、自己的淘宝店赚钱，现在则增加了其他游戏主播为你带来的收入，即你的个人流量收入保持基本不变，但是却大幅增加了作为平台的收入。原来你是一条大鱼，你要时刻防范其他大鱼、小鱼和你抢食物。现在你选择当一个鱼塘，于是你看着池塘里大大小小的鱼，笑而不语。这个案例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也是普通人可以实现的。实际上，也确实有一个聪明的游戏主播走了这条道路，在格局上完胜其他同行。再造一个淘宝和微信级别的平台需要100亿以上的资金，但是制造一个刀塔游戏主播运营的小平台却比较轻松，但依然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所以我强调，平台不仅是一个结果，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战略选择。不论量级大小，它都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众所周知，大企业需争抢平台位置，而小公司和个人其实也可以利用平台思维。所以这个模型取名为池塘模型，而非平台模型。因为池塘不仅说明了其平台属性，而且还强调了它的小。这也是本书的宗旨，不是为身家万亿的大企业出谋划策，而是给出身平凡、资源匮乏的小个体支招。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再渺小的个人也要有宏大的格局。格局不是个人精神道德的发扬，而是关乎自身切实利益的智慧。再来看一个案例，也是个平凡个体的案例。我的一个朋友是一名高中数学辅导老师，他制作高中数学的在线课程并销售。由于课程质量较好，他的自媒体宣传也不错，所以积累了一批学生粉丝。
学生购买他的课程，这让他取得了不错的收入。但他也遇到了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由于市场上高中数学老师实在太多了，学生们今天看到了他的课觉得很好，明天看到其他数学老师的课也觉得不错，所以他的学生一方面在增长，一方面也在流失。增长速度不够快，以及存量客户的不断流失，让他的发展受限。他的疑问在于，如何取得进一步发展呢？进一步提高课程质量吗？高中数学教育不是顶级科研，做到头了也就那样。高考就那么几个题型，你能比别人讲的好到哪里去呢？高考的特性决定了很多教育机构都是同质化的产品。进一步做好自媒体，扩大营销渠道吗？他不是自媒体营销天才，粉丝增长速度有限，也无法快速提高。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平凡人的案例，不是天才的案例。一个营销天才轻轻松松大获成功的案例，对我们这些凡人并没什么意义。那么他该怎么办呢？现实答案是，他是一个有生态思维能力的人，他懂得利用池塘模型来运作。他自己以较小的成本找人开发了一个 APP， 构建了一个小型教育平台。这个平台的基本思路是，由于语文、数学、英语等不同学科的老师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所以他们可以相互介绍学生资源。于是平台把老师们都分成组，每个组里面只有各个学科的老师各一个。这样对老师来说，自己只需要加入平台，就可以迅速让自己的潜在学生基数翻5到10倍，平台则从中间抽取一点点提成。而我的这位朋友则从一名每天苦恼如何与其他数学老师竞争的普通老师，变成承载其他老师的池塘。现在他看到其他数学老师再也不心烦了，他自己的影响力和收入也有大幅增加。你看，这就是一个没什么资源的普通人，利用池塘模型让自己摆脱了增长乏力、竞争激烈的困境。阿里和腾讯的故事离我们太遥远，而能让平凡人成功的思维模式则让我们受益更多。好了，关于池塘模型，各位听友有哪些经验，有哪些想法需要分享的，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讨论。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在宏观层面上做出更巧妙的战略选择。生态思维告诉你，不要把目光仅聚焦在一个事物上，而要观察思考它的生态，既包括周围的环境，也包括它与周边事物的关系。这一思路的改变常常能让人豁然开朗，大梦初醒。作为这一思路的体现，3个具体的生态思维模型更清晰地展现了如何将生态思维用于我们的人生。尽管这3个模型不是生态思维的全部，但它们依然能够在微观层面上促进我们的换位思维能力，更能够在宏观层面上指导我们做出更巧妙的战略抉择，优化发展路径，最终改变我们的命运。本书的下篇开始讲述更宏大的问题，如何提升思维的格局。对习惯于聚焦眼前事物的大多数人来说，思维格局的提升或许是深度思维方法中更难也更精彩的一部分。作为能够拓宽视野、扩大格局、改变命运的思维方法，将生态思维放在下篇的第1章非常恰当。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生态思维和本书后面几章中的系统思维、
大势思维、兵法思维等的关系。这4种思维方式都旨在提高人的整体格局，是偏向宏观的思维方式。他们从不同侧面描述了这个宏观世界的规律，相互之间有深刻的联系。其中，系统思维是生态思维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性质，所以单列为一章。大势思维和生态思维两者常常一起用，如同思维方法界的神雕侠侣。兵法思维与生态思维亦有莫大的联系。生态思维的几个衍生模型，其原理都可以用兵法思维去理解。总之，希望大家能够把这4种思维方式融会贯通。而下一章我们将进行系统思维的学习。各位听友，如果你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6章，系统思维，在更高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在复杂的情境中，传统的因果关系被颠覆，微观层面的静态分析失效了。你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以更宏观的系统的高度去看待和解决问题。第1节，线性逻辑的局限。为什么有些问题聪明人解决不了？线性逻辑是我们理解世界时比较简便的方法。正如我们在逻辑思维链等章节中看到的，当你学会了这些线性逻辑思维的方法以后，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有很大提升。但这世上也存在一些用常规线性逻辑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很棘手，有时候就连聪明人也无法解决。聪明人之所以被称为聪明，经常是因为他们对一些常规线性逻辑方法掌握得很透彻，不包括更大的智慧。但如果问题本身超越了常规线性逻辑，那么它就会让聪明人也束手无策。企业的运转中有这样的典型案例：一家公司，假设为公司 A， 刚刚更换大股东，新股东对管理层提出了明确的盈利要求。这个要求让管理层压力很大，几个高管聚集一堂，开始为实现目标拟定战略规划。按照传统的逻辑思维与结构化思维，他们开始分解任务。企业的目的在于盈利，而盈利在于增加收入与节约成本。增加收入主要在于研发、销售等部门，而节约成本则人人有份。不过内勤服务部门这种不直接创造收益的部门，它节约成本的任务会更重一些。如果一个内勤服务部门的主管发现员工们有 25% 的时间在偷懒，那么削减 25% 的员工以节约成本，理论上就应该是正确行为。请注意，他并不是一个傻子，他知道不能裁得太多了。比如裁员 50%， 这会让部门无法正常运转。 25% 是一个经过精确数学计算的值，它让剩下的员工能够刚好保持满满的工作量，又不会造成太多额外的负荷。这样的人员安排理论上能节约成本且不会造成问题，或者顶多有一点容易解决的小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部门却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几乎崩溃。为什么呢？另外一个典型问题是个人的职业发展。按理来说，越聪明的人应该发展得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总的来说聪明人发展的比不聪明的人好，但是却并非完全成正比。有一部分比较聪明的人，甚至智力平凡的人，做出了比聪明的人更加优秀的成绩。或许你会给出解释，聪明的人未必会勤奋，
聪明人有时候耽于耍小聪明，聪明的人未必道德品质良好，这些都会影响他的职业发展。但另一个问题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聪明人同时表现出了上述所有优势。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与焦虑下，那些聪明人同样非常勤奋地学习和工作，他们做事儿也非常踏实，并不耽于小聪明耍心机。同时，他们的道德品质也很优秀，诚信而有责任心。这样优秀的员工自然愿意进入最优秀的大企业，而由于他们的优秀，那些热门的大企业也愿意招收他们。如此一来，他们发现自己的同事全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任何发展机会都要经过惨烈的竞争。最终结果是，虽然在大企业里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爬到了最顶端，但是剩下的大量同样非常优秀的人却迟迟得不到机会。因此，反而比不上那些优秀程度次一些，却在中小企业中轻松爬到顶层，甚至自己创业成功的人。这样的案例在地产、金融、电信、能源、互联网等行业中时有发生。这样的困局如何解决呢？难道要主动去那些弱一些的小企业吗？可是别忘了，小企业破产倒闭的概率可比大企业高多了。又或者干脆自己创业？你该知道，创业的失败率高达97%以上。当你跳出一个坑的时候，也许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坑。这些都是常规线性逻辑与我们的经验型思维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按照常规的思考，最优秀的人当然要进入最优秀、福利最好的大企业，但这种合乎逻辑的思考却未必会带来最好的结果。这些不常规的困境让我们感受到逻辑与经验的尴尬之处。我相信你能提出更多类似的问题和案例，或许你自己就正在面临着按照常规线性逻辑思考无法解决问题的困境。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需要你跳出线性逻辑，进入到更加宏大的系统中。各位听友，你目前有这样的困境吗？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分享。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二节，重新认识因果，颠覆线性因果，系统结构才是决定因素。为什么问题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呢？我们先来看内勤部门的案例，看看为什么一个本应合乎逻辑的改革措施，最后陷入了巨大的失败。内勤部门主管的思路以及其他高管的思路是典型的结构化思维方式，通常它应该是有用的，但这一次它出了问题。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是，他忽略了内勤部门和销售部门之间的联系。既然销售部门在拼命扩张销售，那么可以预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内勤部门会迎来更多的客户服务问题。在此时，按照现有业务规模来削减人员，实在是不明智的。这种不明智产生的根源就来自于他没有看到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内勤部门和销售部门的联系看起来不那么紧密，实际上则是通过客户这一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上面的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还有更加深刻的隐藏问题尚未挖掘出来。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销售部并未带来更多新客户，是否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呢？从数学上算，就是不会的。75%的员工数量刚好能应付目前所有的业务。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指标混乱度，
用来表示内勤服务部门中产生的麻烦和混乱程度。在最开始，每个人全力工作刚好完成任务，混乱度是为0的。同时，人是会犯错误的，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也会。这些错误的产生有一定的偶然性，有时候犯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当错误产生的时候，混乱度会略微增长一点。犯下的错误需要人去投入精力修正，形成新的额外的任务量。不过由于内勤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本身素质能力方面并没有问题，他们完全有能力去修正这些错误，而这些由于偶然因素产生的错误也并不会持续发生。所以一段时间后，混乱度理应会重新回到0轴。如此推理，部门内的混乱度总会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今天是1，明天是3，后天是2，大后天变成0，然后再变成2。即这是一个在0轴附近震荡的序列。混乱度接近于0，这个部门有任何问题吗？主管不会这么觉得，但实际上却依然会出问题。由于某个偶然的因素，一些小错误出现了，造成了修正错误的新的任务量。由于所有人都是满负荷运作的，任何新任务的产生都要求员工加班完成，产生新的工作压力。同时，由错误导致的部门被上级批评，也会导致额外的工作压力。到目前为止，这些员工出现的错误和遭受的压力都还小，暂时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当员工受到第一次额外的批评和工作压力之后，他带着那些额外的压力回到工作中，于是产生错误的概率又进一步提高了一点点，并犯下更多的错误，制造更多的额外麻烦。同时这些麻烦也继续受到批评和制造更多的工作负担。现在他们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糟糕了一点。你可能已经看出，这已经构成了一个循环。员工们带着更大的压力继续工作，犯错的概率继续提高，而每一次犯错又带来了额外的工作量，并让整个部门的工作变得更加混乱。所以尽管部门的混乱度在一开始是接近于0的，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之中，混乱度逐渐增大，1、3、7、12、67、100，最终整个内勤服务部门崩溃了。从线性的角度，这是无法理解的。为什么原本为0的混乱度逐步涨到了100呢？当它最开始增长到1的时候，仅仅是一些员工工作的偶然的失误，谁还没有一点失误呢？下次注意一点，这个偶然因素消除以后，不就会回归正常了吗？但动态循环导致系统的初始状态快速变化，实际的混乱度极可能快速发展。我们可以猜想，在此期间，内勤部门经理都思考和做了些什么。一开始，他会认为自己的裁员规划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按照严格的数学和逻辑计算出来的。既然大家原来有 25% 的时间在偷懒，现在减少这些偷懒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公正的。当出现了一点点小的问题后，他会认为这是偶然因素，过一段时间会自然消除。当然，他也会开会提醒大家要认真细心的工作，消除这些错误。等到他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时，他会既困惑又愤怒。他困惑为什么大家的犯错率变高了，效率降低了。于是他严厉批评那些出错的人，以让他们端正态度，又或者进行某种业务能力培训，以提高效率。但这些措施都没有用，并且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上复杂的案例可以用一幅简洁的图形来表示，这张图片我们会放在评论区，大家可以参考。这幅图叫系统动力图，蓝色的箭头意义为产生影响，造成结果，原因，加号表示促进加强，箭头与加一起表示产生加强和促进作用。例如，从实际错误到批评指责的箭头和加号，表示员工们产生的实际错误造成外界对他们的批评指责增加。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幅系统动力图。蓝色线条构成了环，这个环即是上文所说的不断增长的恶性循环。黑色箭头表示的是循环的外部事件。这个循环的外部事件，我们认为它是合理的，不应该造成负面结果。即便由于偶然因素造成了一些小小的负面结果，它也会自然消除。但在这个系统中，偶然的外部扰动会造成系统循环的开始，而这个循环一旦开始并不断恶化后，即便外部扰动停止了，也无法让系统重新恢复平衡，即无法自然终止循环。比如，一开始由一些额外增加的客户引发了蓝色的循环，让员工们的错误变多，效率降低。一段时间后，这些客户流失了，客户数量变得和以前一模一样。那么部门的运作是否能恢复到之前的正常状态呢？有可能也不行，因为现在员工的效率已经比之前更低了。这种复杂的演变不同于一般的线性逻辑和运算，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对因果逻辑的认知需要改变。一般的因果是线性的，先有因后有果。在上面的案例中，裁员 25% 引发了后面的混乱，看起来它就是原因，而后面的混乱是结果了。但是根据数学计算，这个比例很合理， 25% 的裁员并不能构成原因。再者，如果裁员并没有引起问题，而是偶然的客户增加引发了循环的启动，那么客户增加是这一切的原因吗？可是等到客户数减少到原来一样的数值后，问题却依然存在。因不在了，果却还在，这也说不通。难道因是凭空产生的？因是一片虚无？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原因不是哪一个节点，而是整个系统，即不存在的传统的线性的原因。在传统的因果中，逻辑是线性的，是有头有尾的，头部是因，尾部是果。但在系统中，逻辑是一个圆环，无头无尾，在这里没有传统的因果。只要这个系统是这样架构和运作的，那么结果的出现就是大概率事件。那些不构成原因的事件偶然出现，然后又消失，就可以让系统运转起来，然后产生一系列结果。看起来就像是出现了幽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没有原因，直接就出现了结果。上面的案例里，不是原因的原因造成了结果，在其他情境中，有时候还会出现因果互换的情况。在学校里，如果学生成绩不佳，由于领导考核、舆论压力、老师的自我价值等原因，老师的压力就会变大。当学生成绩降低时，老师经常会选择向学生施加更多的压力，因为老师期望的是下列的连锁反应。学生成绩下降，老师呢压力增大，老师之后向学生施压，学生学习动力加强，学生学习时间变长，学生成绩提高，老师压力减小。但对于学生来说，他未必按照上述循环发展。当他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压力以后，他产生负面情绪，进而产生逃避行为，减少了学习的时间，然后又成绩恶化，最终老师的压力增大，然后又导致老师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老师因为感受到压力而采取某种行动，最终却继续导致自己压力增大。对部分处于青春期、成绩不优异、与老师有冲突、感受到巨大压力的学生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在这个系统中，老师会认为，因为学生成绩很差，所以老师们感到很有压力。这在最开始是正确的，但他们可能想不到，一旦这个动力系统运转起来，就又多了一个因果。因为老师们感到有压力，所以学生的成绩更差了。老师的压力与学生的不良成绩，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呢？从全局来看，这是一个系统动力环，这些事件互为因果。好，各位听友，重新认识因果这一节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在生活中，您还有哪些实际应用案例
也欢迎在评论区一同分享。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3节，系统的非常规特性。系统视角下，世界有新的规律。因果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基础。在一个系统中，如果基本的因果关系都被改变了，那么这个系统也一定会有很多其他反直觉的特性。如果我们想拥有应对复杂世界的系统思维能力，就需要了解这些不合常规的特性。1. 注重理解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经常是分解型的、还原型的。这种理解方式假设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只要理解了各个部分，整体也就被理解了。这和我们接受的教育有关。现代教育体系注重分科，而现代科学研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断分解。物体分解成分子，然后分解成原子、质子、夸克。这些分解型的理解方式也被带到了人文世界里。麦肯锡咨询赖以成名的结构化思维和 MECE 相互独立、完全穷尽就是分解的典型。系统思维则要求我们时常留意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认为系统并不等于部分之和。分解型的思维在某些场合下是有效的，它让事物得到简化，但有时候它简化的过度了，于是结论失真，方法失效。有些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一旦把这些联系切割开来，系统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比如，一只猫可以跳60厘米高，你把它切割成2半，每一半并不能跳30厘米高。再比如，内勤服务部门的案例中，公司的总盈利目标被分解为增加收入和减少成本。销售部的任务是增加收入，内勤服务部的任务是减少成本。但内勤服务和销售之间其实有某种联系，并不能这样简单分割。2. 部分与整体的差距可以是数量，也可以是性质。既然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那么其中的差距是什么呢？答案是可以表现为数量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性质差距。假设一个营的士兵战斗力为500，那么2个营的战斗力有多少呢？是1000吗？如果这2个营，一个在非洲，一个在亚洲，相互之间无法联系，那么也许500加500就等于1000。但如果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数值的总和就会有变化。也许他们有精彩的战术配合，能够表现出1200的战斗力。也许他们相互竞争、勾心斗角，战斗力下降为700。篮球、足球等团体游戏中，这种效应尤其明显。大牌明星聚集一堆，也未必能够赢得冠军。有时候连性质都会发生变化。被分割开的猫只是几个血淋淋的肉块，而完整的猫却是能跳能叫的可爱的宠物。3. 系统思维是动态的。静态的事物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但动态的系统才是世界频繁展现出的样貌。还是来看内勤服务部的案例。根据部门主管的测算，削减25%的人员是不会造成问题的，或者只会有一些无关轻重的小问题。这种预估就是静态的思维，也是我们很容易根据基础算术得到的结论。但动态的系统会改变这个结果，经过一次次的循环，第1轮、第2轮、第 N 轮，微小的效果会逐步放大成大灾难。第4，
系统思维中的因果是循环的、模糊的。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的，相互关联的动态变化的系统中，因果会变得模糊。一个简单的循环系统 A 到 B 到 C 到 A 到 B 到 C 到 A， 就可以让因果混乱。 A 是 B 之因， B 是 C 之因， C 是 A 之因，所以 A 成了 A 之因，所以 B 也是 A 之因。又或者并不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上述特点在前面几节中已经详细提到，这里不再赘述。但我想补充一点，系统思维的更高视角不仅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也会带来巨大的世界观冲击，道德、责任、意义等概念都会发生变化。你会意识到，人类目前的道德观还有很大的争论与改进空间。当我们站到系统的高度上，熟悉的特性、因果都被颠覆了，我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要变化。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呢？在下一集当中跟各位继续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4节，从更宏观的角度解决问题，利用系统思维做出大胆的反常的决定。现在我们已经理解了，在特定的系统构架下，既可以无原因的凭空产生结果，也可以因果互换和循环。那么，对于复杂的因果产生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呢？答案是改变系统构架。在系统动力图中有一系列的节点和箭头，箭头代表了系统内部的能量流向，这些节点和流向就是系统的基础构架。只要节点和能量的流向不变，系统就不会改变，结果就不会改变。为了改变结果，我们要改变这些节点和流向。首先要区分节点和流向是否能够改变。例如在内勤部门的案例中，从工作压力到错误率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工作压力必然提高错误率，所以不用管它。从错误率到实际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用管。还有从减少人员到工作压力，从客户增长到工作压力，从批评指责到工作压力，从实际错误到额外任务，也都是不可避免的。剩下的一些节点流向则是可以控制的。例如，从实际错误到批评指责，部门主管可以选择不对员工进行严厉的批评，这个流向就改变了。从额外任务到工作压力也有调整的空间，比如可以请一些临时工作人员等。另外，减少人员这个点也是可以调整的。部门主管可以从一开始就不减少人员，或者不要减少那么多。为什么减少人员这个节点可以调整，而其他的节点就不能调整呢？诸如工作压力、错误率、实际错误等。因为减少人员这个点是悬浮的，它的上游没有一个东西去必然性的推动它，而其他的点上游都有一个推动力，这就造成了结果的必然性。就像你处于人群当中，当后面的大量人群在推着你的时候，你会不得不跟着向前走。当然，还有一个悬浮的点，合理的客户增长。既然是悬浮的点，当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过客户增长实在是太诱人了，一般我们选择不去改变它。但我们也会听说一些优秀的企业家这样分享经验。有时候我会故意放慢增长的速度，因为慢就是快。这个玄奥的说法背后其实有系统思维的运作。接着就去改变那些可以变化的流向和点。在减少人员这个点上，内勤部门主管可以在最开始就选择不要减少人员，或者不要减少那么多。
你留出了一部分额外工作力，就为系统提供了缓冲空间，不会因为一点偶然的扰动就启动了整个系统的恶性循环。从实际错误到批评指责，这个流向也是可以改变的。在意识到系统的问题后，主管应该忍住发脾气的冲动，甚至应该主动去安抚、宽慰员工，减轻他们的压力。这当然要求主管有更高的修养，但这是必要的道德，更是必要的基于系统思维的智慧。从额外任务到工作压力，主管也可以选择打破这个流向。在出现了额外的任务后，主管可以临时去其他部门借调几个员工过来，或者招聘一些临时工人，对这个流向进行拦截后，工作压力会减小，同时也为修改系统的其他部分争取了时间。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处理，即工作压力这个点。尽管在上述系统中，工作压力被其他要素推动着，但你可以从系统外部去引入新的要素来解决问题。比如，部门主管可以选择为员工预定一些减压按摩上门服务，当然是很正规的那种啊，不是公安部门明令禁止的那种。这是一个真实有效的方法，有些公司的老板就真的这么做了。他们预定专业的按摩人士来到公司，轮流为员工们按摩放松。但乍一看，这个逻辑非常奇怪。因为员工们表现得很差，工作效率低，犯了很多错误，所以主管要为他们提供一种福利，免费减压按摩。员工表现得太差了，所以要为他们提供一些福利。在线性逻辑下，这是不可想象的、荒谬的。但在系统思维下，它确实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巧妙办法。为了解决问题，你需要做出很多像这样的充满智慧并且大胆的决定。总的来说，利用系统思维来解决问题，主要有以下步骤。第一步，绘制系统动力图。哪个因素推动了哪个因素，是增加还是减少？哪些节点和流向构成了循环？这是个起到无限强化结果的正反馈循环，还是个起到平衡制约作用的负反馈循环？关于系统动力图的更多绘制技巧和技术细节，可以关注公众号“人生策略师”，回复“系统动力图”来查看。第二步，识别那些可以调整的节点和流向。一般来说，涉及人的价值观、信念、思维方式和情绪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尽管有时候也很难。比如犯错要受到批评是一种信念，它是可以改变的，而生理性、物理性的规律则不容易改变。比如疲劳的大脑容易犯错，老化的机器一定效率低。第三步，改变那些可以调整的节点和流向。那些制造问题、让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循环，你应该坚决打断它，而关键节点和流向的改变是重要的手段。正如第二步中提到的，这种能改变的东西往往与信念、情绪、思维方式有关，而人们一般又倾向于固守自己的信念和思维。但如果你想要登上更高的层面，你就需要打开自己的大脑，塑造一个开放的心智，敢于并习惯于承认自己的局限与错误，然后做出与众不同的决定。好了，各位听友，关于从更宏观的角度解决问题，你有哪些自己的感想或实际应用案例，也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5节，良性循环是怎样构建出来的？设计系统结构，做一只无形的大手。之前的几个案例都是负面的系统运作带来问题的案例，那么有没有正面的案例呢？当然有。
系统循环不只会带来问题，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当企业获得初始的投资以后，它产出了产品，销售给客户，得到了一定资金，接着要把资金用于产品研发改良，于是更多的客户购买产品，于是得到了更多的资金，再接着更多的研发投入更好的产品。如此循环下去，基本上所有发展良好的企业都拥有这个循环。这是个简化模型，因为资金不仅能促进研发投入，还能促进销售渠道开发、后勤保障等，所以真实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原理是类似的。如何构建这个良性循环呢？首先是要对这个循环系统的架构很熟悉。在上述案例中，架构比较简单，也符合人们的认知，所以在大脑中把它构建起来并不难。但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它的价值和重要性，并克服一些弱点。当这个良性循环出现后，大家应该珍惜它，因为每经过一次循环，它的威力就会加强一点。尽管最初的几轮可能并不那么明显，但它会逐渐变得如同高山大海一般令人震撼。我们需要抵制一种冲动，就是把销售获得的资金立刻用于分红享用，挥霍于豪车豪宅间。这种做法在中前期非常有诱惑力，因为中前期的系统威力尚未体现出来，给人一种即便投入研发改进也不会有太大的利益的感觉。我们要以冷静的系统思维去克制与平息这样的冲动。我有一个开设培训机构的朋友，以很少的资金起步，在短短3年时间做到了1000万级别的收入，而且还是在一个3线小城市。他很理解上述的循环带来的威力，并不急于把收入兑现以提高自己的私人生活水平。他说，这几年赚了不少钱，但我的个人物质生活并没有明显提高，几乎所有钱都用于再投资了。可是我根本不着急，因为后期的回报会更大。有一个观念十分危险，有些人心想，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不需要让业务无限增长。等到它发展到一个还可以的水平后，就保持在那里吧，可以享受生活了。这种想法忘记了你的竞争对手很有可能就在使用这种越来越强的动力循环，以巨大的加速度发展着。当你自己应用这个加速循环的时候，你容易低估自己的未来前景。当你考虑竞争对手的时候，你容易低估他们在未来会对你造成的压力。总之，人类是短视的动物，容易低估事物的远期威力。总结一下，为自己构造一个良性循环，需要经历2个步骤。第一步，在大脑中规划出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你可以在纸上画一幅系统动力图，认真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哪些因素，哪几个因素之间能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不断增强的循环系统。第二步，按照规划去一步步地执行这个系统。在这一步你要注意，由于系统的特性，系统常常远远大于部分之和，所以在你完全构建好这个系统并循环几次之前，这个系统的威力是暂时不会体现出来的。由于一段时间得不到反馈，你很容易在这个阶段放弃努力，或者以牺牲未来更加猛烈的发展为代价，过早地享受了劳动成果。要知道，现在多享受1分，未来就减少了10分、100分。设计一个良性循环，然后去执行，这2个步骤并不复杂。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如何为自己构造出一个职业成长方面的动力十足的良性循环系统呢？首先，我们为自己规划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之道。我们在上班之余努力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和思维能力，一段时间后，这会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进而做出更好的工作成绩。这些工作成绩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金钱，如加薪、项目提成等。这些钱会对我们构成正面激励，让我们有更大的学习动力，去继续学习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然后继续这一良性循环。然后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划去实践。实践的时候会遇到2个问题。第一，是从业余时间努力学习到工作能力增强，再到做出工作成绩，需要一定的时间。一部分人没有这个毅力坚持下来，早早就放弃了。对于这类人，你需要认识到未来可以有多么美好，也需要对自己对正反馈的威力保持信心。但更多的人会遇到第2个问题，当你赚到更多的钱以后，不仅会增加学习的动力，也会增加享受的欲望，这是人的天性。同时，工作产生的疲惫也会让你不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因此，很多人不能把这个循环无限地坚持下去，可能只开动了1、2次之后就停歇了。你看，实际情况比理论要复杂和困难一些，画出来的系统动力图也不一样。它是个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即无限增强的环。但实际情况还会出现3号环，这是个负反馈环，即起到平衡作用的循环。它不允许你无限增强，努力学习产生的疲劳会让你不想继续努力下去。这个图我们会放在评论区供大家参考。另外一个关键点在于2号环是什么环，它对我们的努力学习产生了什么影响。注意，2号环是那个将1号环包括进去的大环，它的路径如下：业余时间努力学习，到工作能力，到工作成绩，到更多的钱，到享受的欲望，到业余时间努力学习。一般来说，它会产生负面影响。当你赚到了更多的钱以后，你产生享受的欲望，去逛街购买了一大堆不实用的东西，或者觉得不用太努力了，可以去打个通宵游戏，看个通宵电影等。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享受的欲望导致的享受的行为就会减少你下一次的努力学习，形成一个负反馈循环。很多人感叹，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啊！这也是大部分人的常态。一个正反馈循环拖着2个负反馈循环，增长乏力，人生无比艰难。有人把这种状态总结为间歇性宏图大志，持续性混吃等死。但问题是否就无解了呢？这种情况只能死拼意志力了，就是要强行忍住坚持住。其实未必，意志力强当然是好事儿，但系统思维的智慧给我们新的力量。我们注意到，在评论区这张图中，从享受的欲望到业余时间努力学习，箭头旁边是一个问号，它未必一定造成削减的结果。当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以后，你产生了不可抗拒的享受的欲望，但享受的方式却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选择疯狂购物、通宵打游戏，或者出去喝酒狂欢到半夜，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那就产生了一个负反馈，打断了原来的良性循环。但你也可以选择享受一下，去做一个疗程的按摩。再强调一次，是正规的那种。专业的按摩师可以消除你的压力，让你身心放松，这绝对是一种享受。它的价格可能有点贵，比如一个疗程几次按摩要几百上千元，是你平时舍不得花的钱。但是既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赚了更多的钱，你就可以这样享受一把。当你享受完了以后，疲劳也降低了，于是又可以投入到努力学习成长中去了。现在你发现上面的循环已经变了，2号环稍微更换了一点流向，并从一个负反馈循环变成了正反馈循环。于是情况变成了2个正反馈循环对抗1个负反馈循环，你前进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甚至还比以前更加轻松了。现在你应该可以理解了，那些最优秀的人未必活得很辛苦，他们可以既勤奋努力又轻松愉快。这样巧妙的操作还有很多。为了学习，你可能会去外地参加培训，培训费用已经不便宜了。那些资金不充裕的人会选择在交通和住宿上节省一点。但经过之前的努力，赚取了更多的钱以后，你可以选择下一次参加学习的时候住更舒适的酒店，或者换个高铁软座、飞机头等舱来使旅途更舒服，
这也是一种奢侈享受。但是它能减少你的旅行疲劳，让你学习得更好。面对难以抵制的享受欲望，你总要找个途径发泄出去。如果你为自己买了一个昂贵的辅助睡眠的装置，或者购置了几款提高效率的工作软件，那么你给一个白痴游戏充值1000元钱的冲动就会减小。对于享受的欲望来说，前者与后者区别不大，但前者能使你维持不断成长的良性循环，而后者则会拖累你，让你停滞不前。比别人发展得更好，还享受得更多，这就是系统思维的智慧。各位听友，别忘了为自己设计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也欢迎您在评论区与我们共同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颠覆线性因果，系统结构带来反常规的智慧。本章讲述了系统思维，它原本是生态思维的一种特殊情况，但由于有更复杂的运行逻辑，无法被合并到生态思维一章中，故单列出来详细讲解。系统思维如生态思维一样，强调事物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但比生态思维更加复杂。它颠覆了传统的线性因果关系，形成了新的系统特性。在系统思维当中，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某个短线条的因果，而是整体的系统结构。这种超越常规逻辑的特性是深度思维中较难理解的部分，但又是极为有用的部分。一方面，它能够找到一些问题的复杂成因，在更高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它又能以精深的智慧评估形势，以大胆反常的行为开创局面。它将我们的格局和境界带到高远的地方，如同云端之神俯视大地。它也平静地向我们指出，人类对思维、道德、意义等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下一集我们将进入到大势思维的学习当中。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今天我们将分享的是逻辑思维链的第2节内容：5外思考法，如何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找问题的原因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常用的技能之一，作用巨大，但是找问题的原因并不那么简单。面对同一个问题，有些人能够找到深层原因，有些人只能找到浅层原因，甚至是错误的、无用的原因。很多时候，这是深度思考能力的差别，也就是逻辑思维链条长短的差别。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逻辑思维链条都太短了，短常常意味着肤浅，找不到问题的根本原因。那么，如何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呢？这里向大家推荐一种简单易用的方法——5外法。那么，什么是5外思考法呢？这个 why 是 WHY 为什么的意思。5外法是指对一个问题连续多次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这里要注意，虽然叫做5外法，但并不一定是问5次 why， 而是要根据情况灵活调整。为了更直观地去介绍5外法，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案例。其实第1节中甲乙公司老板的案例就是5外法的应用案例。这里再举一个典型案例。一个博物馆的东边外墙面上有非常严重的腐蚀，需要经常涂刷新的油漆。这一天，博物馆的主管发现墙面又腐蚀得很严重了，现在他需要决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也许部分人的第一直觉是，
那就再喷刷一次油漆呗。可是这个答案显然太肤浅了。有一些思维能力的你可能会说，显然需要找出原因，为什么东边的外墙面腐蚀很严重？经过调查以后，你发现原来博物馆的清洁人员在洗墙的时候用了一种高腐蚀度的清洁剂，这才导致了墙面的腐蚀。所以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在喷刷修补了这一次的墙面以后，要求清洁人员下次清洗墙面时换用低腐蚀度的清洁剂。你看，经过思考，你做出的决定就比直接刷油漆要强多了。可是根据五外法，事情并不能就这么结束了，你还要继续追问，为什么这个清洁工要用高腐蚀度的清洁剂呢？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因为东边的墙上经常有很多鸟粪粘着，用一般的清洁剂洗不干净。现在你肯定已经知道了，还要继续追问，为什么东边的墙上有很多鸟粪呢？调查发现，原来是因为墙上有很多蜘蛛，而这些鸟以蜘蛛为食，所以经常在墙附近活动。那么为什么墙上有很多蜘蛛呢？因为墙上有很多小虫子，而蜘蛛以这些小虫子为食。为什么墙上有很多小虫子呢？因为东面墙上有几扇窗子，晚上博物馆里的光会从这里透出去，而这些趋光性很强的虫子就被光吸引过来了。所以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在窗户那里安装遮光性很强的厚窗帘，每天太阳落山之前拉上窗帘，这样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五外思考法有什么作用呢？如我们只进行常规思考、浅度思考，那么面对墙面腐蚀的问题，我们可能仅仅是再次喷刷修补一遍，然后过不了多久墙面再次腐蚀，如此周而复始，无限循环。又或者要求清洁工换成低腐蚀度的清洁剂，然后墙面永远都很脏，严重影响美观，由此减少了博物馆的游客数量。但是在五外思考法的引导下，我们一步步地找到了问题的最底层原因，进而改变了处理方法。从仅仅再喷刷修补一遍墙面，变成了安装厚窗帘。这个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问题，省下了未来的无数人力、物力和资金。从喷刷修补墙面到安装厚窗帘，解决方案的跨度之大，如果没有五外法的引导，是很难思考到的。设想以下的回答：如何解决外墙腐蚀的问题？安装窗帘。这个问答看起来多么跳跃和奇怪，五外法的价值就有多大。那么如何应用五外思考法呢？也许上面的案例以及第一节中的案例你能够轻松地看懂，但这并不代表你已经完全掌握了五外思考法。在应用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几个要点。第一个，到底要问几个 why 呢？当五外思考法在丰田汽车诞生时，丰田很明确地要求面对问题至少要问5个 why， 这便是五外思考法名字的来由，也体现了日本人的严谨和工匠精神。但是我们寻找原因的时候，一定就卡死在5这个数字上吗？到底要问几个 why 才合适呢？当然未必是5个，而是要根据情况灵活调整，也许是4个或者更少，也许是6个、8个或者更多。总之得是一个合适的数字。追问的少了，思维就不深刻了；追问的太多，就无穷无尽了。可能每个问题都要追问成物质的起源、生命的意义等不可回答的终极问题了。那么，如何确定这个合适的数字呢？确定数字的原则是不断追问下去，直到问题变得没有意义为止。在博物馆墙面腐蚀的案例中，最后一个问题和对应的答案是为什么墙上有很多虫子，和因为晚上博物馆里的光从窗户透出去，而昆虫有趋光性。如果你继续追问下去，那么只能提出以下问题了：为什么墙上要开窗户？这不是明摆着吗？换气啊，透光啊。接着问，那为什么要换气呢？人为什么要呼吸呢？为什么人的眼睛要有光才能看见呢？
你发现这样接着问下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又或者针对昆虫有趋光性，你这样继续问下去，为什么昆虫有趋光性呢？得了，只能找生物学家去解释了，可能要牵扯出一大堆和进化论、基因等有关的知识。可是这跟博物馆解决墙面腐蚀问题完全没有关系啊。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对生物学家、昆虫学家倒是有意义的。综合起来看，如果面对一个答案，无论你怎样继续追问为什么，提出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你就可以停下来了。这就是5外思考法的追问原则。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7章：大势思维，与天地同力的思维方式。与宏大的趋势相比，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借助趋势的力量，才能在人生中乘风破浪。如何识别趋势并站在趋势之中，是每个想要成就自己的人所要学习的重要课题。第1节，时来天地皆同力，借助趋势还是被趋势吞没？古代诗人罗隐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小米创始人雷军说：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荀子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伟大的人需要借助外物的力量，而最强有力的莫过于趋势的力量。在时代的巨轮面前，抵抗者往往沦为尘埃，在趋势的浪潮之上，平凡者也能一步登天。如果你翻阅中国的富豪排名，会发现非常显著的时代特征。20年前，中国的富豪大部分都是搞能源矿产的，煤矿、铁矿等。10年前，中国的富豪大部分是经营房地产的。现在，中国的富豪大部分是做互联网的。我们还可以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富豪可能都是发展人工智能的。对于中国目前的顶级互联网企业，你去看一看他们的成立时间，也能发现很明显的时代特征。网易是1997年成立的，腾讯、京东、新浪是1998年成立的，阿里巴巴、携程是1999年成立的，百度、搜狐是2000年成立的。这么多伟大的互联网企业就密集扎堆在了这短短2-3年里，而在2010到2012年这几个区间内，又密集扎堆了小米、美团、今日头条、滴滴等顶级企业。为什么顶级企业不是均匀分散在各个年份，而要在特殊的时间区域内扎堆呢？因为这个区域恰好是某个大趋势的起点。1997到2000年左右是中国互联网的起点，2010到2012年左右则是移动互联网的起点。在宏大的趋势之中，才有伟大的企业。对于已经站上风口浪尖的人物和企业，我们容易放大他们的个体能力，而忽视他们双脚站立其上的趋势。时至今日，阿里巴巴已经是中国的顶级企业，进入阿里巴巴的也都是顶级人才。但10几20年前阿里巴巴刚成立的时候，国内的顶级计算机人才根本不屑于进入这样的小公司，都去了微软、谷歌等当时的巨头公司。阿里巴巴只能纠集一帮无法进入顶级公司的次级人才创业。可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依然一步步走上了浪尖。这难道是由于最初那些无法进入大公司的创始团队恰好特别伟大吗？显然，真正伟大的力量是时代的趋势。企业如此，个人也是一样。1984年左右，一个北京人看到中国的落后与国外的繁荣，
以30万元人民币卖掉了一套四合院，凑得30万元出国去欧洲辛苦打拼创业。30年后，这个北京人积累了大约100万欧元，大约78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回国一看，当年的四合院已经售价1个亿了。这个特定的个案未必是真实的，但类似的真实案例你肯定听说过很多。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人开始流行去美国读书发展。那时出国不容易，去美国尤其难，只有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顶级优秀人才才能出得去。那些不太优秀、没资格去美国的人，只好留在北京、上海本地发展。闲着没事干，只能买房子玩了。反正当年的房子很便宜，于是1套、2套、3套、4套。你也知道上海、北京的房价现在怎么样了。其他不谈，仅以个人资产的角度去看，似乎命运与某些聪明人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这并不是劝你去投资房地产，只是说明趋势的力量。一位早年清华毕业的优秀人才进入一家钢铁厂，从中低层职位干起，吃苦耐劳，一步步走向中高层管理岗。经过20年的磨练，最终成为钢铁厂的一把手。上万人被他管理得有条不紊，几十个部门和10几条生产线也都层次分明。其个人素质、能力和努力程度都算是人中龙凤。然而，现在这个钢铁厂每年都处在亏损的边缘。他作为亏损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一年也不过30-50万收入。一名浙江的高中辍学者无所事事混迹社会，为了混口饭吃，把当地服装企业的尾货拿到网上去卖，结果不足10年就搞出了一个几千万营业额的淘宝店，年净利润接近1000万。无论是努力程度、智力水平、社会影响力还是人脉资源，他都与几十年前的老清华毕业生相差甚远，但是他却过得更加滋润。趋势的一个妙处在于，每个人都在某个趋势中，每个人的命运都随着趋势上下起伏，翩翩起舞，想逃也逃不掉，想避也避不开。就像大海中的鱼虾，难免被海浪席卷，被洋流推动。鱼必须学会如何与潮流打交道，这不是他可以从容选择的升华修养，而是必修的生死存亡之道。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趋势的力量面前，个人太过渺小。夸张一点说，顺趋势者生，逆趋势者死，识趋势者智，不识趋势者愚。所以我们常常听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你选择了一条趋势所向的道路，你成就自己与事业的概率就会提高很多。如果你准备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让自己发展得更加顺利，就像是天地与你同力，冥冥中宛如神助那样，那么你应该努力学习一下这种思维方式，大势思维。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2节，抓住趋势的本质。发现趋势不是瞎猜，是掌握规律。既然顺应趋势与趋势共舞这么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发现趋势呢？要想发现趋势，我们首先要明确知道什么是趋势。字面的解释是，趋势就是事物发展的动向。不过这个解释容易给人一个误解，好像发现趋势就是预测未来。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那就很麻烦了，有点玄学的意思。在股市里面，经常有很多预测大师，一会儿说这个股票明天要涨停，一会儿说大盘未来几个月要连续上涨。那些听信了大师预测的人会哭着告诉你，这样的预测多么不靠谱。然而有些对未来的预测看起来又是很准确的。比如2000年初就有人预测
未来是互联网的世界，传统社会的一切都会被互联网颠覆。这个预测今天已经实现了，它是正确的。今天我们也能够预测，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人工智能的世界，这个预测也基本上是不会错的。那么发展趋势是否等于预测未来呢？为什么有些预测是可行的，有些预测就是瞎扯？那些瞎扯的预测和合理的发展趋势有什么区别呢？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趋势的本质，而看到事物在往某个方向发展只是现象。在这里，我先给出对于趋势的本质性定义。趋势是因为某种内在规律而导致未来的大概率或者必然走向。在上面的定义中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内在规律。这个词是趋势的核心，也是让趋势区别于一般预测的关键点。预测也许是瞎猜的，只有那些基于某些深刻规律的未来走向预测才能称为趋势。根据这个定律，你可以把趋势和另外一个相近的概念进行区分，风口。雷军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自此以后，风口这个概念就火起来了。所谓风口，就是指非常火热，有很多人争抢的东西。风口看上去很像是某种趋势，而且还往往很强烈。但风口和趋势是有区别的。可以说，趋势必然会造出风口，但风口未必是趋势。其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背后有没有什么内在规律。有些风口的形成背后是没有什么强烈规律的，只不过是部分人的一时兴起和盲目跟风。餐饮行业曾经出现过2个风口，第一个是在线订餐，即网上叫外卖；第二个是生态餐厅。什么叫生态餐厅呢？就是说，餐厅不要在都市里搞得方方正正的很现代化，要在自然风景很好的地方做，或者要制造出秀丽的风景，显得楼阁亭台流水假山的很有情调，甚至还能亲手种一些菜，体验一下浇水采摘的感觉。第一个风口大家都知道，最后做成了，出现了美团、饿了么等巨头企业。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第二个风口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因为它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彻底。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很简单，因为第一个风口背后是有逻辑、有规律的，那就是为顾客提供便利。偷懒的人可以不出门吃饭，手机上点几下就能避免吃饭路上花费的10几20分钟时间。碰到下雨下雪或者高温就更划算了，毕竟待在家里总比出去淋雨好。但生态餐厅这个风口背后有什么规律吗？你很难找到。我们吃饭要求的是更干净卫生，味道更好，价格更实惠。这些最本质的东西，生态餐厅都没有设计。至于就餐环境，一般餐厅现代化设计也很好啊，何必非要流水假山呢？所以，这种缺乏规律支撑的风口很快就消散了，再也不被人记起。当然，追风口投资亏损几十几百万的人可能会记得一辈子。趋势一定要有规律和逻辑支撑，否则就不叫趋势。比如时装潮流不是趋势，因为时装的流行很难找到稳定的规律与逻辑。某个歌星穿了件特别的裙子，于是这个款式的裙子一下就火了。第二天，这个歌星爆出一个丑闻，于是这个款式的裙子一下子又熄火了。这都是偶然事件。今天出来一个当红小鲜肉，明天又会出来一个俏皮美少女，这也不是趋势。但这并不是说娱乐行业就没有趋势了，当然也有，只要有规律就行。比如电影是娱乐行业的典型，判断一部电影会不会火，电影投资人要不要投资，就有一定规律可循。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2》创造了中国目前的历史最高票房。但是在拍摄之前，很多投资人并不能预知这一结果。
吴京这个人虽然很能干，但毕竟之前没有特别好的票房业绩表现，所以很多投资人犹犹豫豫，不知道这个电影能不能火，有的最终没有投资。等到票房出来以后，超过50亿元，这些人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实际上，《战狼2》的成功并不难预测，因为背后的规律很深刻，也不难看出来。随着这几年中国实力不断增强，欧洲和日本诸国的实力不断衰退，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格局必然是中美争雄，甚至很多人预测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1。从落后挨打100年到逐步登顶世界最强国，中国人在经历民族自信心复苏，这种自豪感溢于言表，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所以《战狼2》这部凸显中国实力、宣扬爱国情怀的电影，非常契合整个社会的情绪趋势，很容易大热。那么，如果几年后吴京再按照类似的套路拍摄《战狼3》，效果会怎么样呢？市场不断变化，曾经管用的套路以后还会继续管用吗？我的判断是，还会继续有效。只要影片本身质量好，虽然未必能称霸票房，但也不会差。为什么能做这样肯定的判断呢？因为刚才说的趋势还在。中国逐步登顶世界的趋势还在进行中，持续的时间会很长，会有至少几十年的历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希望能够有宣扬国家实力的电影，因为民众批评国家、富人向海外转移资产、学术精英移民国外等事情让政府很心烦。民众也希望看到赞美国家实力的作品，因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还在不断膨胀当中，还需要情绪宣泄。两股强大的力量共同决定了，这种主旋律电影依然会很有市场，直到类似作品泛滥，民众的情绪转变。就在本书出版编辑的过程当中，上述判断已经被验证了。另一部反映国家实力与民族自信心的电影《红海行动》票房超过35亿，成为仅次于《战狼2》的中国历史第2高票房纪录。各位听友，您认为在未来还有哪些拥有内在规律的趋势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3节，能够创造趋势的强大规律，这些规律能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了，趋势不是看起来很火很热闹的风潮，而是有某个强大规律支撑的趋向。但是显而易见，并非每个规律都能塑造趋势，只有一部分才行。那么是哪一部分呢？一个基本的判断准则是，越是强大深刻的规律，就越能造就宏大的确定性的趋势。由此，如何发现趋势就变成了2个问题：一，有哪些常见的强大深刻的规律？2，如何发现那些强大深刻的规律？这2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假如能够完美回答这2个问题，那恐怕就成为人类史上数1数2的伟大人物了。受限于自己的学识与经验，我只能在这里初步提出一些我观察到的能够创造趋势的宏大规律给大家参考。第一个，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选自新约马太福音。富裕者容易赚到更多的钱，贫穷的人则倾向于一直贫穷下去。有一定名气的人很可能会更加出名，默默无名的人则容易一直沉默。道德经中也提到，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总之，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有些时候，
在同一个事物身上会出现不同规律的冲突，就像有两个人从不同方向推一个物体。这个时候，知道有两个人在推箱子没有太大意义，你得知道哪一个人的力量更大才行。当两个相互冲突的规律在推动同一个事物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哪一个规律更强大。马太效应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往往比其他规律更加强大。当它和其他规律起冲突的时候，往往能够覆盖推翻其他规律。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几年之前，有些大师预言，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会向大城市凋落、小城镇发展的方向进行。为什么呢？他们给出了几个看起来非常有道理的理由。第一，大城市有严重的大城市病，空气污浊，自然风光差，交通拥挤，房价昂贵，竞争激烈等，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的生理、心理疾病，这导致很多人都讨厌在大城市生活。第二，随着淘宝等网站和配套物流的发展，小城市也可以买到多种多样的商品了，丝毫不亚于大城市。第三，随着高铁和航空的发展，小城市也不用担心出行不便了，大城市的远程交通优势逐步丧失。第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小城市也能够快速获得大量信息了，与大城市相比完全没有劣势。第五，由于交友是网络化、社区化的，日常沟通用网络进行即可，每年进行定期定点聚会，所以交友也不必局限于身边的人，小城市与大城市没有区别。基于以上种种理由，他们推断，大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少，房价也会随之暴跌，而很多环境优美的小城镇则会逐步繁荣起来。这些理由看起来都很有道理啊，每一条似乎都非常正确，尤其当这些理由出自某些大师之口的时候，人们就更加容易相信了。于是有些人纷纷卖掉北京、深圳等地的房子，搬去小城市发展了。这些事情大概发生在2013年左右。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从2014年到2016年，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房价不但没有跌，反而又暴涨了1倍。大城市的房产持有者经历了一轮罕见的资产暴增，涌现出大批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那些听信大师的预测，早早卖掉一线城市核心房产的人，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大约只能安慰自己，大师说了，要心平气和，不要贪婪。不仅房价短期暴涨，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大师们对于大城市人口流向的预测，从长期来看也是完全错误的。1、2线城市将会保持持续的人口涌入，除非政策限制，甚至发展成大型、超大型城市群，比如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总之，农村和小城镇大概率会持续凋零，而核心城市总体上则会越来越繁荣。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师们说的那些理由，不是看起来很有道理吗？是的，每一条理由都是正确的。淘宝确实让小城市购物更方便，互联网也确实让小城市的人可以接触前沿信息。但是所有这些理由的力量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规律的力量更强大——马太效应。所以我在写马太效应的时候，我希望做的不是告诉读者存在一个叫马太效应的东西，而是要强调它的力量非常强大，它能够覆盖很多其他的规律。世界上有太多的规律，你不要以为马太效应是其中普通的一个，它是规律中的规律，强者中的强者。马太效应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它的力度大，还表现在它的覆盖范围很广。除了城市发展外，在社会的很多领域也是如此，如知识积累、财富增长、职业发展等。根据马太效应，我们能够部分地判断未来，并以此指导当下的选择。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马太效应与知识积累。根据马太效应，已经拥有更多知识的人，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拥有更多的知识。
即与知识欠佳的人相比，知识丰富者的知识优势会持续扩大，不是减小，也不是保持不变，而是扩大。这个推论显然与我们的事实相符合。在一个高中班级里，成绩好的那部分掌握的知识比成绩较差者多，但差距也不是很大。不过，成绩较好者会继续上大学，而成绩较差的人可能就直接辍学打工了。于是后面的人生中，两者的知识差距不断加大。另外，马太效应也得到了来自脑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支持。新知识的学习与头脑中已经储存的旧知识有关，已经储存的知识越多，学习新知识就越容易，新知识的储存比率也就越高。所以，原有知识越丰富的人，由于更高的学习效率，即便是学习同样的内容，也会比知识匮乏者学得更快，从而扩大知识优势。更不用说知识带来了成就感，提高了学习动力，学习动力又影响了你未来是否愿意继续学习。那么，知识积累领域马太效应有什么应用呢？首先，它会影响我们个人的学习决策。当别人在聚会狂欢、看电影、玩游戏的时候，你是否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提升自己呢？一方面是成长的愿望，一方面是放纵的本能，你的内心一定会忍不住做个对比决策。如果我牺牲娱乐来学习，会有多少收获呢？今天不去聚会，省下时间看书，能学到多少东西呢？不幸的是，最开始的时候，知识增长速度通常是很慢的。如果不明白知识的马太效应，你会忍不住想，就算认真学习，也学不到多少东西，这个收益太小，不足以抵消我的付出。于是你会倾向于放弃学习，享受狂欢。但如果明白了马太效应，你的收益付出就有变化了。知识累积随着时间增长不是线性的，而是不断加速提高的。尽管近期的积累很小，但是远期的累积非常大。所以在知识马太效应的视角下，你的努力是值得的，这样的收益付出比例是划算的。另外，知识的马太效应也会改变我们对于教育的一些看法。我相信本书的部分读者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而另外一部分很大概率也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养育一个孩子。所以谈一谈马太效应在教育决策上的应用是有意义的。之前谈论过教育系统、学校、班级与老师对学生造成的马太效应，这里再来从学生个体大脑认知的角度来看看。曾经有一句风靡整个中国、影响几亿人的口号：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显然，这个口号的推动者是无数的教育培训机构，它对家长的影响是让他们怀揣激动的心情掏钱买单；它对学生的影响是让无数学生没有了假期和休息，埋头在无穷无尽的课外培训与教辅资料当中。太过劳累的学生发出抱怨，并积累了心理阴影。教育界和社会舆论也在反思、呼吁，并形成了新的口号：太早开的花也会更快的枯萎，不要对孩子逼得太紧，要顺其自然。更大的压力等孩子更成熟了再背负吧，要快乐教育，还孩子一个童年。最终，这些口号变成了一句话：顺其自然，享受童年，快乐教育。这个理念作为对之前理念的纠错，又影响了至少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并且还在持续扩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根据马太效应，小时候积累了更多知识量的人，很容易在长大后把知识优势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所谓的享受童年、快乐教育，在执行中演变成了让孩子尽情玩耍、减少知识摄入的话，那么孩子与无知的家长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当然，也有人会强调，上面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呀。过早学习太多知识也会有种种坏处，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很可惜的。
他们会给出一大堆道理来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有些还挂着教育专家的头衔，说得头头是道。这种时候，对于你自己的孩子，你该如何决策呢？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马太效应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往往比其他规律更加强大。当它和其他规律起冲突的时候，往往能够覆盖、推翻其他规律。这个特性能够帮助你决策很多问题。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被那些看起来很正确的道理唬住。那具体到上面的案例之中，你会怎样思考和选择呢？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下一集我们继续学习。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继续跟大家学习能创造趋势的强大规律——马太效应。在上一集当中，跟大家留下了一个思考，具体到孩子教育的问题上，该如何思考呢？马太效应是不大可能会错的。小时候掌握更多知识的人，长大后也大概率会掌握更多知识，而且优势不断扩大。所以我不能让他们所谓快乐教育的理念唬住我，更不能影响我对孩子教育的决策。至于过度学习带来的压力过大、丧失学习兴趣、死知识不能应用等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儿，并不能推翻马太效应本身。他们需要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比如，我应该研究以下问题：为了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应该学习哪些知识能力？仅仅课本和教辅书够吗？为了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我应该让孩子用何种形式去学习？项目式学习怎么进行？游戏化学习是否可行呢？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我需要引导孩子学习哪些思维方法，应用哪些学习策略呢？如果你能够如此思考，就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耽误了孩子的大脑成长。这样做的家长，才是真正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马太效应与财富积累。与知识积累类似，财富的增长也具有典型的马太效应。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这也与我们观察到的日常现象相符。比如过去几十年的房产投资，穷人由于缺乏资金无法早点买房，等到终于积累够了首付以后，房价已经涨上天。较为富裕的人早早购置了多套房产，在房价高涨的趋势中，他们的资产又继续大幅增值。财富马太效应不是当代中国人的特色，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它也表现为28定律，20%的人掌握了80%的财富。在少数不发达国家、动荡国家则尤为严重，可能10%的人就积累了90%的财富。面对财富的马太效应，很多人又气又恨又无奈，因为大部分人都是马太效应的受害者。大部分人的出生都是很平凡的，他们缺乏初始的资金和机会，处于马太效应中不断被弱化的那一头。至于正面应用马太效应，似乎是少数富人的幸运游戏。但实际上，即便你不幸身为穷人，也可以积极地运用财富马太效应。如何使用呢？首先是储蓄。兴起于美国的消费主义浪潮已经传递到中国来了，中国的年轻人逐渐丧失了储蓄的习惯，开始购买各种各样的花哨物品。月光族已经从少数人群升级为主体人口。这是一件好事吗？我不确定。这对想要尽情享受生活的人来说或许不错，不过对于那些需要未来有所发展、当下经济状态并不宽松的年轻人，
我建议你们就不要凑热闹了。如果你持续进行逼近自己极限的消费，让自己的资产积累永远处于接近零的状态，那么财富的马太效应会让你真的变得越来越穷。好好想想吧，你花费资金的地方真的有用吗？新的苹果手机上市后，你就一定需要买一台吗？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和一些酒肉朋友去 KTV 里消费几百上千元吗？如果你仔细计算一下，一定会发现不少资金的消耗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与知识的马太效应类似，这里也有一个决策过程。你潜意识中会思考比较，如果今天不去进行消费，省下几百元钱有什么意义吗？根据一般人的想法，答案通常是没有意义。对于很多年轻的工薪族来说，每个月省下1-2千看起来并没什么作用，离高昂的房价差得太远，就算100年也攒不出一套房子。于是带着反正也买不起房的绝望心情，很多人决定干脆把这剩下的1-2千也花掉算了。但同时，你也应该有一个财富的马太效应意识。你要意识到，你今天省下2000元所带来的收益，远远不是眼前的这2000元钱，它会在未来带来更大的回报。几年的储蓄能够让你攒出一小笔资产，它看起来并不大，有点无关痛痒，但你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很可能遇到一个能够让你多赚3-5倍钱的小项目，刚好需要一笔小资产就可以启动。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一点初始积累，可能就造成了一生命运的变化。请记住，虽然你每个月的小积累无法启动亿万级别的大工程，但能够让你收入翻倍的小项目，却有可能刚好能被这笔小积累所撬动。人生中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当你因为一点点初始积累的差距而错失一次重要机会时，那种深夜里难眠的追悔所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你当年花几千元买一部手机的乐趣。更重要的是，面对马太效应，我们要学会切换赛道。的确，不论穷人怎样储蓄，能够积累下来的也不多。对于仅仅生活基本支出就耗光了大多数工资的人来说，可能每个月要存2000元下来也不太容易。没关系，即便已经处于这种不利的局面了，也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让你继续利用马太效应的正面作用。那就是面对马太效应，从财富赛道切换到知识技能赛道上。财富和知识技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是转换的效率却有巨大的差距。知识技能很容易转换成财富，但财富却较难转换成知识技能。这个差距就是资金匮乏者改变命运的机会。马太效应虽然在知识和财富两个领域都是通用的，但两个领域内的强弱并不一致。比如，一个人由于天生贫困，在财富领域被马太效应压得死死的，但他在知识技能领域却有可能翻身，成为马太效应的受益者。你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和技能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书籍。一个普通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5000元，他可以腾出300元买书看，大约是10本书。而一个较为富有的人每个月收入5万元，他能够腾出3000元买100本书吗？就算买了也看不完呢。当然，这里指的是非娱乐性书籍。所以，知识技能领域的累积受财富的影响比较小。就算是财富积累较少的人，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形成优势。等到累积了足够的知识技能后，再把它们转化成财富，这样就通过切换赛道达到了马太效应的加速发展效果。这意味着，在最初没有太多资产时，你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资产变成有用的知识技能，然后在知识技能领域进行马太效应下的优势积累，加速发展。当知识技能进入优势区域后，再转化成资产。另外，
本书的最后一章有关于如何进行知识加速积累、人生加速发展的另一部分探讨，也值得参考。所以，尽管很多年轻人手头拮据，但购买书籍、培训课程等投资性支出也不应该省下来。更何况互联网时代，书籍与课程的价格都非常便宜，专业研究者研究了一辈子的内容，也许几百元就卖给你了。也许有人疑惑，刚才不是说根据马太效应应该尽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吗？买书买课程不也是一种消费吗？你可以理解为，强大的财富马太效应不应该被你的享受欲望打败，但可以被知识技能的马太效应所替换。对于马太效应这个单一的效应，本书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描述，这是因为马太效应太重要了。它与你在 N 个重要的效应等文章和书籍中能够看到的其他各种效应不同。它的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造就趋势，这种力量是其他效应所不具备的。如前文所说，趋势是被规律所驱动的，马太效应是一个能创造趋势的强大规律，而科技进步则是另一个。你有没有意识到，科技进步是一切财富、一切文明的根本？世界上最大的趋势多是来自科技的革新。假设你穿越来到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你该做些什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如果你记起来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夕，那么很显然，你应该先投身于纺织机器的研发生产与工业应用中，这会让你大发横财。带着初始的资金与技术经验，你可以积极参与后续各个行业的工业化革命，让自己的资产疯狂扩张，成为一代巨头。至于出生在1860年的人，则应该投身于各类电器、内燃机和电信行业。投资者应该去投资这些行业，就算是底层出身、没有资源的人，也要去这些行业当技术工人。要知道，做得久了，总有出头的机会。通晓历史的人知道，这些年代产生了大批新富豪，这些富豪都是因为参与了当时科技进步的行业，甚至国家层面也是如此。抓住了这些科技进步大趋势的国家，欧、美、日等纷纷成了世界强国。这个规律对中国当然也是适用的。远的不提，来看看中国最近几十年有哪些重要的趋势。20世纪80至90年代，各种小商品生产销售创造了大量财富机会，这对应的是中国轻工业的起步，水泥、钢铁、煤炭等产业造就了大量富豪。除去房地产发展的因素外，也对应了中国重工业的发展。联想、百度等巨头和一大批硬件加工厂、网站的成就，显然来源于信息科技的进步。而小米、滴滴出行等新贵和自媒体圈子的大量机会，则与智能手机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显然，抓住了科技进步，就抓住了趋势。既然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如何应用它呢？即怎样才能发现科技进步的方向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对科学本身的预测太难了。如果你问17世纪的人，交通产业的未来会如何发展，他们会告诉你关于某些优良品种的马的引进计划，不太可能有人想到汽车的出现。对于未来科技的预测，大多数时候就像17世纪的人预测汽车出现一样困难。不过，仍然有一些方法能够大致预判一下部分科技的发展方向。虽然不能精确地预知未来，这些大致预判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各位听友，关于本集的内容，您在学习完之后有哪些思考或者经验，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继续学习能够创造趋势的强大规律。在上一集我们聊完科技进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政府规划。科技进步是用人和资金堆砌出来的。当那些顶级聪明的头脑和几十上百亿的资金进入某个领域的研究时，这个领域更有可能成为科技突破的方向。而能够调动这些人和资金的就是政府规划。对于未来重点发展哪些新科技，政府会出台详细的规划和讲解，并且向社会公开。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规划是多么重要。其实大家都应该好好看看这些文件。中国政府的习惯是每5年发布一个规划，比如“11五”、“12五”等。最近一次是2016年到2020年的“13五”规划，其中一个文件叫“13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就透露了大量天机。这份文件当中钦定了7大战略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对这些产业的总体目标和细分产业规划，你可以去详细看看上面的文件。这些文件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影响的范围很广。如果你是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一家效益不好的公司上班，正在考虑要转公司还是转行，那么这份产业规划会给你启示。如果你是高中生或者高中生家长，马上就面临高考选专业的问题，那么在以兴趣为主的基础上兼顾这份产业规划，显然是更聪明的做法。如果你手头有些闲钱，正在进行股票投资，如果你是专业的投资人，那么这份产业规划就应该是你的必修功课了。如果很不幸的，你所在的某个传统行业会被上述某个产业完全替代掉，那么你可能需要考虑如何转行。总之，有太多的人会从这些规划的研究中受益，所以关心这件事的应该包括千千万万个普通人，而非仅仅是一些企业巨头与政策研究专家而已。每个5年计划的末尾都会发布新的5年计划，你可以进行新老对比，看看旧的产业规划执行的怎么样了，新的产业规划的方向是否有调整。对于有志于捕捉趋势的人来说，研究政府规划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另外，一些重要的产业主管部门也有相关规划发出，比如工信部、农业部等。很多投资机构、咨询公司会发布比较系统的行业研究报告，也值得参考。除去细致的政府规划外，也会有一些科技发展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不用太费力就能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从科学理论到科技创新，从科技创新到实际应用都是有时间差的。比如核聚变，理论上已经证明可行，我们就可以预测它未来大概率能够诞生相应的技术。比如2007年左右就有了智能手机的较成熟技术，但大规模商业应用到2011年左右才开始。这些时间差给了我们观察和预测的可能。近几年讨论的非常火热的物联网和 AI 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到几十年的重要趋势，这几乎是全人类的共识了，也是巨头企业、精英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正在进行的重点研究方向。一般来说，这种能够得到广泛共识的都是级别很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东西。如果说产业规划将会影响到的是一个产业、几百万人、几万亿规模的市场，那么物联网 AI 这样的超大级别趋势将会影响整个经济系统，几十亿人、几十上百万亿规模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新技术真正降临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机会呢？目前，无论 AI 还是物联网都没有真正到来。当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们真正降临的时候，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各行各业会出现哪些机会呢？如果能够提前思考出来，
那么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就可以抢占先机。但事情都还没有真正发生，你又如何能够知道到时候会有哪些变化呢？精确的未卜先知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可以大致估算一下。其中一个估算方法为历史类比法。世界的表象虽然在永恒的创新当中，但历史的某些深层结构总是惊人的相似。通过回顾历史，我们能够接触到未来变化的可能。以未来的物联网为例，物联网时代会有哪些机会呢？这个很难直接考虑清楚，那就去寻找历史的类比。我们会发现，它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会比较类似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比如，由于移动互联网，我们有了基于手机的淘宝、京东等购物网站、商品流量入口，有了基于手机的微信、知乎、今日头条与自媒体产业、信息发布平台。这些新的信息形态和信息呈现方式取代了传统的纸媒，改变了广告和营销产业的运作方式。那么由此推测，当物联网来临时，我们会有基于各类联网物品，不仅仅是手机的新信息发布平台、新信息形态与新流量入口，并再次改变广告和营销产业的运作方式。举个例子，在目前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想买吃的商品，会掏出手机，打开购物网站去搜索。等到物联网时代，可能就不一样了。你的冰箱能够识别冰箱内什么食物快用完了，什么食物放得太久需要扔掉买新的，于是主动向你的手机发送一个报告：你的番茄酱已经超过保质期，正在变质发霉，请尽快更换。既然都已经发送欠缺新食品的报告了，那么他向你推荐一些商家的产品，是不是理所当然呢？他可以在报告中添加一些品牌番茄酱的购买建议，它成了新的流量入口。他可以向你推荐一些适合于番茄酱搭配的食物，以及趣味健康的烹调做法，它成了新的媒体平台。各位听友，您还能想到哪些实际应用案例呢？欢迎在评论区一起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我们继续跟大家学习大势思维。再举个例子，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新妈妈如果想知道孩子半夜是否睡得好，那么她就需要把婴儿床放在自己身边，甚至在婴儿床上方安置监控，然后第二天白天查录像，看婴儿昨夜是否有烦躁不安的表现。如果想获取一些育儿方面的新知识，她可能会打开一些母婴类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知乎里搜索婴儿半夜睡不好觉该怎么办，并且等到婴儿下次哭闹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回忆起相关的知识。但在物联网时代，婴儿床内部可能本身就带有震动检测，能够及时发觉婴儿的挣扎和哭闹行为，并且通知母亲来安抚婴儿，能够通过语音或者发送信息的方式，立刻告知母亲婴儿半夜哭闹的常见原因与解决方法。这样，婴儿床本身就具有了一个媒体的属性，甚至还会给其他商品导流。亲爱的宝宝妈您好，数据显示使用某某某品牌奶粉的宝宝会睡得更好。它或许会给传统的母婴微信公众号带来巨大的压力。所以，冰箱可能会成为食品行业的热门广告资源，而婴儿床厂家则可能成为母婴领域的新垂直电商巨头。以此类推，未来的商业机会将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态出现。冰箱自媒体，如果不进行移动互联网的手机自媒体类比，你可能很难想象类似的事情，但它确实有一个可能性。
有了这样的意识，等到成熟技术降临的那一天，你就能够比别人先行一步布局。当然，上述2个案例仅属个人推测，未必会成真。我不是技术专家，不知道冰箱检测食物是否变质有多大技术难度，也不知道婴儿床加装传感器需要多少成本。但是，那些具备专业技术知识与行业经验的人能够判断，而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历史类比的思维方式。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的是人口变化。人是一切文明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根基。如果说什么规律能够造就大级别的趋势，那么与人口有关的规律必然是其中之一。与马太效应类似，与人口有关的规律也是非常强大的。比如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当它与其他规律冲突的时候，往往也能够推翻其他规律而保证自己的留存。比如俄罗斯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日本能否保持持续兴盛，甚至追上中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科技原因可以分析一大堆，太复杂了，不如一句话得出结论：人口原本不多而且又快速减少的国家，综合国力不大可能高速成长。这就是人口规律覆盖了其他规律。作为日俄的对比，印度会不会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影响力很大的强国呢？我们认为印度问题很多，又是种姓制度，女性地位低下，而且教育比率也不高等，有太多理由认为印度未来的发展不会很好。但是印度的人口很多，而且人口结构很年轻，仅此一条就可推测，印度未来几十年很可能会成为全球性强国。顺便说一句，中国目前截至2017年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俄罗斯和日本了。如果未来不进行及时调整，那么几十年后可能进入衰退通道。但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还有近14亿之多，很多人又没有意识到指数型衰退的威力，所以尚未察觉危机的严重，没发现14亿人口只不过是虚假繁荣而已。人口规律覆盖其他规律，任何经济增长和教育改善的利益都无法抵消人口快速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下面我们再看看中国人口的其他规律。先来看看中国的人口统计。目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为2015年的统计数据。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中国人口变化的几个趋势。第一，中国的老龄化倾向非常明显。截至2015年，40至54岁的人口占据了高峰，55到75岁的人口也不少，年轻人的数量则明显萎缩。第二，婴幼儿人口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不明显。受国家二胎政策影响，部分女士开始生育二胎，这使得0到4岁人口有所增加。但全面二胎政策暂时还未导致特别明显的生育潮，婴幼儿人口占比依旧较低，未来几年的新生儿数据值得密切关注。第三，25到29岁人口出现单独高峰，这部分人口刚刚参加工作几年，目前0到4岁的婴幼儿有较大一部分正是他们的孩子。人口变化与科技进步的一个重大不同，在于它的数据唾手可得，并且非常精确，你只要查询统计局的网站就可以了。而科技进步则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 VR 科技看起来很有前景，但实际上能否大规模应用呢？什么时候才能大规模应用呢？这些问题都是不确定的。而人口趋势则非常稳定，比如老龄化趋势是100%确定的，并且未来20年都不会改变。人口变化有明确、稳定、易知的特点，这也会引起我们的困惑。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我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能有什么机会呢？比如二胎政策会让婴幼儿用品产业复苏，老龄化趋势则造就了医疗和养老行业的机会。
这些简单的结论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能够根据这个趋势得出些什么新的东西吗？要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才有机会。这个问题也是造成很多人不愿意去关注人口趋势以及其他趋势变化的重要原因，因为只能得到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显而易见的知识，没太多应用价值。这个问题是大势思维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的真正瓶颈。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在下一集当中跟各位继续学习。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4节，大势训练场，多种思维与大势思维的结合应用。人们很容易看懂一些简单的规律，但不太容易经过精细的思维加工，推出相对复杂的衍生结论。那些被人们广泛知道的简单规律和知识，无法带给你特殊的优势。只有少数人通晓的道理，才能让你夺得先机。如果你想思考出一般人不知道的结论，你就需要用到复杂的思维方法了。以中国的人口规律为例，看完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只能想到婴儿用品和养老医疗这些路人皆知的事情吗？没关系，下面我们试一试，把多种思维方法与人口趋势结合起来使用，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重要的、真正能够指导现实生活的结论。这是两种大势思维的结合。如果我们把马太效应和人口规律结合，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呢？根据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大城市和城市群会不断发展，人口，尤其是年轻人，会不断从小城镇与乡村抽离出来，涌入大城市。同时，这个马太效应不仅得到了现实数据的验证，也是国家政府的长期规划之一。可以说，这是个确定性的趋势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总人口数增速在快速降低，人口学家预计2030到2035年左右会见顶，然后开始迅速下降。而在此之前，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已经在迅速下降了。你可以在之前的中国人口结构图中看到。由这两者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小城镇和乡村会提前进入人口危机，提前衰落。很多小城镇会变得荒芜而缺乏活力，甚至出现各种老人城、老人村。显然，这种人口迅速减少的小城镇，其房地产快速贬值的风险是不可忽视的。如果目前它的房地产还有泡沫，那么泡沫破裂甚至崩盘的风险都是很大的。这个结论就对很多人意义重大了。在不少3、4、5线城市，由于之前的房地产泡沫，房价高涨，很多家庭的大量财产已经转变成房地产了，手里囤积了好几套房，有些还是高价位的时候追进去的。也有很多人辛苦工作攒下来一点积蓄，正在考虑要不要再买成房地产。通过把马太效应和人口趋势相结合分析，你就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很容易让辛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打了水漂。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它的结论是非常强大可靠的。很多人会想，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维稳能力非常强，绝不会让中国的房地产崩盘。也有人在想，中国房地产一直在涨，趋势从来没有变过，以后顶多是涨得慢一点而已，不会有什么风险。这些想法看起来都还是有些道理的，因此一部分人就相信了，并选择继续购买房产。但是还记得马太效应和人口趋势的特点吗？它们都是能够覆盖、推翻其他规律的强大规律。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在做具体的投资决策时就会清醒多了，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生态思维与人口规律。我们也可以把生态思维与人口规律相结合。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显然会造就医疗和养老产业的趋势性机会。但是这些产业的准入门槛太高了，医疗有很高的技术门槛，而养老院则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上亿的初始投资，是大企业和财团的游戏，更别提这些机会已经路人皆知了。我们能否找到其他的机会呢？最好是更容易入手，普通人能参与的。我们来思考一下，老年人平时处于一个怎样的生态当中？他们的吃穿似乎没什么特点，住房早就有了，可能还不止一套。他们的儿女忙于自己的工作，而且还很有可能在外地大城市，所以他们平时的生活会有些寂寞和无聊。那么他们干什么来打发时间呢？总得找些娱乐吧。我们首先想到了很多大妈在小区里跳广场舞，不过围绕广场舞已经有一些成型的 APP 和较大的公司了，似乎没什么空间。接着，老年人喜欢在棋牌室里打麻将消遣，所以在小城市，棋牌麻将休闲娱乐是一个很好的生意。这个生意起点投入很少，容易上手，而且可以根据生态思维来推测，这个生意会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继续繁荣下去。还有什么呢？我们想到受益于一辈子的储蓄、养老保险与房产增值，很多老年人不缺钱了，他们会去旅游。最近几年旅游也有不小的增长，但是以后会不会继续增长？有没有可能过不了2-3年就停止增长了呢？毕竟市场变幻风云莫测，现在你知道了，不会停止增长。根据中国的人口趋势和生态思维，越来越多需要娱乐的老年人会把旅游市场撑得越来越大，旅游市场会持续繁荣很长时间。所以你可以考虑去投资代理一个旅游公司，发展旅游业务，这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即便完全没有任何资源的人，找工作的时候也要认识到，旅游行业未来几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而其他行业则未必。这就是生态思维与人口趋势相结合对普通人的一个启示。另外，你还能根据常识判断不同产业机会的时间节点。显然，由老龄化促进的旅游业繁荣，会比养老产业来得更早。60岁的老人还有精力到处旅游，而70岁的老人可能才需要养老护理。所以对于手握资金、考虑资金时间成本，但又想抓住老龄化趋势的人，可以根据在不同的老龄化相关产业中权衡选择。各位听友，如果以此类推，您还会判断出哪些不同产业的机会时间节点呢？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多种思维与大势思维的结合应用。淘金模型，如果使用淘金模型，你又能得到一些更有趣、更巧妙的思路。以养老护理产业为例，养老护理产业的投资非常大，动不动几千万起步。普通人与大型企业竞争这个市场实在是没什么胜算。不过，你还记得淘金模型那一部分的副标题吗？竞争再激烈也能赢的思维方式。淘金模型的本质是共生模型，既然争不过大企业，那么我们想想如何才能与他们共生呢？显然，养老护理产业包括场地建设、医疗护理设备购买、护理人员招聘培训等多个部分。普通人无力拿出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一次性全部搞定所有环节。但是你可以从中挑一些资金投入较低的环节入手，比如护理人员招聘。
具体的形式可以是劳务中介、代理招聘、中低端猎头等。如果你去做一个护理行业的专业性招聘网站或劳务公司，你就成了养老产业大公司的好帮手，与他们形成共生，在他们发大财的时候也能分一杯羹。你既避开了养老产业巨头的竞争，也避开了与传统招聘网站的竞争，你做了一个差异化的垂直市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思维逻辑链与人口规律。我们也可以把一些思维技术与大势思维相结合，比如把思维逻辑链与人口规律相结合。这样的结合很常见，因为思维逻辑链是进行很多复杂思考的基础。它不仅能与人口规律相结合，也能与其他各种思维方式、趋势规律相结合。二胎政策开放后，迎来了一批新生儿，婴幼儿用品产业出现复苏，这似乎是常识。那么，是不是随便谁去开个婴幼儿用品，随便哪个厂家多生产些婴幼儿用品，就能够大卖发家致富呢？恐怕未必。市场内的特性需要更细致的推敲。下面我们将5why5so法综合使用，看看能发现婴幼儿用品市场的哪些新特性。 Why？ 为什么最近2年婴幼儿数量增加？因为国家鼓励生育二胎。为什么国家鼓励生育，婴幼儿数量就增加了呢？因为一部分女性原本就想多生孩子，只不过之前政策不允许，所以当国家政策放开的时候，这部分女性就立刻怀孕生产了。也就是说，最近2年的新生儿增加，不仅有新婚女性的新增生育，也有很多35岁左右已婚已育女性生育意愿累积存量的消化。所以呢，目前的新生儿有很多是较大年龄妇女的存量，消化，那又怎么样呢？结论1，存量消化是一次性的，未来新生儿的增速可能不会持续像近2年这样高，除非新的政策或其他因素进一步刺激女性的生育欲望。婴幼儿用品市场商家不可盲目投资扩张，应密切关注政府政策、市场动态与生育数据。所以呢，目前很多新生儿是较大年龄妇女所生，那又怎么样呢？年龄较大的人在财富积累上比年轻人更多，所以呢，新生儿父母们比以前更有钱了，那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些新生儿的养育会更倾向于高质量、高价格的商品，这意味着中高端商品的占比会扩大，低端商品的占比会减小。所以呢，人们更倾向于中高端商品，那又怎么样呢？结论2，所以中高端婴幼儿产品和厂家会更受益，利润更高的同时，销量不会明显减少。这将影响婴幼儿用品行业的各类投资决策。比如，如果厂家准备扩展新品牌，那么可能中高端是更好的定位。如果个人决定投身婴幼儿用品产业，那么代理高端进口奶粉就可能比销售国产奶粉更受欢迎。目前很多新生儿是较大年龄妇女所生，那又怎么样呢？除去高端商品消费外，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发生变化。由于缺乏经验，对第一个孩子的教养往往会有各种方法错误和遗憾。几年之后，错误教养的后果显现出来，这会让很多父母在生育二胎后愿意调整教养方式。那又怎么样呢？结论3，他们需要学习更加科学的教养方式，这就给科学教养产业带来了机会。传播育儿知识的母婴教育类公众号、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以及几年后的综合素养项目课程、学习方法课程等，都会有不错的发展机会。好了，暂时停下来。仅仅这么一些思维逻辑链条的扩展，就能够推导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经过不断追问 why 和 so， 我们得到了3条可以直接影响事业发展的相关产业要点。
婴幼儿增速是否稳定尚不能明确，需要持续关注，商家不可盲目扩张。中高端产品更受欢迎，科学教养相关行业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如果你继续推演下去，还会有其他的启发。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继续练习，也可以另起炉灶尝试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思维方式能够与人口趋势结合起来分析？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还可以做些拓展练习，把生态思维、逻辑思维链或者其他思维方式与另外的趋势联系起来，综合使用，看看会得到什么有意思的结论。比如，当 AI 的大势扑面而来时，你能够发现什么机会呢？如果你恰好是 AI 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你该怎样发展才最好呢？如果你不是 AI 的从业者，你还能找出机会吗？上面这些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把其他思维方式与某个趋势相结合，从而分析出更深刻、更有应用价值的结论。其中，生态思维与大势思维的结合尤为紧密。其实，这种多思维方式的联合使用才是深度思维的常态。所有的思维都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多种思维方法综合应用才是制胜之道。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强大的趋势思维常与其他思维方式综合应用。如果我们忽略宏观的趋势，仅仅在微观细节上反复思索，也许永远也抓不住事物的本质。那些基于思考做出的人生规划，也难免带有偏差局限。想要思维变得有深度，你需要从大趋势的角度去探索认知。对大势的深度认知也需要抓住其本质，认识到趋势不是随机预测，而是内在规律所引起的必然或大概率走向。因此可以说，深度思维中的大势思维即是对各类宏观规律的具体认知。生态思维、系统思维与大势思维都是能够扩大格局、开阔眼界的思维方式。常常使用它们会让你更加聪颖，更能让人产生一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怀天下的气质。当然也不要忘记了，下一章将会提到的兵法思维同样是提升思维格局的利器，它也能够与其他多种思维方式相互参照、综合使用。在本章最后，让我们感叹并铭记趋势的恢宏与磅礴吧。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大势若至，神鬼难敌，乘风踏浪，顺势为王。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8章：兵法思维，如何设计自己的人生胜负手。人生如打仗，打仗要懂兵法。兵法思维讲述的是这样一些思维模式：如何规避风险、捕捉机会、掌握主动权，以确保在漫长的人生中取得总体上最优的发展。第1节，为什么你要懂点兵法思维？人生常常是一场战争。有些灵魂降临在风和日丽的人间，生命是享受，是说走就走的旅程。有些灵魂进入了山穷水尽的世界，生命是奋斗，是无穷无尽的战争。我们希望自己生于这样的家庭，父母是政商大鳄，自小在深宅大院之中自由玩耍，从青春期开始接触政商机密信息，接着父母资助出国读顶尖大学，
几年后回国历练，然后等待继承家业、亿万资产与庞大的高层人脉圈。如果不行，那就生于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之家。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高学历的金融高管。从怀胎数月开始听莫扎特，在我们幼年时允许自由探索，各类才艺让我们大胆尝试，而又不被逼迫考级。中小学时循循善诱，按照教育与认知心理学的规律培养我们的思维与学习能力。14、15岁就能深思熟虑，明辨是非。18岁凭自己的能力考进顶级985或者奖学金出国留学，本硕博一路顺风顺水，然后带着过硬的人工智能研究技术回国创业，融资上市，改变世界。再不济，请让我在1、2线城市有套房，或者拆迁补偿1000万，不要让我当一辈子房奴，苟且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看不见诗和远方。至少面对黑心老板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西藏明亮的天空下自由自在地放声高歌，或者安静躺在洱海的小船上听风吹水动。请让我心如4月暖风，眼见草绿花红，爱世界，爱生活，爱生命中的一切。但这只是少数人的幸运，大多数的我们降临在3、4、5到18线小城市和村镇，没有政商大鳄，没有金融高管，没有教育心理学，也没有拆迁补偿。平庸的小学与初中，小县城的重点实验班的师资和学生水平，接着是平庸的大学，或者是凭借极端努力勉强考上985，然后发现自己与家境良好的同学的综合素养比起来简直一无是处，然后考研或者找一个辛苦的工作，挤公交地铁打卡，每天夜里疲惫地躺在1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脑海里一片空白，不敢考虑未来，房价、学位、医疗、养老。如果还活着，如果居然还有剩余的力气，那就握紧拳头，继续准备明天。这才是大多数人的一生。如果不小心长出了理想，如果意外地开始好奇生命的意义，如果妄自下定了自我成就的决心，那么你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学业是战斗，求职是战斗，升职或创业更是艰苦卓绝的战斗。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汇聚成了这一场生命的竞争。这场战争你输不起，这场战争谁又输得起呢？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你要懂兵法。在一本专讲思维方法的书中提到兵法，似乎有点怪异。我反复考量是否要删去这一章。但学习思维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清除人生的障碍。当大多数人的人生如同战争之时，那么研究一点兵法也就并无不妥了。我们暂且称之为兵法思维。兵法思维首推孙子兵法。为什么兵法思维必须学孙子兵法呢？中国的兵书很多，有伍子、六韬、司马法、郁料子等，西方更有战争巨著《战争论》。与其他兵书比起来，孙子兵法有什么特点呢？特点是绝大多数兵书都是讲战争的具体技术，而孙子兵法则是讲战争之道。我们命运的战争不是枪林箭雨，而是学业、人脉、求职、创业等。这些战争需要的是道而非术，即我们不用持刀枪剑戟进退杀伐，需要将深刻的智慧应用于生活，设计自己的人生胜负手。孙子兵法中包含的思维很多，本章无法一一讲完，故我选取了一些自认为是最重要、对现代人最有借鉴意义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中的各种思维是环环相扣的，相互推导配合，其体系非常严密。故大家在阅读下面几节中提到的不同兵法思维时，应意识到它们不是简单的分类罗列，而是要尝试将它们结合起来思索。当然，作为宏观格局类思维方法的一支，它与前几章提到的生态思维、系统思维、
大事思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继续跟大家分享5外思考法。第二个，提问要往有意义的方向问。在连续追问的过程当中，某些环节上经常有多种不同的提问方法。比如还是博物馆墙面腐蚀的案例，中间有个答案是东面墙上有很多蜘蛛，而鸟要吃蜘蛛。面对这个情况有2种提问方法：一，为什么东面墙上有很多蜘蛛？2，为什么鸟要吃蜘蛛？哪种提问方式更好呢？显然第一种提问方法更好。案例中我们也确实采用了第一种问法。至于第2种问法，这对于生物学家是有意义的，对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没有意义的。在连续追问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证提问对当时场景来说是有意义的，否则连续追问最后会变得离题万里。跟大家分享一个5外法连续追问的错误案例。为什么墙面会腐蚀呢？因为有鸟粪，必须用腐蚀性清洁剂。为什么墙上有鸟粪呢？因为墙上有蜘蛛，而鸟要吃蜘蛛。为什么鸟要吃蜘蛛呢？因为鸟在食物链的上端，蜘蛛在下端。为什么鸟在食物链的上端呢？因为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为什么生物要进化呢？因为上帝要生物进化。结论是，墙面腐蚀是上帝的意志。接下来分享5外思考法第3个要注意的点，要疑问，不要质问。5外思考法是一个寻找问题根本原因的方法。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5外思考法时，往往面对的是已经出了某种问题的情景。出了问题时，人们很容易陷入某种情绪，愤怒、抱怨、逃避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愤怒和指责，尤其是对处于优势地位的人，领导者、管理者来说，指责与训斥下属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指责与训斥的情况下，5外思考法的追问很容易变成反问、审问和质问，带有较强的情绪。而面对优势地位的压迫，从提问到回答往往会变味儿，会变得无效。小薇是市场部的一名新人，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将甲客户合同中的部分资料给乙客户看了。虽然甲客户并不知情，但一旦发现，将可能把公司告上法院，并要求泄密赔偿。针对这个问题，市场部经理对小薇使用5外思考法进行连续提问：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为什么不好好研究保密条款？为什么保密这样重要的工作没有引起你的重视？这些连续的提问其实是审问和质问，只会把新人小薇吓得哆哆嗦嗦，声泪俱下承认错误。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这一系列的连续追问就是无效的。看起来新员工小薇积极地承认了错误，还保证一定不会再犯，但问题背后的原因根本没有找出来。小薇将甲客户合同中的部分资料给了乙客户看，可能仅仅是想向乙客户说明自己公司的实力，说明之前有过成功案例，如何通过过往成功案例证明自己的实力，并证明案例的真实性。哪些资料是可以公开的，哪些是不可以的？新人培训流程中是否还有疏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仅仅是认个错而已。这次5外思考法的应用，因为经理的质问、审问态度而效果欠佳。5外思考法的提问应该是不带情绪的提问，是疑问而不是审问，是为了寻找关键信息，而非寻找责怪的对象。上司对下属、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等诸多场合都应该注意类似的问题。接下来分享5外思考法需要注意的第4个问题：回答问题的注意事项。
要想5Y思考法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不光在提问的时候有注意事项，回答的时候也有相应技巧。其中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要往我们可以控制的事项上面回答，避免不可控制的内容。假设有个儿童玩具生产厂家发现上一个季度出现了较大的亏损， CEO 对此进行了思考。为什么上个季度发生了亏损呢？因为新上市的儿童玩具销量未达到预期。为什么新上市的玩具销量不好呢？因为虽然销售渠道广，但这些玩具并不受儿童们喜爱。为什么新玩具不受儿童喜爱呢？因为他们就是不喜欢，小朋友太善变了。那为什么小朋友们这么善变呢？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变。那解决方法就是远离邪恶的儿童玩具市场。这个5Y思考法就是无效的，因为回答为什么的时候找的方向是不可控的，你无法控制小朋友，让他们的喜好不要变化。正确的回答方向是：为什么新玩具不受儿童喜爱呢？因为市场部没有做充分的市场调研，在确定玩具设计和营销方向的时候过于主观化。解决方案是提高市场调研的频率，采用更科学的市场调研方法。显然，重新制定市场调研计划是你能够控制的，也是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向。总结一下，深度思维能够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学业、工作、管理、投资等。而逻辑思维链的延长则是深度思维的重要表现。其中一种延长思维逻辑链的方法即是5Y思考法，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下一节中，我们还会介绍另一种延长思维逻辑链的方法，它在形态上与5Y思考法相互呼应，并同样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现实应用。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各位听友有哪些实际应用的5Y思考法案例？也欢迎在评论区看到你的分享。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2节，先胜后战，为自己设计一条永不倒下的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选自《孙子兵法·军行篇》。经常获得胜利的军队，他们的作风是先知道会胜利，然后才去打这个仗。那些经常失败的军队，则是不管3七21，先开始打了再说，一边打一边想怎么才能赢。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孙子兵法开头的计篇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做事情最怕莽撞，搞不清楚状况就一头冲进去了，这种多半要吃亏，长期来看是注定要灭亡的。我们常常听到有懵懂少年被骗去搞传销，或者无知少女被骗到国外去卖淫，这一般都是典型的没有搞清楚情况就去了。骗子往往会说，我有一个赚钱的机会，而他们往往没有调查真实度就盲目相信了。如果更加仔细一点，以先胜而后求战的理念来应对，那么就要先进行各种考证，确保这确实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再去行动。这种简单的骗局往往出现在懵懂无知或者受教育较少的人身上。很多人觉得自己社会经验丰富，教育良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也许聪明的你不会犯这种被骗去搞传销的错误，但是依然有可能犯败兵先战而后求败这种错误。第一个原因是，传销或者被骗出国卖淫这种特别危险的事情太过于危险了，
所以一般人都会提前了解骗局套路。学校和媒体的安全教育会让你有相应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你不会犯这种错误，并不是因为你有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这种思维方式，而仅仅是因为你记得一些知识。当你进入一些自己缺乏足够经验和知识储备的领域时，你很容易就会犯这种错误。第二个原因是，你会有状态波动，比如情绪激动或者低落的时候，这时人更容易犯错误。如果你没有把先胜后战的思维方式反复训练形成本能，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不稳定的，容易受到干扰的。比如，正常情况下，你知道不应该赌博，因为总体上来看肯定要输。但如果你哪一天心情很烦躁、很郁闷的时候，你可能就去了。因此，你需要在平时刻意训练自己先胜后战的思维习惯，让它固定下来，固定到即便情绪低落也不会出差错。就好比，即便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也知道1+1等于2，不会出错。第三个原因是，胜利的经验会让你盲目。如果你连续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胜利，你很有可能变得无视风险。这并不是说你一定很浮躁、不稳重、轻浮的。最可怕的恰恰在于，即便最踏实谦逊的人都会犯这种错误。因为连续的胜利会改变你的认知，会让你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了，随着连续胜利的增多，最终某一次你会忘记先考量胜算，直接就开始行动了。第四个原因是，有些事情就是特别的危险，有些事情是没什么风险的。你即便搞不清楚情况，随便乱闯也没关系，或者只需要了解一点点的情况就可以去尝试了。比如你去某个地方逛街，事前不知道具体哪个商店的衣服适合你，但是没关系啊，随便乱逛就好，多走走应该能够找到。事实上，生活中有太多这种没什么风险的事情了，以至于你完全不具备先胜后战的思维习惯，也觉得无所谓。但另一些事情是风险极高的，比如创业、投资等，而长期习惯于先战而后求胜的你，真的能临时改变习惯吗？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初创的企业以精妙的市场切入点、完美的产品设计、强大的执行力，短短1-2年就成为估值上10亿的大企业，连续融资风生水起， A 轮、B 轮、C 轮，恨不得把字母表轮一遍。网民们还在惊叹羡慕，资讯网站的投资分析报告还在撰写。忽然就听到消息，决策者犯了个小错误，公司破产了。你如果去细细研究这些故事，会发现几乎大多数的案例都有一个模式，没有先确定必胜就冲进去干了。因为在这些领域要确定必胜太难了，需要你以超乎寻常的专注和谨慎去应用先胜后战的理念，一个不小心就会出现思维的懒惰。这个股票差不多可以买吧，这个项目应该可以做吧，看起来还不错的，悲剧就此产生。人最怕的就是拼搏一生，胜利无数，却在一次倒下后再也无法爬起来。一次失败让之前所有的成功全部灰飞烟灭，又或者一次失败让未来的日子再无翻身的可能。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你必须好好学习和领悟这条先胜而后求战的思维方式。这条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往往你以为自己领悟了，其实你还没有纯熟纯粹的领悟。97%纯度的铁只能叫铁，而99.9%纯度的铁则叫钢。它们是不一样的物品。大概知道先胜后战这回事儿，和深刻理解并应用先胜后战的理念是不一样的人生。总之，胜利者的样子是先胜而后战，失败者的样子则与之相反。
各位听友，您还可以想到哪些关于兵法思维在实际运用中的案例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同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我们继续学习兵法思维中的先战后胜。凯利公式给孙子兵法打个数学补丁。上文中我提到，在某些领域如投资创业等，要确定必胜太难了。其实这句话不太准确，精确的描述应该是，在某些领域如投资创业等，要确定必胜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对于先胜后战的理念并不完全理解或者认同，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有些事情就是无法绝对先胜后战，就连战争本身也是如此。那么在投资、创业、战争等无法事先保证胜利的领域，如何坚持这一理念呢？二是因为如果坚持这一理念会太过保守，错失很多机会。比如熟悉金融投资的人都知道，盈亏同源，当你避开一切风险的时候，也就避开了收益。比如创业一定有风险，难道所有人就都不创业了吗？那新企业从哪里来呢？那么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理论上很好解决，即便不能绝对保证胜利，那么至少要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就像《孙子兵法》的纪篇中提到的，夫未战而妙算胜者也，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也并没有说一定要绝对必胜再行动，只是说如果胜算多就做，胜算少就不做。但多到什么程度算多呢？少到什么程度算少呢？是以 50% 为界限吗？这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数量界定。同时，这个理论解释也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盈亏同源的，利润就在风险里。如果要绝对规避风险，那就只好什么事儿都不干了，过完平庸的一生吧。尝试有可能失败，不尝试一定失败。我们也总听人说，机会是试出来的，是在动态运动中摸索出来的。那么到底要不要尝试呢？和先胜后战理念的矛盾怎么解决呢？可以说，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本质是个数学漏洞。孙子兵法只讲大方向，而不讲数字细节，因为它不是数学书。那个时代的数学还没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存在这个漏洞也很正常。现在我们需要给孙子兵法打一个数学补丁，凯利公式。各位听友知道什么是凯利公式吗？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把凯利公式打在我们的评论区。这个公式能够解决孙子兵法的遗留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明确一件事情有可能胜利，也有可能失败，那么要不要做？要不要投入金钱、时间、精力呢？答案是，如果机会好，还是要投入。那么该投入多少比例呢？我有1万元，要投资多少的钱呢？我一周有20个小时空闲时间，要投入多少的时间呢？这个比例值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核心，它就是公式中的字母 F。 凯利公式告诉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比例，就要考虑4个因素。 PW 有多大概率会赢， RW 赢了能赚多少倍， P1 有多大概率会输， R1 输了会亏多少。举个例子，一只股票60%概率会涨，涨了赚50%， 40% 概率会跌，跌了会亏40%。你该用多少比例的本金去买这个股票呢？这就是投资界最难解决的分仓问题。
凯利公式告诉我们，你该拿出来70%的本金去投资。当然，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的概率是无法事前得知的，比如你去创业的成功概率具体是多少就不清楚，成功了能赚多少钱也不清楚，但是对风险高低还是有个大致估计。总的来讲，胜算越高投入越大，能赚的越多投入越大。如果可能的亏损太大， F 算出来是负数，那就不投入。另外，上面的公式中假设了 RW 和 R1 都不为0，如果 RW 为0，即赢了也不赚钱，当然不投入；如果 R1 为0，即输了也不亏损，显然应该全力投入。对于这种事物的金钱、时间、精力等的投入，这个公式都能提供依据。可以说，凯利公式并不推翻《孙子兵法》中先胜后战的思想，只是它的一个数学补丁。先胜后战包含的是知己知彼、事前计算的理念，而凯利公式则告诉你具体怎么算。各位听友，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您能想到哪些凯利公式的实际应用案例呢？欢迎在评论区一同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3节，治人而不治于人，看透隐藏的关键点，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选自《孙子兵法·虚实篇》。各种战争、竞争与比拼，有时候表面上风平浪静、平分秋色，实际上却波涛汹涌、高下一分。事情的关键点经常是隐藏的，寻常人未必看得懂。为什么普通人看起来势均力敌的局面，高手却能坚定地说其中一方大势已去，或者形势不妙呢？最难懂的隐藏关键点之一就是势。这个势与前面讲的大势思维的势并不一样，这里的势与治人而不治于人有关系。治人而不治于人，简单说就是要主动，不要被动。这看起来是句废话，但背后有很深的道理。治人而不治于人的理很抽象，不容易讲清楚。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三国时期的袁绍曾有一个把汉献帝纳入囊中的机会，可惜他错过了，因为他想不明白，我要一个没什么权力的废皇帝做什么呢？把皇帝接过来，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财富、兵力和地盘，似乎捞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但曹操是个明白人，小皇帝虽然不带着钱财，也没势力没地盘，却可以拿他的虚号来号令天下，处处占得先机。曹操掌控着汉献帝，给袁绍发了一道升官的圣旨，没什么实际利益，但是名声很好听。这圣旨袁绍接还是不接呢？接了，这是明摆着听从了曹操的诏令，低人一等了。今天接了升官的圣旨，回头曹操再给他发一个对他不利的圣旨，怎么办呢？不接，皇帝给你升官，你居然敢不接旨，那你就是明摆着造反，传出去名声非常难听，失去人心。这就是曹操治人而袁绍治于人了。战争学里有一个战术叫围点打援。比如我和你打仗，我围住你一个城池，但是又不强攻，这时候你怎么办呢？要不要调动另外一个城的兵力去救呢？你去救吧，那我就半路打伏击，在你救援的路上以逸待劳等你，还要提前挖个陷阱什么的。不去救吧，万一城被我打下来了呢？更可恶的是，你要是不来救吧，我天天拿个大喇叭对着城里的人喊，里面的人听着，你们老大已经放弃你们，不来救你们了，赶快投降吧，我们缴枪不杀，还有优待。说不定整个城就白送给我了。你说你心烦不心烦？仗还没开始打，就感觉快要输了。救也不行，不救也不行，不管怎么搞都觉得很被动。这就是
我治你，而你治于我了。那是不是就没办法破解了呢？其实也有办法。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就是一个破解法，而且破解得非常精妙，造成了反制。我围你的城，你直接领兵攻我的首都，我要是不回救呢，万一首都没守住，我就完了。我要是回救呢，那之前花了大把人力物力围城这么久，不就白围了？回救也亏，不回救也亏，怎么搞都觉得很被动。现在轮到我心烦了。又比如打战争类的游戏，你有技能，我也有技能，那是不是我们打起来就势均力敌了呢？不是。如果我抢了先手，提前使用技能使你眩晕，然后一顿暴打，你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干掉了。抢先手就是在游戏当中的治人而不治于人。再来看一个例子，假如一名小学生偷偷去网吧玩游戏，自以为演示得很成功，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去学校的时候，同学告诉他，你要倒大霉了，那个网吧老板是班主任的亲戚，班主任已经知道你昨天去网吧玩了，估计今天上午就要找你。这时候他该怎么办呢？承认吗？免不了一顿猛批怒骂，再叫家长，回去说不定还得挨揍。不承认吗？铁证在手，不承认就是罪上加罪，更要完蛋。根据治人而不治于人的理念，他应该在班主任找他之前主动向班主任自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眼光里闪烁着真诚的光芒。老师，我想主动向您承认一个错误，我昨天去网吧玩了，我好后悔，昨天一晚上都在想，我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耽误了学习怎么办，既对不起老师，又对不起我的父母，我好后悔啊。一旦他抢了这个先手，老师反而不好意思惩罚他了，说不定还要跟家长求情，让家长不要太责怪他。这就是治人而不治于人。当事情的结果已经很明显的摆着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谁输谁赢了。但是如何促成这个结果呢？有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一些举动，表面上看对结果没有影响，或没有直接的利益增减，但实际上却让自己取得了主动或陷入了被动，它造成了一个倾向。这个倾向看起来非常微弱，以至于我们常常忽视了它。但这个主动和被动的倾向会在未来的演变中逐渐变成人人可见的优劣之分。就像曹操掌控了汉献帝，虽然此时他和袁绍还没开始正式争斗，军队还没交火，但是曹操已经占了先机了。对于真正的高手来说，不只是希望结果不要失败，还要思考如何在过程中就保持主动，能够治人而不治于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不治于人的实践应用。刚才我举了许多例子，让大家来感受什么叫治人，什么叫治于人。现在可以给出一个比较简洁的精确定义了。所谓治于人，就是看上去你可以选择，但却是这样选也不好，那样选也不好，其实就是没得选。所谓治人呢，就是让别人处于一种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的境况中，看上去有得选，实际上没得选。带着这个定义，你可以看看上面的案例是否都有这样的特点。围点打援，你救也不好，不救也不好，还没开始打就感觉要输了。曹操借汉献帝之手给袁绍发圣旨，袁绍接旨也不好，不接旨也不行，莫名其妙就落了下风。当你陷入某种两难选择的时候，你就已经治于人了。两难选择不好解决，否则怎么叫两难呢？有智慧的人要在两难格局形成之前就解决问题，这就叫不治于人。生活中应用最多的是让自己不治于人，不陷入被动。如何治人则相对少一些，一般只有跟别人正面竞争对抗的时候才会考虑。其实当你跟别人正面对抗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治于人了，受制于你的对手。当你跟一个对手竞争博弈的时候，往往其他人会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所以孙子兵法也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最好不打仗就能赢，这个理念与生态思维有相通之处。那这种治人而不治于人的思维，在实际生活当中有哪些案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下一集的内容当中，跟各位接着聊。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学习不治于人的实践应用。这种治人而不治于人的思维，在人生的大格局中非常重要。生活未必会给你很多重新来过的机会，常常是一步被动则步步被动。尤其在顶级高手的竞争中，一个小小的受制于人的被动，会逐渐演变成致命的失败。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高考后准备报考外市的一所大学，后来他父母要求他报本地的一所大学。原来他和父母的关系不好，父母老想控制他，干涉他的自由，所以父母的意见他一般是不愿意听的。但这两所大学的水平确实是差不多的，他也觉得无所谓，就懒得和父母争吵了。我就劝他一定要报考外市的大学，哪怕两个学校的水平确实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人生的最大障碍不是大学问题，而是在于早日从父母无穷无尽的控制和干扰中挣脱出来。留在本市离家太近，很明显易受制于自己的父母。如果父母要控制他，跑到学校去找他吵，他能怎么办呢？顺从父母会害了自己，不顺从父母就是无穷无尽的吵架，怎么选都不行。可惜他当时没有从不治于人的角度想明白这一点，还在纠结于两个学校的水平如何相近，没有听我劝告，结果大学4年过得苦不堪言。后来大学毕业找工作，发现有2个工作，一个本市，一个外市，薪水待遇差不多，选哪个呢？这次他学聪明了，坚决跑了出去，从此不治于人了。工作抉择是另一个不治于人的应用场景。海沙是一名大4毕业生，他想要找一份新媒体的工作。他毕业于自己老家所在的一座3线城市的一所大学。找工作的时候，在考虑是在本地工作，还是去北上广深、杭城等大城市闯一闯。不过由于3线城市的新媒体工作机会很少，不好找，所以大部分想要做新媒体工作的同学都去了大城市。他也投了深圳、杭州等地的几个工作岗位，并收到了录取通知。可是机缘巧合，他居然发现在本市有一家公司在招聘新媒体员工。作为一个3线城市的工作，会不会比大城市工资少很多呢？与这家公司交流过以后，他发现两边工资福利待遇居然差不多，再算上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可能在本市公司的实际待遇更好。两边薪资差不多，老家的生活甚至更轻松。如果你是海沙，该如何选择呢？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也许有人就选择在老家工作了，当然这种选择也不能说错，毕竟人各有志。但是从不治于人的角度来说，他应该选择大城市的工作。你可能记得我们在换位思维一章中提过类似的例子，但是这里我们将不采用6顶思考帽的方法来分析，而是用兵法思维来理解，从治人而不治于人的角度来思考。尽管现在看来两边的公司待遇是一样的，但是以后呢？注意，这并不是哪家公司以后的发展更好、涨薪空间更高的问题。如果你会在一家公司工作到底，可能2种选择差别不大。但是万一未来你发现公司有问题，你需要跳槽呢？大城市的新媒体行业机会多，生态健全，就算公司没有什么前途，想要跳槽也很简单。
如果留在新媒体行业不发达的小城市，一旦发现公司有问题，就不好办了。不离职，公司有问题耽误自己的发展呢；离职，小城市工作又不好找，没有新媒体行业的机会。这就进入两难了，怎么选都不好。到时候再去大城市闯，成本就更大了。一切从零开始，还不如当初就出来。为了避免未来进入两难局面，现在就要做出明智的抉择，不至于人。要做到不至于人，需要你考虑到以后发生的事情，考虑得越远，就越能够不至于人。所以要培养不至于人的思维，往往要和另一个思维技术结合起来，逻辑思维链。你需要不断问自己，如果这样，后面会怎么样？会不会让我处于怎么样都不好受的地步？连续追问多次，即你需要使用5外法或5搜法。我曾经在一家智库工作，除了完成公司的课题研究，主要精力放在思维方法和学习策略的研究上面。有一天，公司老总突然找到我，希望我担任部门负责人，进行一些管理工作。这实在是个意外之喜，因为当时我还是部门里入职时间最短的员工，升职意味着更大的权力，安排管理部门里的其他人，更高的工资，日常花销更轻松，更不必说那种迅速升职的春风得意。但我果断拒绝了。我的思维过程是这样的：如果我接受了升职，会怎么样？更多的钱以及可能更多的管理任务。如果没有更多的管理任务，那又怎么样？那就是白拿了额外的工资，赚了，但是也没有很多，几千元而已。如果有更多的管理任务，那又怎么样？更多的任务则让我很难抽出时间继续思维方法和学习策略方面的研究。如果我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则管理工作会做不好，有损职业道德。如果不继续研究，则放弃了自己最感兴趣和最擅长的东西，长期来看会产生极大的损失，包括金钱、成就感、生活的快乐等，我会陷入两难，即我将受制于此次升职。所以正确的决定当然是不接受职位，连续几个搜就做出了看似不合理，实则非常正确的决定。好了，各位听友，关于治人而不治于人的思维方法，我们本章内容就学习到这儿。您有哪些实际案例与思考，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同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4节，胜可知不可为，追求胜利的正确节奏。胜可知而不可为也，选自《孙子兵法·军行篇》。胜可知不可为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样？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句话的完整版。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不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段话先要有个前提，就是一场战争两边实力是在一个数量级上，没有碾压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善于打仗的人先要做到自己没有明显弱点和失误，让别人无法轻易战胜自己。与此同时，慢慢等待别人犯错误，然后抓住机会取胜，做到自己没有漏洞，这是可以自己把握的。要别人有漏洞，这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是别人的事情。所以善于战争的人只能保证自己不输，不能保证别人一定输。所以说，胜利是可以知道的。当别人露出破绽，给了你机会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机会，就知道我可以赢了。但是如果别人没漏洞，不给你机会，你就没法赢了，只能继续等待和僵持。
如果这时候要强行进攻，反而就露出了破绽，给了敌人可胜之机。这段话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生命中，你的一切外部因素、社会特性、时代趋势等，就相当于你的敌人。当然，此处的敌人并不是说全世界都和你有仇，而是说外部世界是你的对手盘。所谓不可胜在己，人生中你能做的是保证自己不被小困难击败，但是可胜在敌，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不论你是多么优秀善战者，都无法得到这个保证。可胜在敌，即你能否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于敌人有没有破绽，世界时代有没有给你机会。比如三国时期涌现了很多风云人物，为什么三国时期有这么多千古留名的精英呢？因为时代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时代展现出了可胜的特性。如果放到和平时代，诸葛亮、周瑜能干嘛呢？大约到一个企业当 CEO， 一年赚个几百万吧。虽然也还混得不错，但是距离他们原本千古留名的水准就差远了。再比如，马云创立了阿里巴巴这个伟大的企业，其个人能力自然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他能否在1990年就创办阿里巴巴呢？显然不行。他必须等到2000年左右才能创办电子商务，因为此时时机才成熟。这些结论与大势思维有点类似。当趋势时代的潮流到来的时候，你容易成就大事业。但与大势思维不同的是，胜可知不可为的思想还强调了时机未到的时候不可乱动。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马云在1990年就创办阿里巴巴，会怎么样？显然，当时的互联网在技术上才刚刚起步，还没有任何成功的商业应用。世上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更不用说电子商务了。所以，马云将被迫在黑暗中摸索近10年，需要组建自己的技术团队来开发互联网的基础技术。但国内当时又根本没有相应的人才，所以必然会失败。随着房租、员工工资、硬件成本、管理费用等带来巨大成本，他几乎没有可能撑到2000年左右互联网萌芽的时期，极有可能短短2-3年之后就死掉。不论他韧性多强，都撑不过去的。一般人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努不努力、拼不拼搏是按照自己的心情来的。也许哪一天晚上他长夜难眠，回首自己的人生，觉得打工领工资的日子太平庸无味，想要干点事业。怀着这种激动的心情，他也许最近1-2个月就忍不住辞职创业了，完全忘记考虑时机是否成熟。这种冲动的行为常常会导致自己九死一生。问题在于，很多人基于对自己的实力或运气的过度自信，常常看不到这种九死一生的险境。他会想，我决定做这件事儿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一定会很努力很拼命，一定会把所有的资源都调动起来，因此我的成功概率很高。他会太过专注于自己的想法，而忽略了外部的环境。而实际情况却常常如孙子兵法所说，胜可知不可为。当敌人没有露出破绽，命运没有给你机会的时候，你的拼搏挣扎都是没有意义的。你不可能凭空制造出机会，因此你需要的是忍耐。金融投资界有一句格言，最难的不是交易，而是不交易。对于聪明的交易员来说，在机会来临时连续盈利不是难事儿，但在没有机会时管住自己的手，不要胡乱买卖，却是最难的。成熟的交易者未必能够掌握所有盈利的模型，但他们一定擅长等待，不该出手的时候坚决不出手。当命运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可以识别并抓住它；当命运不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胡乱行动。这个理念不难理解，但有些人会有误解，如果长时间没有机会，难道我就什么都不做，在家睡大觉吗？
胜机未至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在命运的洪流面前，先要保证自己的不失败，即先为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当外界没有给我们可胜的机会时，很显然，我们要努力保持自己不断成长，变得强大，不会出现各种错误，不被别人打败。这就是让自己不可被战胜。两支古代军队打仗，双方兵力相当，各有一座城池可以防守，城池都非常坚固，易守难攻。假设你就是其中一支军队的将军，你决定怎样攻下对方的城池，取得胜利呢？最错误的决策就是哪天3杯美酒下肚后，自觉豪气冲天，带着军队就猛攻对方城池，很有可能损失惨重，直接战败。因为对方并没有露出破绽，你的盲目进攻无异于自杀。正确的做法是，在对方没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你要忙于自己的不可胜。你要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不会露出破绽。你要每天忙于训练士兵，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要部署军队24小时巡逻，以免对方半夜偷袭，要规划城中的水资源，以防对方用火攻，还要安排农民耕种，以保证军粮供应。你还要训练间谍混入对方城池探听消息等。总之，你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唯独不能做的就是莽撞的进攻。如果你的敌人是个聪明人，他应该也会在做同样的事情，他的城池防守也一样严密。在他没有给出可胜之机时，你需要一直等待。也许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对方城池当中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大量士兵的逃跑和叛变，又或者很凑巧，老天打雷刚好击中对面的粮仓，烧毁了其大半军粮，这就是天赐良机，所谓可胜在敌了。你能够胜利的机会是敌人和老天爷给出来的，这个时候你才能抓住机会迅速进攻，一击制胜。这个过程的难点有2个，一是自己的不可胜需要充分修炼内功，而在修炼内功的过程中，你可能毫无成就感，觉得很没意思。今天带着士兵练了练阵型，明天又去仓库看看兵器供应，波澜不惊，毫不刺激。也许在长年累月的对峙中，你无法取得一丝成就，这会让你感到无聊与烦躁。第2个难点可能更加关键，你并不能提前知道对方一定会发生叛乱，或者预测老天打雷会刚好点燃敌军的粮仓，即敌人的可胜是不可预测的。也许他今天会露出破绽，也许明天才会，甚至永远不会。我们会进入一种不可测的恐慌，万一对方永远不露出破绽，该怎么办？在现实的世界里，正是这种恐慌往往会击溃我们冷静等待的耐心，让我们无法安心地去做那些真正该做的事情，增强自己的实力，构建自己的不可被战胜。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努力了几年之后，没有看到命运给自己什么机会，要么放弃了自甘平庸，要么就仓促出击，然后在某个环节上失败。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他们不是败给了某个技术细节，而是败给了对未知命运的恐惧。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命运永远不给你任何机会，这种情况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你的敌人一定会犯错，你的人生一定有某些重大的机会。只要你保持不可胜，并且愿意等。尤其在这种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的时代，各种浪潮与趋势的诞生非常迅速。你不仅一定有机会，而且常常有很多机会。只要你持续积累内功，让自己不被一时的困难击败，那么终有一次机会能够让你腾飞。只不过，社会节奏的加快，不仅让机会变得越来越多，也让你的耐心变得越来越少。大多数人都在敌之可胜来临前，输在了自己不可胜的构建上。电影、游戏、无意义的聚会、狂欢等，过早地吞噬了人们的心智。在生命的较早的阶段里，他们不仅会错失几次机会，
而且还要看着别人平步青云。媒体会刻意渲染那些25岁当上顶级公司副总裁，22岁拿到几千万融资的超级成功案例，让接近30岁甚至年过30还没有成就的人无比失落。总的来说，社会在树立一种少年得志的榜样，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靠谱的是大器晚成的路径。不过在孙子兵法的体系中，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并不矛盾，都是胜可知不可为的典范，只不过是在先为不可胜的基础上，有些可胜来得早，有些可胜来得晚而已。具体如何保证自己的不可胜，方法很多，学习知识技能，锻炼身体，又或是研究本书中提到的各种思维方法，都能让你变得更强起来。本书带给你的启示，则是在宏观层面上告诉你，该积蓄力量的时候积蓄力量，该给出致命一击的时候就给出致命一击。所以各位听友，你在生活以及工作当中，有哪些地方该等待，有哪些地方该给出致命一击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同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在风险与机遇间，以兵法思维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在漫长的人生中规避风险，抓住机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问题以其过长的时间跨度、过多的影响因素而显得尤为复杂，以至于普通思维方式根本无从下手。提炼于孙子兵法的兵法思维，经过了几千年的流传和实践，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种鲜艳的哲学式思维方法，为我们漫长的人生中多变的命运提供3条安全线。先战后胜告诉我们不要莽撞盲目，先算清楚胜败再行动。凯利公式又为这一理念打上了数学补丁，让其更具有可操作性。治人而不治于人，让我们高瞻远瞩，不要等到情况变得显而易见、不可扭转才发现，而要见微知著，从一开始就不出现微小的差池。最典型的就是不要受制于人，要时刻掌握主动权。胜可知不可为则告诉我们，要敢于出击，更要能够等待，要搞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无仗可打的时候，要耐得住寂寞。作为兵法思维的组成部分，3种思维方式都非常注重风险规避，从3个不同侧面讲述如何控制风险。3种思维方式不仅互有关联，而且与其他章节有深远的联系。如果你细细品味，会发现治人而不治于人与生态思维的联系千丝万缕，而胜可知不可为则与第9章中的精神图腾和对应的人生模式一脉相承。至此，思维格局篇已经讲了一大半，从生态思维到兵法思维，很多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方向性选择都能获得启示。那些决定人生格局的深度思维方法，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还欠缺最后一块拼图。在第9章中，我们将会补全这块拼图，并点明本书的主旨，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你将看到，在我心中，这本书写的不仅是思维方法，更是命运与人生。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9章，慢即是快。如果没有背景，缺乏资源，你该如何逆袭？在这个鼓吹少年得志的时代里，我更崇尚大器晚成。
对于出身平凡、缺乏资源、没有背景的人来说，专注做好一件事儿才是大概率的生存之道。慢即是快，这是技术，也是心法。第一节，你在羡慕别人的精彩人生吗？从跨界天才到斜杠青年。如果你看过电影《钢铁侠》和《复仇者联盟》，你或许对其中的典型高富帅角色 Tony Stark 印象深刻。此人智商极高，超级有钱，无比拉风，常有美女相伴，简直集中了所有男人的梦想和女人的幻想。他学知识很快，做事也很快，连成为超级英雄都很快。总之，他以极快的速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如同神人一般。但你知道吗？据说这个虚构角色是有原型的，埃隆·马斯克。埃隆·马斯克智商超高，在不同领域展现了伟大的才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12岁就制作了一款成功的游戏，并高价卖给了大公司。24岁开发了在线内容出版软件 Zip2， 纽约时报和芝加哥邮报这样的巨头都成了他的客户，他也因此狂赚几千万美元。接着他又离开媒体产业，进军在线支付，创建电子支付网站 X.com， 并设计了国际贸易支付工具，被易贝收购后又赚了几亿美元。然后他连金融也不感兴趣了，居然跑去做了一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发射火箭的私人公司，把美国航天局的工程师们惊得目瞪口呆。在此过程中，还顺便创办了目前火热的特斯拉汽车公司和一家光伏发电企业，以及投资了几部电影。而现在他正在研究火星殖民计划，准备几年之后在火星建立实验室和小规模居住地。总之，他进入了一大堆不相干的行业，却又把每个行业都做到顶尖，牛得一塌糊涂。也有些人，他们或许没有埃隆·马斯克那样耀眼，但也活得十分精彩。如果你看一眼他们的名片或社交网站介绍，上面可能写着互联网创业者、摄影师、作家、自媒体人、商业咨询师、股票投资者，同时涉足这么多领域，他们的生活该是多么精彩。不仅赚了大量的钱，而且工作一点都不无聊。即便比不上埃隆·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天才，他们也算是同龄人中的精英了，过着优越而令人艳羡的生活。埃隆·马斯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跨界天才，那些斜杠青年也常常是人中龙凤，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精彩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冲击，他们成功人生的发展轨迹更是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时时刻刻铭记在心的反面案例。是的，你没看错，反面案例。在各种各样的成功案例中，埃隆·马斯克这一类是非常危险的，而他的成功又太过耀眼和正面，让人忽视了其巨大的风险。跨界、斜杠青年这些词儿看起来非常美好诱人，但请记住，对于没有背景、缺乏资源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是致命的敌人。一般人很容易看到成功者胜利的结果，但不容易看到他们胜利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在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难关，并以怎样惊人的方式去化解各种问题。简单的说，我们对于这些成功者的能力、资源、背景的优越程度缺乏真实的了解。一边开发电动汽车，一边研究火星殖民，这当然是很精彩的人生。但是普通人拥有埃隆·马斯克那样高超的智商和思维能力吗？一个商业精英突然跨界来做医疗或者教育，也是让人震撼的。但是你有他们那样雄厚的资金和广泛的政商关系背景吗？在多个领域都做出了了不起的成绩，背后对应的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智力、资金、人脉和身居高位带来的内幕信息。一个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普通人，模仿他们的人生轨迹，无异于自寻死路。普通人应该做的事儿，恰恰应该是反跨界、反斜杠的。各位听友，那对于这个观点，您有什么样的思考和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同分享。
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2节，没有背景、缺乏资源的人该如何逆袭？专注是普通人的最好出路。对于没有背景、缺乏资源的人来说，专注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专注就是把你几乎所有的时间、精力、资源等都投入到一件事情上去，而不要分散到多个地方。如果你是一个财务工作者，那么请把财务知识钻研到极致，把你有限的时间都投入到自己财务水平的提高中。如果你是一名老师，那么请把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发挥到极限，把你不多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教育教学的学习和发展里。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似乎效率很低，人生进展得很慢，不够精彩。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慢即是快，专注才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你需要专注呢？投入和产出从来都不是成正比的。我们要意识到，大部分的投入都是不能产生直接价值的。你可能会唱歌，你曾经在小学音乐课投入了几十上百个小时学习各种音乐知识和发声技巧，但这并不能让你成为职业歌手并赚取金钱。你也许会下棋，还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在少年宫的围棋教室里学习入门手法和死活棋计算，但只有柯洁能够靠围棋生存，而你不能。即你的这些投入都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实际上，资源投入和能力成长的关系完全不是一条直线，而类似于生物课本当中介绍的生物成长 S 型曲线。而资源投入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类似于一条增长更慢的 S 曲线。可以看到，当你最初投入一些资源的时候，你的能力水平并没有得到飞速提升，更无法因此获得收入。即便再投入一点资源进入快速提高区间，获得一定的能力成长后，其收入水平也非常一般。只有当投入了大量资源进入高原期后，收入水平才能迎来真正的大幅增长。对于那些智力、知识积累、技术水平、人脉、资金等资源本就不出众的人来说，如果把他们有限的资源分散到不同的领域，那么每一个领域都会停留在低速启动区间，他将永远面临较低的收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烦恼。所以普通人最好的策略就是专注，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点，在一个领域冲击能力的高原区域，并得到金钱上的自由。这是一条对普通人来说风险最低、成功率最高的道路。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标准的普通人，无背景、无资源，农村家庭出身，上了个谁都没听说过的大学。后来这个资源贫乏的年轻人进入了教育行业的一个分支，当起了老师。他该如何在教育行业发展自己的事业呢？他的策略是集中所有精力做好一件事儿：游学。他带领学生在山川河流间进行感悟和体验，一般游学机构开发不了的路线他去开发，找不到的奇观妙景他去一点点找，然后带着学生去感受。一般游学机构只能在一些著名景区的人山人海里走个过场，而他设计的路线却每每能到环境清幽、山林水静之处，带给学生的心灵触动自然也大不一样。以此优势，他从一穷二白起家，迅速超越众多资金雄厚的机构，成为游学教育的一颗新星。寻找更清幽、更灵动的风景，这是很难的事情吗？无非是多逛逛户外论坛，多跑跑路，多实地考察而已。但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小事儿，他比别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更加专注，做得更加极致，因此取得了巨大的优势。
现在他早已年入100万以上，超过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案例远远比马云、马化腾等天之骄子的案例更精彩。马云如何成功的，跟我们这些普通人其实关系不大。99%的人就是注定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我们需要过好这一生。那些最平凡的人如何过上体面的生活，维护自己的基本尊严，给父母儿女提供基本的生活庇护，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话题。如果一名无资源、无背景的不知名大学毕业生能够通过专注于一个细节来开辟自己的小事业，那么你呢？你对自己有信心吗？你需要做的不是怀疑自己的才能是否足够，而是思考自己对专注这2个字的威力是否有足够的认识。也许你疑惑，曾经也听说过资源整合、多元化发展等思路，也知道不少成功案例，但这些思路的方向却与专注的策略截然相反。甚至在本书的第5章生态思维中提到了池塘模型，似乎与专注努力也不一致。如何理解这些矛盾呢？很简单，专注努力作为最优策略，是对缺乏资源和背景的普通人来说的。当你既没有可观的本金，也缺乏高端人脉，连专业技能和学历都不那么突出的时候，你是无法进行资源整合的。你如此弱势，资源凭什么听你调遣呢？对于资质、背景都很普通的人来说，专注努力是最佳策略。相应的，当你的资源越丰厚，天赋越高时，你进行资源整合、跨界发展、多元化经营的空间也就越大，成功率也就越高。但依然不可高估。类似于埃隆·马斯克的成功人生案例影响力太大，以至于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能有这样精彩的人生，该多好呀！埃隆·马斯克这样的天才能够投身于10个领域，每一样都做到顶尖。我虽不是天才，但是资质也还可以，也不要求顶尖，优秀水平就够了。我就搞个3、4个领域吧。某个针对18到25岁的年轻人的调查称，有 80% 以上的年轻人想成为斜杠青年，足见这种想法不是少数。这世上有很多聪明人，有更多自认为很聪明的人，但不幸的是，在聪明人当中，也只有极少数顶级天才能够像埃隆·马斯克那样精通多个领域。大部分优秀的聪明人，如果涉足多个领域，也是要失败的。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曾经自认为能够同时做好篮球和棒球2个领域，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位篮球场上神一样的天才，在棒球场上连个2流水平都混不上，最后只能再回到篮球场上去。好在乔丹确实是历史级的天才，回篮球场以后继续当自己的篮球之神。连乔丹这种顶级天赋的人也无法做好2个领域，何况一般人呢？某位在国内商业领域叱咤风云、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的女神级人物，后来离开了商场去搞教育办学校了。一开始似乎摆出了要大办教育公益、顶级教育模式创新的架势，结果后来声音越来越弱，争议不断。专业教育智库的调研人员和他们学校的老师一聊天就觉得不扎实、不专业。当然，该女神是为了解决自己孩子读书问题才去办的学校，以她的资源和背景，任性一把倒也无妨，但依然无法改变越跨界越业余的规律。诸如此类的案例不胜枚举。各位听友，在您生活中还有哪些类似的案例，也欢迎通过评论区跟我们一同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我们继续学习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人该如何逆袭。
我们都曾在大学时代里见过那种活得精彩纷呈的牛人，他可能同时在象棋社、话剧社和辩论社担任核心人员，还兼任学生部宣传部长，同时又在某大企业实习，并且学习也不错，能拿奖学金，反正看起来很斜杠。但我们可能忘记了，几年后当他步入社会时，他的象棋、话剧、辩论、宣传、营销等能力都达不到专业水准，离能够依此立足还差得很远。在精彩的学生生涯结束后，他们很可能最终还是要依靠自己花最多时间精研过的那个能力去工作和生存。曾经的斜杠只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生活体验。在人生发展和事业成就的道路上，斜杠只不过是些微小的点缀。很多时候，即便是聪明人和成功人士的斜杠经历也并不成功，只不过被包装得很精彩，或者在跨界领域失败的阴影被专业领域的强大成功光环所掩盖。你要明白，身体素质极好的迈克尔·乔丹去打棒球的水平，以及顶级名校毕业、商业能力出众的某女神去办学校的能力，已经被人嘲笑了。而有点小聪明的普通人去跨界经营多个领域所能达到的层次，只会比他们更低。值得注意的是，专注一个领域与通识教育、多学技能、多了解社会动态等都没有冲突。通识教育是中小学和大学的事情，与步入社会后的人生规划、职业发展等并不冲突。如果工作中要用到 Excel 的相关技能，那么花几天时间学相关软件使用，也不对你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产生负面影响，很可能反而有利。多了解社会各方动态与新鲜事物也是好事儿，只要不造成信息过载和拖延即可。有时候你还能从中发现行业生态、未来趋势的变化。不过，真正去专注于一件事情依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有2个问题最有共性。第一，如果自己倾尽全力投入的大方向就是错的，怎么办？所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这个问题里特别明显。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那么专注则会让你越错越远。不少人正是因为对一条路走到黑，错得很彻底，产生了恐惧，故而保持了所谓多元化的选择。一边似乎降低了选择错误的风险，一边也分散了精力，降低了成功概率。第二，加速成长末期的技术难度。在迅速提高区间的最后一部分，水平的成长会进入瓶颈，无法再迅速提高了。后面的每一点点增长都对应着艰辛的付出与卓绝的努力，这不免让人怀疑，值得吗？根据28定律，80%的技术内容能够通过20%的时间获得，而剩下少量的20%内容却需要耗费80%的时间。随着学习效率越来越低下，很多人感到太累了，不愿意继续艰苦的进步。如何解决这2个问题呢？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何避开各种让你的努力白费的方向性错误误区呢？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错误的方向上专注努力，永远也不会产出成果。但你更应该明白，不去专注于某个领域才是最大的风险。专注于某个领域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概率未知，但永远分散自己的精力一定是错的，概率逼近100%。在明确了必须关注以后，再来考虑如何选择正确的、值得专注努力的方向。其实，这就是本书下篇思维的格局部分所写的内容。所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而做好大方向的选择，则需要以更大的格局、更高的思维智慧去指导。在生态思维一章中，我列举了一个互联网创业者的案例。一位天赋平平的互联网创业者面临2个选择：留在北京的大互联网公司当底层，或者去河北的一家农业企业当技术专家，然后进行农业领域的互联网创业。
根据生态思维，他选择了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然后可以专注地努力下去。在大势思维一章中，我提到要去了解科技和行业变化的趋势。未来几十年，显然人工智能行业比钢铁行业更值得你持续专注。事实上，要确认某个领域是否值得你专注努力，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它最好不要违反大级别的趋势。20年前有个职业叫打字员，后来很快被市场淘汰了。如果当时的打字员们能够看清未来趋势，那么他们就知道不应该在这个领域专注努力，而应该早点切换到另一个领域上。现在钢铁和煤炭等传统行业的趋势也比较明确了，未来虽然不会迅速消亡，但大概率会持续萎缩，发展前景堪忧。如果不是特别的热爱或者有特殊的原因，这些领域也不是很好的选择。除此之外，选择要专注哪个领域就没有太多的顾忌了。根据常识，你可以在自己感兴趣或者擅长的领域中选择，如果能够兼顾兴趣和擅长最好。在足够细分的领域专注下去，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足够精通，形成专业优势。至于第二个问题，如何突破快速提高末期的技术瓶颈，则是本书的上篇技术大师部分所讲的内容。各种思维技术的学习能大大提高你突破瓶颈的概率。思维逻辑链可提高深度思考的能力，可视化思维有助于你处理复杂信息并提高工作效率，换位思维则帮助你理解他人的想法。这些思维技术都会从某个角度帮助你去克服你在所在领域中遇到的困难。另外，迅速提高末期的技术瓶颈突破，也会被你对回报的预期所影响。要搞定那些比较难的事情，先不提技术方法，首先得有一股狠劲儿，有极大的决心。而这种极大的决心从哪里来呢？一定是你认为这样做是真正值得的，它的收益比付出更大。如果你对投入与产出的非线性增长关系不那么明白，你就很容易低估了突破技术瓶颈的作用，然后提不起一定要去攻克难关的决心。就像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不明白生活的艰难以及教育改变命运的巨大作用，听信一句读书无用就自我放纵，逃避努力学习，并毁了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好了，各位听友，关于本章内容，您有哪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3节，我的故事。一个平凡人是如何逆转命运困局的？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本书中写的所有思维方法，我都有过比较深度的实践，而对专注于一个领域这个道理，则感悟尤为深刻。我曾经不懂得应该专注聚焦的道理，犯过严重的多领域经营错误。我研究思维与教育，在思维与教育这2个大方向中的多个领域里齐头并进，耗费了大量时间。我研究思维，思维的分支领域好多呀。首先要懂多种思维方法，比如可视化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换位思维、结构化思维等。还要懂底层原理，大脑的构造和运行特性、神经传导模式、行为神经生物学、细胞神经生物学等。但是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并不能直接与具体的可执行的思维方法联系起来，还需要一个中介性的学科——认知心理学。所以我又深度阅读了不少认知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和文献。当然，认知心理学
并不能包括所有的思维方法，实际上只有少数一点点，而更多的思维模型在具体的学科中。这就是伟大的投资家查理芒格提出多元思维模型的依据。他认为要真正精通思维方法，得学习几十个不同专业的至少100种思维模型。我研究教育，而教育的分支领域也不少。学校管理影响一个学校的整体运行很重要啊，于是我去研究。学生的心理健康很重要，心理出问题的学生根本没法正常学习，生活也特别不幸福。于是我研究心理治疗和情绪疏导。家长对学生的影响很大，超过学校和老师，太重要了，所以我也研究家庭教育。同时，班级是教育进行的最小单位，班级管理与班级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我肯定需要钻研。而教育不能空谈，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上，所以课堂教学方法我也要研究。课堂上教的自然是各个学科，所以各个学科的具体教学和学习策略我都要研究。光有学习策略还不够啊，还得有大量学科资源，所以我自己也搜集整理各种学科优质教学资源，大量的纪录片、教学视频、图书清单。另外，教育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场馆教育、项目式学习、游学。更可怕的是，除了思维和教育的专业研究外，我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经济领域我很感兴趣，国家产业变化、房地产调控、税率改革、大国战略、全球博弈乃至股市等我都想了解。哲学和宗教领域也不能错过，这简直是一切人类文明都绕不开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优秀，不深度学习一下还能算是中华儿女吗？所以我又耗费了大量时间学习研究道家和佛家的主要思想原理与技术方法，从心经、金刚经到历代禅宗公案与密宗的主要观点等，从老子、庄子、列子到鬼谷子、孙子兵法等都有所涉猎。至于流传更广的论语、大学、中庸等，各家解读自然也是要参考一下的。总之，那几年我付出了无数心血，耗费了无数精力和时间，活得很累。那么这样的心血换来了什么呢？除去偶尔有人随口感叹一下你真爱学习呀，你知识面还挺广以外，基本没有任何成就。由于在各个方面都涉猎得很广，所以每个方面都学得很浅，哪怕是思维和教育这两个我的本职工作，做得相对深一点，也达不到行业中的领先水平，缺失了大量的具体技术细节，没法帮助别人解决具体问题。那段时间我过得既痛苦又迷茫，为什么付出这么多精力却过得不尽人意呢？时常夜不能寐，枯坐冥思。后来我终于想通了，自己分散精力到诸多领域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我不是智商200的钢铁侠式超级天才，根本不可能同时精通这么多领域，而没有一个真正精通的领域，正是我早年困境的根本。只有削减、删除掉众多冗余的内容，真正专注起来，才能有所突破。于是我进行了系统性删减，削减了大量非专业内容的时间耗费。首先，兴趣爱好类的时间耗费基本全部清空。经济领域仅偶尔看些行业报告，了解社会趋势变化和行业动态。哲学、宗教与传统文化领域仅保留一部分与思维有关的内容，如孙子兵法等。老子、庄子虽然也包含了深刻的思维理念，但语焉不详，难以理解，不利于快速学习，也停止继续研究。连专业领域也需要大幅度清理。思维这个领域太大了，我要求自己专注于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至于我思考时所使用的部分是大脑的顶叶还是颞叶，我完全不需要研究太深，更不需要知道细胞信号传递时有哪些化学介质参与。我只需要了解部分核心认知原理就好了。
比如经典的工作记忆模型和大脑的自组织机制。教育领域也删除大半，筛选出自己应该专注聚焦的分支。根据我的兴趣和擅长，我选择了学习策略的原理研究和学科应用。其余家庭教育、班级文化、学校管理、心理治疗、场馆教学等一系列内容全部清理。删除了所有非核心领域后，我把空出来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思维方法与学习策略领域当中，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解决了大量细节问题。我把这些研究结果中的一小部分写成文章，发到知乎、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或做成培训课程产品，结果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看了我2个公众号学习策略师与人生策略师上的文章，激动地给我发消息，说自己得到了某些启发，解决了很多问题。有些中学生和家长说他们考察了市面上几十上百家学习方法类课程，觉得我的学习策略课程最有深度，最有效果。还有各类企业、学校、区域教育单位邀请我去讲课。据他们自己进行的课后调研，发现我的课程总是很受欢迎，并有实践效果。各种赞扬声络绎不绝，而这与我之前困惑痛苦的人生才相隔了不足5年。那后面我又经历了哪些故事？这本书为谁而写呢？在下一集当中跟各位继续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在前2集的内容当中，跟大家分享了5外思考法。那第3节将分享的是5受思考法，如何洞悉事物的未来趋势。如果说某个事实现象是一个点，那么由这个点展开的思维逻辑则是一个链条，而这个链条应该有2个方向，一个是向前追溯原因，一个是向后追寻结果。向前追溯原因，其对应的方法即是上一节课中讲到的5外思考法。那么向后追寻结果呢？如果只有5外思考法而没有5受思考法，那就太奇怪了。所以我开发了5受思考法，作为5外思考法的镜像方法。什么是5受思考法呢？So 意思是所以呢，那又怎么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所以5受思考法的定义如下：5受思考法是指对一个现象连续追问其产生的结果，以探求它对未来可能造成的深远影响。探求事情的结果，这是人的本能，但如同追寻原因一样，我们本能的思维逻辑链条太短了，往往只能看到非常浅近的结果，而对深远的影响缺乏远见。下棋的人只能往后看1到2步，求职的人往往缺乏未来几年的职业规划，而做金融投资这种最需要思考深远结果的事情，据说亏损的人数占了 80%。 而5受思考法则能让我们拥有推演事物长远影响的能力。让我们通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来看看5受思考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2013年7月到8月，网络上传出了上海自贸区要成立的消息，而且有官方背书，确定性很大。A 股市场上随之暗流涌动。不过，明明7月份就有消息了，可是整个 A 股市场上却迟迟不见动静，只有一只股票涨了起来，上海物贸。这只股票上涨的逻辑很明显，既然是自贸区，那么上海本地的贸易类股票肯定是利好的，所以这只股票最早上涨。可是然后呢？上海自贸这么大的一个政策，就仅仅利好了一只股票吗？接近2个月的时间，市场的反应都很迟缓。到了8月下旬，市场终于反应过来了，另一只股票华贸物流开始上涨。逻辑是，
如果预期上海本地的贸易股会受益，贸易量加大，那么显然本地的物流运输业将会繁荣，所以华贸物流这只上海物流股会迎来爆发。如果用五搜思考法的形式去表现上述思考过程，则是如下：上海自贸区要成立了 ，so 那又会怎么样呢？上海本地的贸易公司业务会繁荣，对应的股票上海物贸肯定要涨。so 那又会怎么样呢？贸易业务会繁荣，那么对应的物流业务也会繁荣，所以物流股票华贸物流也值得购买。这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推论出和看到的。显然我们还可以接着推论下去，这还仅仅只有2个so呢。如果用更多的so继续推论下去，又会怎么样呢？物流会繁荣，那又会怎么样呢？既然贸易和物流会繁荣，那么港口肯定繁荣。so 港口繁荣，那又会怎么样呢？既然港口繁荣，那么港口周边的土地就会大幅升值。港口繁荣，那又会怎么样呢？既然港口繁荣，那么集装箱租赁业务肯定火爆。贸易物流都繁荣了，那又会怎么样呢？既然贸易物流等实体经济繁荣，那么对应的金融业务也会繁荣。金融业务繁荣了，那又会怎么样呢？既然金融业务繁荣，那么金融机构设施生产商的业务也会增加。五搜思考法的逻辑链条推演暂时就到这里，上面的内容已经够多了，这些推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已经看到逻辑链条的前几个搜引出了7月暴涨的上海物贸和8月19日开始暴涨的华贸物流2只股票，那么后面几个搜是否有对应的投资机会呢？由物流繁荣推论出港口繁荣，上港集团主营上海公共港口从8月23日开始暴涨。由港口繁荣推论出周边土地上涨，陆家嘴和浦东金桥2大港口附近拥有大量土地，都从8月26日开始暴涨。由港口繁荣推论出集装箱业务繁荣，中集集团主营集装箱、港口设备、运输物流等从8月28日开始暴涨。由商业繁荣、贸易、物流、港口推论出金融繁荣，爱建股份主营上海地区金融业务从8月26日开始暴涨，浦发银行、上海本地银行从9月6日开始大涨。由金融繁荣推论出金融设施生产商繁荣，裕银股份主营银行 ATM 等设备生产从9月13日开始暴涨。很多股票都翻倍了，最夸张的股票涨了4倍都不止。而这些股票不仅涨幅巨大，更美妙的是，它们的上涨顺序是严格按照我们的逻辑推论顺序进行的，简直就像教科书上的数学公式一样美妙。根据五搜思考法，上面的推论你都可以做出来，当然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投资常识，并且你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去做这些推论。7月初就出现了自贸区的消息，而这些股票到了8月下旬才开始涨，这中间的利润是非常惊人的。善于把握其中逻辑的人，可以短期内快速翻倍。很多一线游资当年就是靠这一波股票完成了超过200%的收益。根据其资金量大小，利润在几千万到上10亿之间。据说个别资金量较小，1000万以下又把握了其中逻辑的人，再加上一些融资，3个月之内做到了10倍收益。现在你知道了深度思考的能力是多么值钱，五搜思考法是多么好用了。当然，深度思维能力和五搜思考法不仅仅是在股票投资中好用，在生活、工作、学习的其他方面也用处颇多。无论如何，这绝对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精彩的思维方法。那五搜思考法的应用要点有哪一些呢？在下一集的内容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
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继续跟你分享我的故事，希望对您有所启发。也许有人怀疑，我专注思维与教育，这还是两个领域呀，并不算真正的关注。一方面，教育领域中我只专注学习策略，其他内容基本全部清除，因此并不算是一个完整的领域。思维领域中也剔除了大量内容。另一方面，思维方法与学习策略中有大量内容是相通的，只有知道了如何思考最高效，才能解决学习的效率问题。所以各种思维原理与方法自然就能转化成学习策略，相互促进。基于这两个原因，思维方法与学习策略可以合并看成一个领域。撇清冗余信息，专注于一个领域慢慢积累，让我的成长大幅加速，生命变得真正精彩起来。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说我就是个跨界者，因为我又做学校培训，又做企业培训，又做自媒体，未来还在规划其他项目。其实跨界只是表象，专注才是我真实的面目。我还想分享一个朋友的小故事。中国教育界有一位叫梅鸿建的老师，他是中国教育界赫赫有名的专家，尤其在班级管理领域非常优秀，多次成为教育杂志和报纸的封面人物，受邀举办了几百场讲座。有关他的优秀教学案例和报告资料很多，我却深深地记住了他在自己写的书中提到的一个小故事。他曾经不满足于只当一名老师，想一边教书一边去做生意，结果生意亏得一塌糊涂。后来终于想通了，一个普通人一辈子能做好的事情可能只有一件，于是不再折腾，安安心心开始教书育人，结果没几年就取得了之前列举的那一大堆荣誉。做2次生意都亏得一塌糊涂，可见梅鸿建不是天才，只是个普通人，但专注让他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这种优秀的普通人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故事。那这本书为谁而写呢？这是一本关于思维方法的书，思维方法人人都需要，所以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是这本书的读者。但是从个人情感上来讲，我更愿意把这本书送给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有些人特别幸运，或者是智商超高，从小学习毫不费力，边玩边学，就从重点小学一路走到清华北大，然后去斯坦福 MIT 读个硕士博士，接着回国创业，或者进企业担任拿股票分红的核心技术专家，或者是家道殷实，父母是政商大亨，高端人脉，启动资源顺手拈来，先拿5个亿去试试错吧，搞不成就再给点。又或者投胎技术比较好的，出生在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人手一栋别墅，窗外风景比手机壁纸还美，高福利低压力，没事就去环游全球之类的。但幸运儿总是少数，大多数人不仅没有超高的智商，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运气往往也很一般，既不能拆迁补偿1000万，也不能押上20注彩票中个特等奖。这些普通人从清华北大、哈佛耶鲁以外的学校毕业，没有进入起薪50万、每年收入分红增加50%的投行、咨询或顶级互联网企业的核心部门。这些普通人25岁左右，需要开始考虑如何升职加薪，摆脱月光。28岁焦虑如何面对惊人的房价。32岁一边背负高额房贷，一边又担忧孩子的上学问题。接着35岁到了，那么公司会不会大幅度裁员呢？大多数普通人过的都是这种焦虑与压力并存的生活。不是天才，没有背景，缺乏资源，起点为0的我们，怎么应对这样的命运呢？家庭背景、运气、智力都是无法改变的。在我们能够掌控的事物中，思维方法是我认为最能够帮助我们改变命运的。对于出身平凡的普通人，除了思维，还有什么更好的途径吗？
这本讲授思维方法的书就是送给这样的普通人的。本书分为2个部分，上篇技术大师讲授各种技术类思维方法，它们能够帮助你处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工作任务。逻辑思维链让人的思维层次更深一点，可视化思维能够处理那些信息很繁杂的难题，换位思维让人看问题时有更开阔的视角，并能体察别人的想法。流程思维让人能够把一件事情做细做好。我介绍这些思维方法，希望能够帮助那些疲于应付每日工作生活的普通人。下篇思维的格局讲授各类格局类思维方法，它们能够帮助你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认知事物的规律，找到正确的大方向，让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生态思维让人洞察复杂生态中潜藏的机会，系统思维让人理解事物的复杂因果规律，大势思维让你看清未来大势，学会借助时代的力量，兵法思维则指出生命中的陷阱，让你在发展中保持不败，也不要陷入两难的被动境地。最后，慢即是快，指出普通人的最佳策略是专注。通过专注，普通人也能取得相当的成就。我写下这些思维方法，希望能帮助到那些看不清大方向的普通人，希望他们能过好这一生。一切都接近完美了，又有技术又有格局，找一个方向专注吧。关于专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已经在一个领域中专注了很长时间，但依然无法取得成果，又该怎么办呢？比较简单的回答是，可能方向错了，或者努力的方法不对。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再去研究大势思维、兵法思维等内容。但如果只是仅此而已，这个问题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上述问题的终极意义在于，有时候一切都是对的，既非常专注，专注的领域也是正确的，而且还很讲究方法。明明一切努力到极限了，但依然没有取得成果，那又该怎么办呢？这是命运吗？我们该认命吗？在本书的最后一点点文字里，我送给你一个图腾，这就是我曾在可视化思维一章中提到过的，我这一生都在坚守，也将会继续坚守的重要的精神图腾。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4节，送你一个精神图腾。在这个鼓吹少年得志的时代，我更偏爱大器晚成。4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于《三国志》，并且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视剧不止一个版本，公认比较经典的是1994年的老版本，但我个人更喜欢2010年版的。这个版本与老版本相比有一定改动，添加了编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其中一个改编重点在于后半段对司马懿这个角色的故事的修改。1994版明显偏向于蜀汉，而2010年版则加入了更多的魏国视角，后半段则全然切换成司马懿的视角，即司马懿成了主角。对于新版的各类改动争议众多，有人认为部分角色拍得比1994年版弱了，但对司马懿的人物塑造，我觉得远胜于1994年版的，并且意境深远。司马懿有成就事业的志向，按照新版的剧情，他在赤壁之战后向曹操毛遂自荐，希望迎娶功名。这个时机把握非常好，正是曹操赤壁战败、大局混乱、急需用人之时。从这个时机的选取可以看出，司马懿有很高的思维格局，能够看清时代大趋势，既明白曹魏的实力依然处于优势，又能够把握他短暂的低迷期给自己带来的发展机会。
如同大牛市早期精确地找了一个回调的低点介入。可惜曹操太聪明又太谨慎，认为司马懿太过聪明，需要防范，一直压着他，既用他的才华能力，又不让他上位，高官不给做，兵权不让拿，费尽心力辅佐曹操几年，司马懿也算是专注努力过了，但没有捞到半点便宜。但是他聪明啊，他做事特别讲究方法，他对大势的拿捏很到位。他根据目前的三国实力推算，曹操有生之年不可能平定天下了，因此立刻开始从曹操的下一代中选人进行辅佐。他慧眼识人，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人，曹丕。他当了多年尽职尽责的老师，勤勤恳恳地指导曹丕应对考试，笼络士卒，收买天下人心。一直等到曹丕登基，还帮曹丕平定了包括曹彰叛乱在内的内忧外患。但是曹操在死前却给曹丕叮嘱过，司马懿可用，但不可使之掌兵权。接受了司马懿多年教导的曹丕，这一次遵守了曹操的临终教导，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在位时又是一边用司马懿，一边防着司马懿，甚至还安插了卧底，一个美貌端庄的女仆到司马懿家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忠心耿耿辅佐了曹丕一生，却被提防到连个小官都做不成，还被监视到家里来了，司马懿过得真是窝囊。他犯了什么错误吗？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命运刻意的要玩弄他而已。曹丕在位6年，司马懿努力了6年，又是一无所获的6年。可是司马懿能忍，忍过了曹操，再忍曹丕，悲剧再一次发生了。曹丕病死前，如同其父曹操那样，又叮嘱了下一任继任者曹睿，司马懿有才可用，但不可让他掌兵权。于是打压司马懿的接力棒又交到了曹睿手上。曹睿在位13年，又是司马懿被不断当苦力使用，却仍得不到任何报酬的13年。不仅曹睿对他颇不放心，曹休、曹真以及曹真之子曹爽更是对他百般刁难，千方百计排挤陷害。这段时期是诸葛亮北伐的高峰，连战连胜，魏国上下震动，亡国的恐惧在朝野弥漫。但司马懿率军于街亭大败诸葛亮，拯救了曹魏帝国。回朝领赏，你猜皇帝会赏赐你什么呢？会拿你问罪，说你故意放跑了诸葛亮，差点要杀你。每一次诸葛亮来袭，司马懿都会被调到前线去抗战，打完胜仗以后回朝，立刻又被或明或暗的罢免，弃置于一旁，反反复复地被教育什么叫兔死狗烹。司马懿在曹睿这一代努力了13年，用尽了各种大战略、小战术和方法论，依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接着是曹芳。曹芳年幼继位，司马懿的死敌曹爽实际控制了政权，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要了司马懿的命。更可怕的是，曹爽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傻帽，而是一个心思活络、文武皆通的能人。司马懿被曹爽严防死守，一直到70岁还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可以说，司马懿每一步都没有走错，看清了大局，也善用小方法，一生专注于带兵打仗、建功立业这一件事儿。持续努力了几十年，却毫无建树，还险象环生，朝不保夕。我时常揣测，若历史真的如电视剧中那般，司马懿的心中会是怎样的感想呢？他有没有长夜痛哭过？有没有咒骂过命运？有没有想过无奈放弃，了此残生呢？一直到249年，司马懿已经70岁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机会出现了。曹爽带领百官陪同皇帝曹芳出城扫墓，京城空虚。如第8章兵法思维中所述，胜可知不可为。
就这样一个微小的机会，司马懿等到了，看懂了，抓住了，兵变成功，推翻了曹爽的控制，掌握了京城政权，实现了一生的愿望。司马懿人称种虎的智谋之士，直到70岁才做出了能够向自己一生有个交代的事业。如果从7岁上学开始算起，他努力了64年；如果从他22岁当小官开始算起，他努力了48年。谁敢说自己的才华超过了司马懿呢？谁敢说自己的努力超过了司马懿？而在色彩纷呈的社会里，谁不是今天想做自媒体大 V， 明天想开个淘宝店的？哪里比得上司马懿几十年不变的专注于一个领域呢？可是即便所有优点都凑齐了，司马懿还是熬了将近50年，终于把所有敌人全熬过去了，终于熬到了翻身的机会。你可以从2个方向理解这句话。第一个方向，所有优点都凑齐了，司马懿还是熬了50年。第二个方向，尽管命运如此残酷曲折，但司马懿通过50年的持续努力，终于熬出了机会，挣脱了命运之手。你喜欢哪个方向呢？我更偏爱第2个方向。司马懿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用最正确的方法，专注的持续努力，命运依然可以如此玩弄你。但命运最终耗不过时间，在漫长的岁月里，命运的一个微小疏忽，就会给你成就自己的机会。另外说明一下，这里不需要纠结2010年版电视剧中的司马懿的经历是真是假，历史上的司马懿实际如何，他只是一个图腾，代表了一种精神。对于司马懿的经历，您有哪些思考和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分享。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继续跟您分享，送你一个精神图腾。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大概率的人生下半场。在这个艳羡少年得志的时代，我更喜欢大器晚成的故事。少年得志是天才的小径，大器晚成才是凡人的正确道路。这不仅是司马懿作为精神图腾给予我的感受，也是概率学所告诉我们的道理。一般来说，人只要抓住一次大的机会，就能有所成就，以后不要犯特别严重的错误就好了。在上述假设中， P 是你这一生中能够有所成就的概率，1、2则代表你每一次机会下能够成功的概率。这个数学公式我会放在我们的评论区供大家参考。那每一次机会你都去拼搏，并且全部都失败的概率非常低。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就能有所成就，如果这一次不成功，就继续努力，等待下一次机会。会不会永远不成功呢？对于资源匮乏、天赋平平的人， P1、P2 一直到 Pn 都很小，假设只有 10%， 但是只要你持续努力，机会能有多少呢？ n 等于30， 3次机会，全部失败的概率为 0.9 的3次方等于 0.73， 成功的概率为 0.27。 n 等于15时，15次机会，全部失败的概率为 0.9 的15次方等于 0.2， 成功的概率为 0.8。 越到后面成功的概率越大，越到后面人生越精彩。平均来讲，人的一生每3年就会有一次机会。3年这个数据是经过社会检验的，比如工作2到3年后，初级管理职位是一次机会，工作3到4年后，中级管理职位是一次机会，再过3到5年资源成熟，创业是一次机会。总之，平均3年一次机会，持续努力等来15次机会，即是45年。持续努力45年，即便你一开始很平庸，
最后有所成就的概率也有80%了。更何况，这还是假设你每次失败率高达90%呢。如果失败率只有80%，又会怎么样？如果是50%，会怎样？这个胜率是非常高的了，只要你耐得住这个时间。从稍微懂事一点的大学时代开始算起，15次机会45年的努力是65岁了，10次机会30年的努力是50岁了。那些30岁就开始焦虑、绝望乃至放弃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概率公式其实正在运行，还没有等到精彩的后半段，他们早早就放弃了努力，更放弃了方法和专注，错过了概率无限逼近100%的后半场。今天我们谈论如何取得一点成就，过上稍微体面、优雅而愉快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没有面临司马懿那样的逆境，你既没有动不动就想杀你的老板，也没有把你当成一生死敌的同事。古时候天下就那么大点地方，被帝王权臣盯上了，根本就没逃命之处。而你在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却能随时为自己的一生调整方向。如果你有司马懿那样的能力和持续努力的韧劲儿，相信你用不着熬50年，很容易就能成就自己。我们的问题是太过急躁了。今天蹦出个25岁百度副总裁李教授，明天又来了个22岁创业融资1000万的马佳佳，以至于年过30以后，很多人就觉得人生看不到希望了，觉得已经过了事业的黄金期，开始苦闷彷徨。没有资源不是天才，你的命运最大的胜算其实就是概率与时间。如果说努力和方法开启了成就的可能，专注让这个可能有了一定的提高，那么漫长的生命和时间则将这个概率提高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让你第一次有了对抗命运的主动权。在漫长一生的时间尺度上，错失了一次机会不是问题，眼前暂时不能解决的困难不是问题，走错了1-2步路不是问题，只要你在持续努力。命运啊，你在天上俯首嘲笑我的渺小，我在地上默默地忍啊熬啊，总有一天要耗死你。我的书桌前贴了一张司马懿的像，我抬头的时候偶尔会瞟到他。我出生于一个湖北的5线小城市，我的父母都是最平凡的人，他们出生于小城周边的农村，来到小城里打工，然后安家。我出生时，父亲在一个事业单位当基层员工，母亲则成了家庭主妇。我上的小学、初中都很普通，根据户口就进入学。高中是本市最好的一所了，但如果放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不入流的。后来耗尽全力也没考上清华北大，更不用提出国留学了。既因为没钱，也因为底层家庭出生，根本不知道出国是怎么回事，连托福、雅思这样的名词都没听说过。我在大学里挣扎摸索了很久，因为小城市贫穷狭隘的原罪，搞不清楚人生的方向，也不知道社会的模样。初入社会的几年，我继续付出目光狭隘、见识浅薄的代价，在事业的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一转眼黄金一样的年华就浪费了好几年。我一抬头就看见这样一拨人，他们出生于大城市良好的家庭，从小接触前沿信息，视野开阔，从国家级重点高中轻易考上清华北大，乃至哈佛、耶鲁、斯坦福、MIT， 然后一路高举高打，披荆斩棘，年纪轻轻担任高管或者创业成功，30岁不到就可以人生登顶了。几年前我曾无比羡慕这些人，羡慕的几乎要丧失前进的动力。我长年累月彻夜难眠地思考自己这一生该如何度过，也会想到那些和我一样出身平凡、缺乏资源和背景的人，困顿于命运中无法挣脱，每每悲从中来。然而今天，我的书桌前有一张司马懿的像，我抬头的时候偶尔会瞟到他。我逐渐意识到，我命中注定不可能少年得志。
小地方的普通家庭出身，决定了我必然在20多岁的时候目光狭隘，注定了我的发展必定比那些大城市资源优越的同龄人要慢上好几年。于是我接受这一点，我就再多熬几年，我就多努力几年，多学习几年，多专注几年。我把目标定为在35岁的时候去达成这些优越者们25岁达成的成就，在45岁甚至55岁的时候，在寻找他们35岁之前就有的登顶机会。我立志成为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哪怕是很晚很晚。对于和我一样命运平凡、起点很低的普通人，我把这个精神图腾与这份信心，随着本书中的各种思维方法一并送给你们。我一直说，人的一生要有所成就，成就并不一定是香车豪宅、富甲一方，而是人活了一辈子要对自己有个交代。这个交代常常是和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关联的。至少在当今高压而焦虑的时代，有能力给自己一点放松和优雅，给亲人一点庇护。更不用提，倘若你心中还有远大梦想与追求，你的一生就不会是静止的湖水，很有可能是大浪滔天的一生，是不断战斗的一生。从思维的技术到思维的格局，再到专注努力与漫长人生中坚韧的精神图腾，这就是我要对你讲的故事。至于我自己，希望未来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的墓碑上可以这样写：此人出身普通人家，少年也不得志，但在死之前已经成为一个略有成就的人。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专注努力与漫长命运旅程中的坚韧，是普通人命运破局的武器。这是个焦虑的时代，没有背景、缺乏资源的大多数普通人，迷茫而疲惫地应对着自己命运的困局。我讲述思维的技术、思维的格局，最后在本章中提到专注的努力与漫长命运旅程中的坚韧，这正是普通人破局的武器。你我都在命运的局中出生，但谁会在樊笼里终老呢？深度思维讲述的不仅是思维的技术与格局，也是人生的策略和对不济命运的抗争。这是本章结语，也是本书结语。本书故事在此暂告一段落。祝你身体自由，思维自由，灵魂自由。再见。各位听友，如果您想更深度的学习这本深度思维的话，可以点击播放页购物车，或者进入我的主播店铺来购买这本精装的纸质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你好，我是本书的演播者志远，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学习这本深度思维。读到最后呢，被作者的经历深深感染。就如作者所说，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我也同样如此。但是当我们竭尽所能的去掌握我们能掌握的，去专注的深耕在某一领域，你大概率的会获得不错的成果。跟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而这本书所提到的思维方式，能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长远、更开阔的视角，做出影响人生走向的选择。在我读完这本书之后，上面写了不少笔记，我会好好的收藏它，并经常拿出来再次深度学习和参考。感谢作者叶修，感谢正在听的你。如果各方面您还比较满意，请给专辑一个5星好评，这是对主播最大的支持。
也希望您继续支持志远更多的作品，感谢。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五搜思考法的应用要点。五搜思考法看起来并不难，但在应用的时候依然有一些要点需要注意。上面那个精彩的投资案例或许让你有点兴奋，但是要洞悉事物发展的规律并赚取高额利润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不谨慎研究，有时候会弄巧成拙。所以下面的几个要点我建议你认真看看。绝对推论与概率推论。 So 然后呢，那又怎么样呢？本质上它就是一种推论。推论可以分为两种，绝对推论与概率推论。绝对推论的意思就像其字面所表示的那样，表示一定不会错的推论。比如数学中的推论多是绝对推论，如果 A 大于 B，B 大于 C， 那么肯定 A 大于 C。 概率推论则表示有可能是这样的，但并不一定。上海自贸区投资案例中的推论基本都是概率推论，尽管这些概率都很高，属于强概率推论，但是毕竟也还是概率推论。下面是你需要务必谨记的一个重要定理：逻辑链条概率传导定律。当一个漫长的逻辑链条中有很多概率推论时，会发生逻辑损耗，其推论的威力和准确度会逐渐降低。我们可以返回去看上海自贸区投资的案例，此案例可作为上述定理的佐证。整个投资链条的逻辑演进顺序，我们一边看图一边查阅股票软件，可以看到，作为整个逻辑链条的第一级，上海物贸的涨幅是最大的，为 350%。 作为链条第二级，华贸物流的涨幅也很大，约为 280%。第三级上港集团涨幅约为 200%， 略有缩减，但也很惊人。第四级的一个分支陆家嘴和浦东金桥涨幅都在 160% 左右，又低一点。第四级的另一个分支就小了不少，中集集团的涨幅约为 50%。 把上海物贸、华贸物流、上港集团等代表实体经济的部分合并起来作为第一级，平均涨幅 250% 左右。传导到作为第二级的金融服务，一个分支为爱建集团，增幅 110% 左右，另一个二级分支浦发银行涨幅 75% 左右。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股票的涨幅是完全符合逻辑链条的概率性传导定律的。逻辑链条的早期，逻辑的力度最强，后期则越来越弱。唯一一个例外是裕银股份，它作为链条的第三级，其涨幅也在 75% 左右，看似没有衰减，但这是另一个原因造成的。它的一家设备供应商供应了上海地区的多家银行，多股力量累加起来，造成了其力度没有衰减。上述定律在数学上很好理解，一个单一链条的传递，其概率的计算是应用乘法的。每推论一个概率性事件，每延展一级基于概率推论的链条，其稳定性和力度都乘以一个小于1的数字，经过几次累乘以后，当然会越变越小。在五搜思考法的应用中，上述定律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定律了。第二个，逻辑思维链的边界。逻辑思维链条越长，代表你的思维越深刻，可是链条也不可能无限延长下去，否则岂不是要推论到宇宙的终结了？毕竟人不是神。在边界的界定上，五搜思考法与五外思考法有所不同。五外思考法是找到了根本原因就停止，不过用五搜思考法却没法找到一个对应的根本结果，你总是可以不断推论下去的。那么你的推论要停在哪里呢？我的建议是，用五搜思考法进行推论，你可以停在概率变得较低，低的没有实际指导作用的那一级，然后等待时间推进，
让时间吞噬链条的前面几级，从而使得后面几级的概率自然提高，再继续向后推论。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复杂，我们可以拆开来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在概率性传导的情况下，随着链条不断扩张，后端的几级概率会不断降低。假设已有事件 A， 我们预测1周后 50% 概率会发生事件 B， 接着2周后会有 25% 的概率发生事件 C， 然后3周后 12.5% 的概率发生事件 D， 再往后呢，发生事件 E 的概率只有 6.25% 左右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概率太小了，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那么你就暂停下来，不继续推论了。于是你开始等待，等到2周过后，看看事件 C 是否已经发生了。如果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后续的事件 D、E 的概率就大幅提高了。对于已经确认的事件 C、D 的概率就变成了 50%，E 的概率提高到 25%。此时你再推论事件 F 也有 12.5% 的正确率了。如果中途发生变故，事件 B 没有发生呢？那就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件，然后再重新推论。总结一下就是，既要做适当的推演，也要保持灵活变化。未来要在规划中边走边看。这个方法可以解决逻辑链条概率降低的问题，但是无法解决力度损耗的问题。比如上海自贸区投资的案例中，链条后端的股票涨幅肯定要小些，时间的推进无法改变这一点。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叫做招式与内功。中国文化让我们对内功、招式等概念很熟悉，我们也都知道它们的关系，要有内功的支持，招式才真正好用。五奏思考法作为一种思维技术，它就是武功的招式，固然它十分精彩，但如果没有内功支持，其威力也是有限的。甚至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如果强行挥舞锋利的宝剑，还有可能会伤到自己。对于五奏思考法这个招式来说，什么是其对应的内功呢？就是常识与专业知识。你想要在哪个领域内使用五奏思考法，你就需要有该领域的常识和专业知识。常识和专业知识越多，内功就越深，招式使用的威力就越大。以我自己为例，可惜只能做个反面案例啊。在上面那个精彩的上海自贸区投资案例中，很多投资者赚取了至少100%的利润。那么我自己做的怎么样呢？很可惜，不怎么样，我只有大约40%的利润。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因为研究思维方法的缘故，顺带看看股市，所以我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位。最严重的是信息的时效性。如果是专业的投资者，肯定是要经常浏览重大新闻的。对于上海自贸区这种重大新闻，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可惜7、8月份是我在教育行业里教育业务的高峰期，整个暑假我都在忙自己的教育业务，基本没上网。于是要成立上海自贸区这种重大消息，我居然晚了2个月才知道，直到9月份暑假结束了才知道。我一边叹息错过了好机会，逻辑链条已经走了这么远了，一边匆匆买入了链条尾端的股票爱建股份，还是买在半山腰上，前面的涨幅已经错过了，后面涨了不到 40%。 至于再往下一个链条，浦发银行后端的裕银股份，我缺乏专业知识的劣势再一次显现出来，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股票。而市场上有哪些股票专业投资者肯定是知道的，这是基本功之一。而我由于缺乏 A 股的常识和专业知识，就这么错过了。综合一下，由于我缺乏相应的内功，在这场投资战役中，我的思维招式只给我带来了约 40% 的收益，而那些内功与招式兼备的专业投资者，收益则可能超过400%了。你看，招式背后有没有内功，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
思维很重要，知识也很重要。知识是思维的养料，没有知识的思维容易变成空谈，而没有思维的知识则会变得呆板而缺乏爆发力、创造力。各位听友，5SO思考法你学会了吗？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4节，多方法综合使用，在复杂的世界里做一名进阶的思考者。真实的世界很复杂，使用思维方法来处理问题也没有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综合使用多种思维方法来分析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如何综合使用5外思考法和5SO思考法这2种方法。下面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几年之前，一名工作了近10年的资深编辑老 K 走进杂志社的办公室，开始了他平凡的一天。他所在的小部门叫做深度报道部，是大编辑部门的核心部门，是集中了整个编辑部的精英力量形成的部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凑巧听到了普通编辑部的2个小姑娘聊天。他们深度报道部真好，福利也好，环境也好，都是资深编辑，要是我也能进去就好了。那还用说呀，最近几年新媒体冲击传统媒体那么严重，我们普通编辑部的日子可不好过了，而他们深度报道部则是集中了整个杂志社的核心力量呢。你没听上次公司战略大会上说的吗？我们传统杂志要和新媒体形成差异化竞争，要抓住新媒体的碎片化阅读缺陷，要在深度报道上持续发力，要让深度报道成为传统杂志的核心优势呢。你看，公司都把他们当成战略核心去发展了，肯定是投入了所有的力量了，所以他们的福利和环境肯定都比我们要好多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业绩怎么样，能比我们好多少呢？反正我们是挺惨的，找谁去问问呢？我都已经问过了，答案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公司核心领导才知道具体的业务数据。深度报道部的普通员工都是不知道的，不过领导大概给他们表示过了。反正自深度报道部成立的这大半年以来，业务发展得很好，听说明年就要加工资了。别问了，人比人气死人呢。老 K 微微一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心想2个小姑娘想进核心部门还是太嫩了。老 K 打开电脑，随意瞟了一眼公司平台上弹出的一则不痛不痒的通知，对工作用笔记本电脑的更新更换，原办公条例规定为部分员工每4年一换，部分员工2年一换，为保持公平起见，现统一为4年更换一次，特此通知。这是后勤部的政策微调，与老 K 基本没关系。何况他手上的这台电脑是3个月前才更换的，用起来非常顺手。不过自己的几个同事可能就有点郁闷了，他们看了自己的新电脑配置这么高，最近才刚想申请把自己用了2年多的电脑换一下，现在估计换不了了。这么一想，自己还是占了个小便宜。好了，继续工作吧，先把这一期的深度报道做出来吧。等等，老 K 突然想起来了什么，思绪开始蔓延。笔记本电脑更换从2年可换变成4年才能换，所以这又影响到了谁呢？影响到老员工了。因为原来的规定是入职6年以内的员工电脑为4年一换，而入职6年以上的老员工才可以2年就更换，这是对老员工的一种福利。So， 这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影响到深度报道部了。因为就在大半年前，深度报道部成立，所有资深编辑都集中在这一个部门了，而这些资深编辑基本上都是公司里所有的老员工，除去几个大老板。So， 这又怎么样呢？可以推论，减少电脑的更换肯定能够让深度报道部节约一点成本，
但是也省不了多少钱呢。毕竟和整体的运营收入比起来，比重太小了，这一点成本都要扣，真是让人无语了。Why？ 公司为什么要突然开始节约这一点成本呢？原来不是对深度报道部挺大方的吗？可以估计，原因是深度报道部这大半年的业绩也不怎么样。也就是说，由于新媒体的冲击巨大，传统媒体不仅在浅阅读上已经失败，甚至连新规划的战略重心深度报道和深度阅读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而公司对员工的会议中只强调了所谓的差异化竞争，却没有提到这一点。Why？ 为什么公司要隐瞒这一点呢？深度报道受到影响，但是影响究竟有多恶劣呢？由于数据被领导层掌握，无法得知，但是现在可以推断了，已经恶劣到需要靠向员工说谎来维持局面的程度了，已经恶劣到需要靠不换旧电脑来节约成本的程度了。随着这样的深度分析不断推进，老 K 心里越来越明亮，一句话浮上心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花几天完成了手头的工作以后，老 K 向杂志社提交了辞呈。你猜老 K 去哪儿了？没错，他自己开设了一个公众号，自己运营。1年后，原来的杂志社同事向他透露，全杂志大幅度亏损，深度报道部也未能幸免。在同事感叹经济下滑、降薪导致日子难过的时候，老 K 长舒一口气。毕竟自己的公众号已经超过10万粉丝，1个月的广告收入都超过5万了。在所有数据都被领导垄断，领导的所谓战略规划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情况下，老 K 凭借自己出色的深度思维能力，通过综合使用5外法和5搜法，成功推断出了公司战略规划的失败，并由此指导自己的职业方向，迎来了人生的大转机。或许你也会在未来人生的某个时刻，因为用这一方法而获益匪浅呢。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深度思维》，作者叶修，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章结语：前溯后追，逻辑链条代表思维的深度。本章我们重点介绍了深度思维的第一种方法——逻辑思维链条。思维的基础是知识点，知识点的串联变成了思维的逻辑链条。逻辑链条的延伸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思维的深度。逻辑链条可以往2个方向延伸，面对一个现象，向前追溯原因，向后追寻结果，这分别对应了5外思考法和5搜思考法。不论是学习、工作还是金融投资，这些方法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对于一名思考者来说，思维方法的综合使用也是重要的话题。本章已经演示了5外思考法和5搜思考法是如何综合使用的。在后面的章节中，你还将看到它们能够与大势思维、兵法思维等结合起来使用。更多的综合使用则需要你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正如你已经看到和将要看到的，本书几乎所有的思维方法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所有的思维技术和思维格局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思维方法的综合使用才是思维的本来面貌。下一章我们将会学习换位思维。本集已为您播讲完毕，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跨越式成长方法论：深度思维》。